他若是再争气的多滚几步，我都不必走过去迎候了。在场迎亲的宫妃大臣、奴才婢女都看笑了。楚北木有些压力山大，虽然有几分嫌弃，可还是将他从地上捡起来。敢嘲笑皇后者，皆以杖毙问处。众人便鸦雀无声了。圆圆回过神来，仰着脑袋看着楚北木，啊，长得真好看。他居然被一个3岁大的奶娃娃给调戏了。回禀陛下，吉时已到。走吧，朕牵着你上太华殿，昭告天下。圆圆小，腿也短，太华殿的阶梯太长，上得格外费力。腿短，太耽搁时间了。圆圆嘟着嘴，气呼呼地看着他。在百官眼里，3岁的小皇后像是一只挂在腰间的酒葫芦带上去的。这10岁的皇帝已经是够无奈的了，这还来了个3岁的小皇后，这不成了小儿国了？登上最后一步台阶，楚北木站在高台上，一身烈烈红袍迎风而起，文武百官跪地俯身。父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太阳有些大，圆圆站着站着就打起瞌睡来，身体一晃一晃的。楚北木斜视了他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朝后提着他后面的衣裙，以免他掉在地上。大婚的第一晚，虽然按道理帝后要同房，可因两人的年纪太小，所以都象征性地走了个过场，便早早地结束了。圆圆站在软榻边上，嘴里咬着花生，吃得津津有味的。殿下，这东西吃不得，有毒吗？宫女没想到他的脑回路这么奇怪，一时接不上话来。楚北木进来的时候正好听见了，有些忍俊不禁。没见过比你更有出息的了。我一个小孩，你懂什么？采菊菜为采木。楚北木刚准备闭眼入睡，不曾想圆圆却转过身子来，一直盯着他看。是饿了，要喝奶吗？我想回家。别瞎想了，睡觉。楚北木看他磨蹭半天，就来这么一句废话，内心忍不住闪过一个白眼。听话说男女授受不亲，那你不要在床上睡。那意思是间接告诉他，让他堂堂一介帝王去打地铺。你嫁给我了，我是你夫君，并没有什么男女之别。圆圆不太理解嫁给是什么意思。夫君是什么东西呀？楚北木也黑了下来，他什么时候成东西了？就是你什么都要听我的，不许反抗，以后你都要跟着我住在这里。我以后不可以回家了吗？爹爹骗人，说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家的。别哭了。你个大混蛋，欺负我！那娃娃就是事情多。楚北木觉得一个头两个大。殿外守夜的宫女听到哭声了。陛下，可是有事？没事，你们退下吧。你别哭了，你想要什么告诉朕，朕答应你便是。你不骗人？不骗人。我们拉勾勾。幼稚，朕怎么可能跟一个3岁奶团子玩这么幼稚的游戏？拉钩上吊不许变，谁变是小狗。你说吧。我要清华。朕还以为这奶团子要借机敲诈朕呢，没想到就提了这么简单的要求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没问题，朕答应你。啊，原来当皇帝这么好啊，我也要。现在可以睡了吧？那我不想学规矩，不想读书，不想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谁说3岁的奶团子没心机的？凤清浅懒得理他，于是自己先睡了。要是再被折腾一会儿，等会可以直接上早朝了。睡就睡，到明天我就回家去。趴下去闭着眼睛没多久，明幽拽了拽被子，发现自己的被子只有一小块，大部分都被这个叫皇帝的占去了。于是灵巧的一番，对着凤清浅的背咬牙狠狠一踹。
叫你抢我的被子！咚的一声，整个房间弥漫着诡异的沉静。明幽像是一只小乌龟似的背朝天，缩着四肢趴在榻上装睡。凤清浅的脸色黢黑无比。明幽年纪小，可却很机灵。冷飕飕的，我想回家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没什么动静，明幽忍不住悄悄地扭头去看，正好对上他怒气冲冲的脸。明幽像只做贼心虚的小老鼠，默默地打算将头转回去。可凤琴浅一把将他提过来，然后手掌用力朝着他的屁股便是狠狠揍了几下。你胆子肥了，还敢踹战？混蛋！我明天告诉爹爹，你欺负小孩子。闭嘴！你若再敢哭一下，朕今晚就把你屁股打开花。明幽倔强地看着他，正准备用力继续大哭的时候，一张嘴，鼻涕泡突然从鼻子里鼓起来。凤琴浅见状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来。可恶的小人，竟然敢嘲笑我！你敢再嚎一声，我就让你屁股开花！滚烫的眼泪像是冰冷坚硬的心，被一滴热水迅速地灼了一下。凤琴浅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心软了一下。那你还哭吗？不哭，别打屁股。以后还敢不听话吗？小样，我还收拾不了你了。明幽缩成一小团睡着，眼里含着泪，握着小拳头背对着凤琴浅。明天我就告诉爹爹，我也要做皇帝，比你还大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打你屁股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我想回家。这儿以后啊，就是殿下的家了。这满宫院的奴才都是殿下的，都可以陪殿下玩。可我今天就想回家。家里不会有人打他屁股，更不会凶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去告状的。明将军今儿应该去早朝了。若殿下实在想，等会儿让小顺子带你过去，远远的看看。好，去了可就不是随便看看了。哼，我才不会傻傻听你们的话呢！我马上就可以找爹爹去了。明幽想，如果去了，他是不是可以正大光明地举报那个打他的大坏蛋了？他机灵的小脑袋瓜忽略了一件事，这不公平的事是向谁举报呢？好不容易溜到长安宫正殿门附近，可却看见一队侍卫守在外面。明幽伸着脑袋瓜子看了一眼，他该怎么过去呢？明幽咬唇看着侍卫，如果他说有坏人，他们会去抓坏人吗？最前面的侍卫看见他的个头和衣着，顿时懂了他的身份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是在此等陛下的吗？对呀，刚才小顺子带我过来的，可我玩了一会儿，他就没了。属下刚才看见顺公公了，早已经去了长安殿。那我去里面等他吧。明幽一溜烟的小跑着进去，侍卫长不敢阻拦，反而是看着他小跑进去的侍卫甲说了一声：“队长，不拦住吗？殿下既然是时顺公公带来的，说明就是陛下的旨意。再说，她是皇后，整个皇宫里还有哪个地方不得去啊？你敢拦？属下不敢。我要做皇帝，可以欺负凤七七。爹爹！明丽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有一刻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。她闺女怎么会出现在大殿里？只看见大殿门口伸着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。明幽哒哒哒地冲了进来，明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小闺女跑到自己面前。阿幽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找爹爹回家的。凤琴浅见明幽跑进朝堂，很是惊讶，内心却恨不得将这奶团子抓上来揍一顿。今天要不是有你爹在，看我不打你屁股，狠狠的打。爹爹，凤七七揍我，他故意打我屁股，他还说要打死阿幽。明幽不太知道凤琴浅的名字，只是略微听过，对于他来说有些复杂。
所以继承了凤七七。八卦的气息蔓延着整个朝堂，众大臣的眼神都惊呆了。陛下打小皇后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好好说，不许假哭掉眼泪博取同情。哦，爹爹，可是凤七七真是打我了，我没有撒谎。他们还说以后要把我关在这里，永远见不到爹爹，见不到清华了。这奶团子不就是揍了他2下吗？人小心眼更小，至于左一边右一边的告状吗？而且最不能忍的就是谁告诉他我叫凤七七的？他们只是和阿优开玩笑呢，爹爹怎么会舍得不要阿优呢？爹爹只是有事出去，让阿优跟着陛下住一段时间。我不要。哦，看来陛下是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妻子。瞧瞧咱这小皇后委屈成什么样子了。皇叔说笑了，阿优不习惯新地方，有些怯生，所以朕昨晚才稍微教育了几句。皇叔没见过阿优几次，不了解阿优的性子也不足为奇。阿优要听话，不是昨儿跟清华说好做皇后不哭鼻子的吗？清华骗人，皇后一点也不好，还要读书，还要挨揍。我要做皇帝，做皇帝好，可以欺负凤七七。朝堂中大臣们差点没惊掉下巴，纷纷看向皇帝的脸色。这奶团子皮得紧，不打不行，都敢蹬鼻子上眼。昨晚打他几下，都要造反做皇帝打我。陛下，阿优年纪小，不懂是非轻重，请陛下见谅。看来明家确实是英雄辈出啊！明家小姐年纪小，这雄心壮志却不小啊。不过，你这得问问我们陛下同意不？阿优，你想做皇帝？宁幽咬着唇，瞪了他一眼，扭头装作没听见的样子。我才不去大坏蛋的地方呢。阿优，陛下和你说话呢，不许耍小性子。过来，我给你糖果吃。这下满足你的愿望啦？就这么大的出息，做皇帝就为了打我板子？明幽呆呆地看着他。要想不被打屁股，最好老实些，不然屁股开花，你爹可救不了你。明幽撅着嘴，懒凶凶地盯着他。我就知道凤七七是个大坏蛋。明幽，你要记着，朕叫凤清浅。糖果呢？是奶团子，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啊？就知道吃。被我藏起来了，你若表现得好，等会儿给你一盒子；表现不好，一颗也没有。那可以让我跟爹爹回家吗？这奶团子也不傻，还知道趁机跟朕提条件。等会儿等着你爹爹一起吃饭。明幽也没多想，以为是同意了，开心地跳了起来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坐在您旁边，实在是与理不合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不知道是明大人教管不力，还是故意纵容，导致皇后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，请陛下治罪。啊，李爱卿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，你倒是给朕说说，这当以什么罪论处？陛下，明家说轻一些，就是对陛下有不臣之心；说重了，就是叛国。不错，只是叛国罪行该如何处？当然是诛九族。只是李爱卿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儿，这明幽是何身份，明丽又是何身份？李爱卿，这九族恐怕要诛在朕身上了。求陛下饶恕，求陛下饶恕，臣绝不该有此意，臣有误，求陛下饶恕。知错就好，只是有功必赏，有错必罚。阿优说说，如果有人要打阿优怎么办？凤七七这个大坏蛋，不是又想变着法的打我屁股吧？于是肉嘟嘟的小手缩在背后，悄悄地捂着屁股。要不就算了吧。这万一是他出的主意，
最后却打到他身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娶了个奶团子，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听到皇后娘娘的话了没？谢娘娘仁慈，谢陛下大恩。你们都要记着，明幽是皇后，一国之母，也要时刻敬着。若有人敢随意动什么歪心思、坏念头，别怪天下容不得他。臣等遵旨。刚才说了，有错皆要罚。皇后年纪小，所以童言无忌，可明家也得有教育的责任。明丽身为父亲，教导不正，当罚。早朝结束后去长乐宫跪一日。谢陛下，臣领旨。我不要糖果了。怎么了？你打我屁股吧，以后我不故意踹你了，不要罚我爹爹。我骗他们的，刚才不是你吵着要见你爹的吗？等会儿我带着你和你爹爹一起用膳。用膳是干什么？好玩吗？就是吃饭的意思。吃饭就吃饭，为什么要说那么复杂呀？凤晴浅对明幽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向前走着。他不想和一个小文盲解释这么多，别人家的孩子3岁至少会背几句诗了，可他连用膳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过了一会儿，明丽还真的出现了，明幽哒哒哒的跑了过去。爹爹，这个小白眼狼，刚才在朝堂上还缠着要吃糖果呢，这亲爹来了就不要我这个夫君了。哎，跑慢些，要是跌倒了，有你哭鼻子的时候，见过陛下。免礼了，怎么算你也是朕的国丈，一家人不用如此客气。心话还是要说一说的，毕竟昨晚他还是真的揍了人家闺女的。爹爹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回去呀？等阿优学会规矩，听话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了。那什么时候才算规矩学好了呢？这就要看阿优努力不努力了。若是像在家里一样偷懒耍性子的话，估计好几年都回不了家。若是听话规矩些，说不定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家。要是他们一直说我学不好，岂不是好长时间都不能回家？对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，好香！我开始有点喜欢这里了。想吃吗？过来。明幽立刻很没骨气地将尊严丢在一边，哒哒地跑过去了，坐在凤晴浅旁边的椅子上。明幽拿着筷子扒拉了好几下，也没塞进嘴里，他有些着急。陛下，皇后还小，未曾学过用筷子，在家里都是臣或者清华给她喂饭的，可以跟她更换一把调羹。勺子，我自己拿。这香喷喷的食物摆在他面前，嗷嗷待哺的肚子可着急了呢。凤晴浅无奈地抽了抽嘴角，夹起一块水晶扣肉喂到他嘴里。这奶团子是真多，要不是看你爹在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唉，罢了，去给他换一把小的调羹过来。调羹是拿过来了，可明幽手里的调羹似乎长了脑子一般，非跟他唱反调。他捣鼓了半天也没吃上一口。明丽是出了名的疼女儿，若不是现在有规矩顾着，他怕早已冲过去自己喂了。凤晴浅眼看没办法，总不能在人家眼皮底下饿着人家闺女吧，只好自己吃2口喂她一口。宫里的膳食虽然豪奢精致，但是份额也很小。明幽觉着自己没吃几口就没了，眼巴巴地盯着凤晴浅。我还没吃够呢。殿下，没有了，赶明儿才有呢。宫里的规矩不许添菜的，要不奴才给您加一些肉酿团子尝尝。明幽没有说话，抬头死死地盯着凤晴浅。凤晴浅的心竟然生出一丝不忍来。去给朕重新再做一盘，皇后是吃过了，可朕还未尝过呢。还有，顺公公说刚才看到玉心湖里有一只白色的锦鲤，长着红色的尾巴，好看得很，你要去瞧瞧吗？要。唉，明将军真是坑人不带眨眼，这待会小祖宗没见到这鱼，岂不是要他的命？
明将军是有话要与朕交托。陛下，明幽年纪小，还不懂事，若是有得罪陛下，得罪这宫里的事，还请陛下海涵。臣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本不想送进宫来，希望在阿优及笄前，陛下过些年肃清了这些残余孽事，请恩准阿优出宫。殿下，这不是朝臣的请求，而是一个父亲的请求。明将军是有些健忘了，她是皇后，一国之母，怎么可轻易出宫？陛下也应该明白，阿优不适合宫里，她从来不是凤凰，而是一只翱翔天际的鹰。这宫里的人要消失是有办法，陛下应该比臣清楚。明将军放心便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朕会照顾好他。我爹爹呢？殿下还想得起明将军呢？明将军在宫里左等右等都不见殿下回来，有事先回去了。那凤七七呢？谁？朕可不叫什么七七。殿下不能直呼陛下的名字，您得叫陛下。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吗？随他吧，叫什么都行，只要别给朕捣乱就行。这奶团子年纪小，道理听不进去，打不得又骂不得，只好哄着些。我有一只小兔子作伴了，它还有一对黑耳朵呢。小顺子说一会儿就可以拿来给我。不许养在长乐宫里。可是我的小兔子要和我在一起，它一个待着多可怜呢，黑漆漆的，它会害怕的。他可不会像你这么胆小。那我自己去别的地方住。这奶团子竟然为了一只兔子抛弃我，我堂堂帝王竟然还不如一只牲畜。凤琴浅的心有一丝不悦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样晚上不就不会折腾他了吗？那你就带着你的兔子去未央殿吧，不过可不许闹，要听如意的话。好。转身就催促着如意去接他的兔子回去了，连头都没回一下，凤琴浅莫名生出不高兴来。哼，你这个小白眼狼。月色朦胧，凤琴浅在软榻上侧身躺着，不经意嗅到奶团子身上淡淡的甜香。也不知道那个奶团子睡得好不好，这丫头肯定有无数的主意闹着了。这要是像昨晚一样不折腾到半夜，根本不能安静。这万一要是哭狠了，我要不要去看看呢？凤琴浅平躺下来，刚闭眼，耳边又响起明幽奶声奶气的哭声，低咒了一声，爬了起来。凤琴浅是悄悄进去的，她进去时，守在宫门口的小宫女还在打瞌睡呢，内殿也很安静。难道这小奶团子躲在被窝里偷偷的抹眼泪？借着月色走过去，瞧见明幽缩在小被子里呼呼大睡呢。奶团子的行为无一不告诉他一个现实，是他自作多情，啪啪打脸了。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明幽自己睡是很乖的，而跟着自己却哭闹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根本不想和他睡在一起。凤琴浅忍着想将他恶意摇醒的冲动，回去的时候一路上丧着脸，刚好听到小顺子换班时候洋洋得意地说着话。哼，笑话，还有我搞不定的事情吗？殿下不是认床吗？我今儿下午特意派人跑了一趟冥府，就差点把冥府搬回来。这吃穿睡的都是按照冥府准备的，殿下当然能早早的睡觉了。很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顺子来门口伺候的时候，发现凤琴浅看他的脸色不太好，心想是哪个这不开眼的东西惹怒了陛下。朕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有这么贴心的时候？小顺子愣了一下，随后欣喜道：难道是陛下发现了昨儿他贴心机灵的给陛下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，要赏他了？嘿嘿，想不到他也有转好运的时候。为殿下操心是奴才的本分。很好，朕想想该好好奖励你些什么。小顺子的心都开始飞扬起来了，白珍珠、金元宝、青玉翡翠，哇，那么多好东西，发财了发财了。小顺子觉得自己即将在15岁的时候走上人生巅峰呢。
就奖励你将御花园的杂草除了吧。啥？这就是他的奖励，这不是惩罚吗？有问题？没有，奴才谢陛下赏。到底是哪里得罪了陛下，才惹得陛下这般收拾他？明幽一直在长乐宫附近眼巴巴地等着，可能是他人小，凤琴浅远远的便看见了他。喂，你在东张西望干什么呢？我来找你呀，我一个人好无聊啊。哼，你小小年纪还知道无聊是什么？忽然他怀里的小兔子伸出脑袋来，东张西望，那模样还真有几分像他的主人。凤琴浅本来不许他带兔子来的，可瞧见兔子这神情便忍了。算了，也没个什么影响。凤琴浅在前面走着，明幽哒哒哒的跟在后面。你说我的小兔子该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明幽吧。哼，不如叫它凤七七吧。这奶团子看着蠢萌的，还知道对人呢。哼，朕觉得你这细皮嫩肉的小脖子倒是很适合砍头。我觉得凤七七不适合他。看吧，还是当皇帝好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也想做霸王，这是明幽3岁时候的愿望。殿下，奴婢们是奉命来教导殿下学习宫中规矩的。我不想学这些奇怪的规矩，我过段时间就回家了。明幽总觉得父亲很快就会来接他回家的。殿下，您贵为皇后，这中宫礼仪岂有不会之理？殿下不是答应过明将军吗？说学好了礼仪，明将军才能早日来接你的。明幽兜着嘴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听着是这么一个理。好吧。双肩平齐，腰板直起来，眼睛不要朝下看。明幽被他左一句右一句的弄得有些手足无措，然后一慌，哐当一声，碗就掉下来了。飞玉姑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殿下是皇后，就是故意的，奴婢也不敢怎么着。只是这规矩学不好，丢的是陛下，是整个南幽的脸。明幽低着头，捏着手指不说话。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想快点学好，可以回家的。哼，陛下说了，要是学不好，殿下就在这儿跪着。哼，我就不学了，有本事你把我赶出宫去。明幽的倔脾气也来了，像是一头发怒的小牛。明幽哒哒哒的就跑了。绯玉，殿下年纪小，性子贪玩是正常的，也不必过于严苛。他始终觉得绯玉有时候是故意针对皇后的，可却想不出他故意针对一个小孩子干什么。皇后年幼先不说，你即便不看她的身份，也该看看明家的面子。若明家知道这个情况，明将军恐怕也不会饶过你。我的责任就是教导后妃懂礼仪、守规矩。咱们也算是宫中的老人了，这教导过的上到公主妃子，下到宫女儿，有哪个像她这般顽劣不堪的？我只是身在其位谋其职罢了，即便是陛下说，我也不怕。我要收拾东西回去了，我要回家。殿下，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回去呢？昨儿不是还说好了，晚上让小顺子带着您去捉蛐蛐的吗？哼，冯七七这个大坏蛋还想罚我跪着。陛下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旨意了？莫不是有人传错了？立即吩咐了宫女去请陛下。好，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东西又多又杂的，奴婢帮您收拾可好？想到这1个月以来，如意对自己也挺好的。虽然他是大坏蛋的人，姚春妥协了，眼看就要用午膳了。您看着厨房都准备好您爱吃的菜了，我们吃了午膳，免得等会儿收拾的时候肚子饿。那你先帮我收拾东西。好，奴婢给您收拾好。凤清浅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软糯的小身影坐在地上，背对着他。陛下，明幽耳朵动了一下，索性再扭了一下身子的方向，整个人都是背着他的。哼，他才不要理这个大坏蛋。绯玉欺负你了吗？朕这就叫人把他拖下去，砍了他的脑袋。明幽眼巴巴地盯着他，眼神里都是哀怨。是不是欺负我的都要砍头？当然。那先把你的头砍了吧。哎呀，
我的个乖乖，皇后娘娘可真敢说，还敢企图砍陛下的脑袋呢！这脑袋没了，谁给你好吃好喝的？凤清浅有些恼，却没有怒。欺负你的人是斐玉，你倒是算计到我身上来了。可是你说让我罚跪的，让我滚回去的，我可滚不回去。路那么长，怎么能滚回去呢？我可没说，是你记错了吧？怎么会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斐玉还说我丢脸，就是昨儿说的。凤清浅看了一眼小顺子，小顺子立刻明白了，躬身便出去了。这是怎么弄的？是昨天水洒到身上了，我没站稳。如意即刻拿了药膏过来，凤清浅又小心翼翼地给他擦了药。去告诉斐玉，殿下累了，这几天就不用学了。他有些怀疑是有人刻意而为。长乐宫里，凤清浅站在院里的树下。怎么样了？只是有些眉目。殿下2次受委屈，都正好是斐玉姑姑在。可斐玉姑姑是老人了，按理来说，查查斐玉最近和哪些人接触，家里可有什么异常？斐玉和明幽没仇没怨的，怎么想着不动声色地为难他呢？明幽跟着小顺子拿着蛐蛐笼，蛐蛐没抓到，倒是弄得一身脏兮兮的。小顺子，你可快点哦！要是抓不到，等你回去就打你板子。小祖宗，您才入宫这么些时候，都学会打人板子了。明幽手都有些提酸了，于是想把蛐蛐笼找个地方放着。哪里来的小乞丐，敢把这脏东西放在我凳子上？你再乱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哟！奴才见过公主。醉心走过去踢了小顺子一脚，故意将明幽装蛐蛐的小笼子扔在地上。这是本宫的地盘，敢闯本宫的地盘，你找死啊！醉心只有7岁，可却十足十的公主做派，比公主的排场还要大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！公主，殿下是皇后娘娘。哼，本宫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宫里有了皇后，还是个奶娃娃。哼！哎呦，我要叫父王来割了你的脑袋！哼！这是闹什么？今儿出门不利啊，都是遇上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主。见过王爷。父王，他都害得女儿的脸毁容了。这不是那小子养的奶娃娃吗？明幽倒是不惧怕他，对上他的目光直勾勾的。倒是个不错的，模样清秀，眉眼伶俐，看着是有几分像他娘的样子。敢和我对视，脾气估摸着也像他爹。你脸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谁说是我打的你了？明明是风吹过去的。你胡说，小顺子还在着呢。王爷，当时奴才在劝着公主呢，确实没看见这东西是怎么过来的。我是皇后，年纪又小，怎么能欺负得了姐姐呢？再说了，刚才姐姐说我是小乞丐，我都没生气，怎么会想着打姐姐呢？对吧，皇叔？哼，是个狡猾的小狐狸，遇见还知道自己想法子。最新，这是皇后娘娘，辱骂娘娘可是大罪，还不道歉？父王，没事，姐姐不想道歉就算了，我可不会去告状的。顶撞皇后乃大不敬，殿下不怪罪，但不能不罚，罚你在这站1个时辰。可父王，若不服，就多加1个时辰。殿下，你胆子可真大，这南宣王还是少得罪。你们不是说我是皇后，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吗？小顺子愣住了。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，可南宣王乃是殿下的皇叔，连殿下现在也要忌惮几分的。您这样公然得罪他们不好。哼，我才不怕呢！我爹爹说了，谁欺负我，就让我往死里打，打不过他，提着剑来。小顺子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他怎么忘了？明大将军是出了名的护犊子。听说之前明幽1岁的时候，某家的小世子将他吓哭了。明幽提着长剑追了2条街，
深夜里，明幽迷迷糊糊的就往凤清浅身边靠，突然一声凄烈的嚎叫响起。哎，明幽，你干的好事！明幽缩着脑袋，双手戳着白嫩嫩的手指。我不知道，我就做梦见烤鸡，咬了一口。咬了一口。凤清浅要不是清楚他的身份，简直怀疑是有人派他来搞死他的。这奶团子一口好巧不巧的咬在他胸口的红果果上。请小姐安。清华呢？奴婢在后面呢。这府里的丫头们越发没规矩了。现在小主子是皇后，该换殿下才是。奴婢清华叩见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后面的小厮婢女都赶紧跟着清华行了大礼。起身吧。谢殿下。明幽闻到熟悉的气息，瞧见府里一切熟悉的摆设，心思马上就活了起来，小跑着去了，交代如意。看好我的小兔鸡。是。今儿我再说一遍，我们都是冥府的人，就该遵着府里的规矩。现在殿下是皇后，礼仪用度都须得跟着规矩来。以后谁敢叫错了，行错了礼，罚半个月的例银。是，狠就得狠在刀刃上，府里的人才会听。在清华看来，自己都不敬主子，别人更是有样学样的，更加不会尊主。凤清浅散朝的时候，小顺子已经恭候着了。看着小顺子的样子，凤清浅便明白那奶团子恐怕早早的便跑回去了。明幽去了多久了？早上殿下刚去早朝没多久就去了，如意姑娘跟着过去的。殿下是回长乐宫还是去御书房？哪也不去。凤清浅转身迈步就走，小顺子愣愣地跟在身后。殿下这是干什么去呢？既不是去长乐宫的方向，也不是去御书房的。走了半路，凤清浅转身道：记得备下大礼。小顺子一拍脑袋，终于懂了陛下是去哪里。明幽坐在凳子上，差点没将小脸埋在碗里，笨拙地拿着勺子将菜往嘴边赶。明丽看着他有碍观瞻的吃饭，险些吃不下去了。这要是被朝臣后宫的人看到了，还了得？于是咳嗽了2声，发现明幽并未理他，又咳嗽了2声。爹爹，你生病了吗？不是啊，爹爹是想和你说，吃饭稍微文雅一些。你这吃相有点儿像猪崽儿。可想到这么形容自己的亲闺女，好像有些不太道德。而且亲闺女还是皇后，能掌握生杀大权。可是勺子不听话，饭也不听话。转头看向清华，可怜巴巴地看着。殿下，奴婢去给您端乌鸡汤。明幽知道了他父亲咳嗽的用意，气呼呼地瞪了他父亲一眼。做皇后，首先要有皇后的姿态，学会自己吃饭。可我还是小孩子呀。你都3岁半了。可我是皇后，如意说了，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爹爹，我还小，我就是小孩子。你也就是个披着老虎皮的小猫崽儿。才半日不见，你倒是伶牙俐齿了许多。参见殿下。起身吧。谢殿下。去给殿下添一套碗筷过来。清华领命去了，他自是知道明丽的意思。端上来的时候，明幽看着忍不住赞叹：哇，这个好漂亮，上面的花花好看哦。朕宫里有一套七彩降龙碧玺碗，更是精致，下次拿给你瞧瞧。明幽的小眼神嗖的亮了一下。好啊好啊。凤清浅夹起一块咕噜肉，明幽很自觉的张嘴，肉乖乖的落入口中。明幽嚼了几下，还未来得及咽下去。我要喝汤。嚼碎了咽下去才可以喝。明幽只得乖乖的将肉吃了。明丽看着眼抽抽，她总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入宫3个月，明幽没学会用筷子不说，吃饭更加豪爽的像个小猪崽似的。因为喂养的人真的是跟喂猪似的，喝汤都是用碗直接给喂的。众人都很有默契的，没打破这个氛围。
臣女见过陛下，见过陛下。哦，你们倒是来得早。天生没看他们一眼，气氛似乎有些尴尬。先起来吧，午饭可吃了？吃过了。明月无奈，只得不出声。这蠢丫头说了，他还能说什么？本来他计划着，即使吃过也再吃2口，一来二去与陛下多说几句话。明幽能入宫为后，能让陛下亲自一口一口地给他喂饭，不就是仗着当初小叔出去了，将明幽扔给陛下照拂了2个月吗？平时明家姐妹也是高傲得很，去哪儿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。明幽也不太喜欢他们。还要吃吗？明幽摇头。凤清浅将碗放下，用帕子给他擦了一下嘴。妹妹，过来，姐姐带你出去玩。明幽戒备地看了他们一眼，不说话。啊，可能是殿下有些怕生。哼，这奶团子胆大包天的，还有他怕的时候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妹妹年纪小，我们相见的不是很多，她怕生也是正常。哼！虽然说明幽不太想和他们玩，可清华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啊！听说宫里的2位公主也来了，2位公主的年纪和2位小姐差不多，性子肯定更和一些。既然公主来了，她去多走动走动也是好的。知道明幽不会去，可清华还是象征性地问了一句：“殿下，陛下有事和将军商量，您是跟这2位小姐去找公主，还是去小憩一会儿？”明幽咬唇想了想。我要睡觉觉。清华命人送明月他们过去，自己则是将明幽送回院子。还好你没有让我去玩，不然我都无聊了。您这性子呀，差点就写在脸上了，奴婢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也不怪我，他们根本不是诚心来找我玩的。以前见到他们，见到我都是不太说话的。是这个脸儿不错。不过您知道就行了，别说出来，这往后多的是这种人。明幽闹腾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凤清浅在明府后厅转悠了很久，长风默默蹲在暗处，但经过他许久的观察，发现凤清浅逛得毫无目的，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苍蝇。他正奇了怪呢，看到清华的身影出现后，凤清浅直奔明幽的住处。长风总算是明白了，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儿。这陛下年纪不大，性子可是够傲娇的，明明就是想去找小皇后，还不想给人发现。哼，明大将军福气好，女儿才3岁便轻而易举地做了皇后。谁说不是呢？儿女各有自己的造化，福气好的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挡住的。他知道在帝后大婚前，明鹤暗中想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法子，拆穿这亲事的。明将军今天气色格外好。见过大王爷，王爷取笑了，里边请。咱们的殿下可来了。哈哈哈，许是一会儿就到，请大王爷先喝些茶水。明鹤没站得好，也不太好明显的针对他，便转身和凤九心一起进去了。多注意明鹤的一举一动，照顾好阿优。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凤清浅也牵着明幽的手出来。今日只是家宴，都是亲近之人，就不用顾忌这些虚礼了。明月看着明幽拿着勺子笨拙地喝着汤，心里不免的越发有些鄙视了。连汤勺都拿不稳，半点教养都没有，哪里有一点皇后的样子？大姐，你看这小屁孩，果真是没法和你比。不像大姐你，诗书礼仪样样都是从小按着皇后的规矩教的。哎，今日还真巧得很，这明家2姐妹穿的都是正红色，是心生默契，还是明家大小姐觉得自己比皇后尊贵，敢与皇后穿一样的？明鹤脸色有一些不好，瞪了一眼明月，这不知死活的，是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吗？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喜欢这热烈活泼的颜色，许是臣女与殿下心有灵犀，才会这般。明月千算万算，算不到会有如此没眼色的敢这般戳破事实。可他想的是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丞相府的贵女，没人敢自讨无趣。凤清浅当然知道他的用意，
既然明家小姐喜欢，那就穿着吧，想必阿优也不会介意的。对吧？他穿着关我什么事啊？不过皇叔是不是也喜欢红色呀？喜欢皇叔也可以穿的，本宫不介意。我是皇后，不会小肚鸡肠的。皇后倒是有长进了，连小肚鸡肠都会用了。只怕有些人喜欢的不只是红色，比如还有别人背后的东西。明月心却虚得很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既然明家都这样喜欢正红，那朕就许明家以后办白事专红吧。小团子，过来！明优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，自顾自地往前去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过来，我们玩会儿。我可不叫小团子。明优嘟着脸，一脸认真地说。明皎月快要被他萌死了，冲过来捏了捏他的脸。好好，小皇后年纪这么小，脾气可不小。明优脸被扯得有些疼，挣扎着从他的魔掌中出来。哎，我带你偷偷出去玩吧，外面有好吃的糖葫芦。不要。为什么？这小屁孩居然不馋东西吃，居然不对外面好奇。糖葫芦我已经吃腻了，你枣糕、炒栗子、山楂水、糖人我都吃了不下800次了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出过宫，没见过世面吗？她堂堂一个12岁的公主，居然被一个3岁的奶娃娃鄙视了。你小孩子家的懂什么？知道什么是世面吗？李太放。明优觉着自己口水都被他扯出来了。知道错了吗？快给姐姐道歉。明优选择宁死不屈。正在挣扎中，一双从天而降的大手解救了他。凤七七，怎么看到朕都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？陛下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糟了，刚才不应该那么恶意的报复他的小皇后的。这凤清浅从小看着性子冷，可接触过的人都知道，她超级小气记仇，超级护短。不亲自来，怎么知道四皇姐有这娴静雅致，喜欢逗弄朕的妻子呢？我跟小皇后开个玩笑呢，我可喜欢她了。烂嘟嘟的小脸儿似乎都掐得出水来。喜欢掐她的脸？凤皎月脸上堆着无辜的笑，这小滑头怎么知道的？陛下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？我可是单纯的很喜欢小皇后呢。这点心思他能看不出来吗？皇姐，天色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，朕派人送你回去吧。不是，陛下，你听我说，陛下。明优直愣愣地看着凤清浅，凤清浅忍不住地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脸。疼吗？明优摇头，然后下一秒，凤清浅也恶趣味地捏了捏他的脸蛋。确实很好摸。姓凤的都是大变态，喜欢捏小孩子的脸。捏了几下，凤清浅的心情好了很多，看着明优敢怒不敢言，愤怒委屈的像是只炸毛的小猫咪。凤清浅觉得娶个奶娃娃作伴没什么不好。明优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掉头哒哒哒的跑了。凤清浅有些莫名其妙，这捏了他的脸，真委屈成这样？平日也不这样啊。我不要回去，我要和爹爹在一起。清华，救命啊！你的小心肝要没了。陛下，你这样和屠夫杀猪的时候猪被宰没什么区别，意思告诉他别哭了，他们都知道这是在假哭博同情呢。清华，你变了。眨眼突然道，你是说凤七七是屠夫？清华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凤清浅的杀气。奴婢没有这样的意思，殿下您可不能平白甩锅给奴婢。爹，你难道不要你的乖宝宝了吗？去吧，早些回去吧，别折腾老爹的身子骨了。恭送殿下。明优没得逞，只好抗议。你别提着我，你放我下来。腿短，走得慢。你说谁呢？我是小孩子，矮一点是正常的。凤清浅将他放下来，伸手比了比他的身高。你好像是不太了解3岁孩子的正常高度，而且你马上就快4岁了，赶明儿让朝中家臣的幼子带进宫来给你看看，2岁多的都有你高。明优握着萌萌的小拳头，突然捶了一下凤清浅的腿。凤七七，你个大坏蛋！凤七七，你个大坏蛋！
你这是在给朕挠痒痒？凤清浅不顾3七21，提着他上了马车。你再敢淘气，朕就打你屁股！你刚才说过让我今天乖乖听话，不说你的坏话，以后不再打我屁股啦。哦，有吗？我说的以后是今天的。明幽哇的一声嚎哭出来，嘴里哭诉着凤七七是个大坏蛋、大骗子，他怎么会那么苦？小小年纪就要受大坏蛋的虐待。明幽在洗澡的时候，嘴角一直在偷偷的笑，眼里怎么也藏不住的得意。如意觉得这笑容怎么像是刚偷鸡回来的小狐狸，可爱，可却觉得藏着狡诈呢。如意只得自我安慰，小殿下就是比寻常小孩子古灵精怪了些，许是自己多想了。凤清浅睡眠本就浅，睡梦中觉得自己身上有些痒，睁眼瞧去，只见手臂上出现了一些红疹子，脸上立刻不好了起来。长风，传太医。殿下放心，这红疹子只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导致的，看着像是过敏，却不是。少废话，你直接配7阳粉的解药便是。太医不敢多说，躬身就去配药。殿下，是属下给您擦，还是给您找小顺子来？去将那奶团子抓过来。殿下怕都休息了。哼，他还有脸睡？自己闯的祸自己来收拾。你别碰我，我要睡觉觉。你心思倒是宽，还敢睡？幽冷的声音传到明幽耳朵里，明幽觉得有些熟悉，还有些可怕，迷迷糊糊的睁眼，瞧见凤清浅那张放大版的帅脸，啊了一声，立马慌张地坐起来，准备跑路。奈何凤清浅手长眼快，一把将逃跑的明幽提了过来。明幽做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我一定是梦游了，陛下，我得赶快回去。几个月的相处，凤清浅和明幽都大致明白了双方的一些性子，比如明幽很认真地叫陛下的时候，那么一定是他心虚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不然一般他都是直呼凤七七的。你敢挪一下，朕就把你的小狗腿打断。明幽咬着唇，一脸无辜，一副我是乖宝宝，为什么还要欺负我的委屈样。明幽，你倒是越发长本事了，敢算计到朕的头上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打死他也不要说，说了岂不是屁股要被打开花了？这是什么？红点点，这是被蚊子咬的吗？明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凤清浅差点没被他气死，身上痒的难受，他一直忍着没下手抓。这7阳粉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凤清浅提着它放在自己的腿上，明幽慌了，想爬起来，却被按着动弹不得。不要打我，我知道错了。凤清浅无奈，他这都还没下手呢，怎么还先哭上了？想好了再说。这7阳粉是哪里来的？家里拿的。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敢拿7阳粉来对付朕了？凤清浅最终还是力度适当的拍了他的小屁股2下，以示惩戒。是你先欺负我，我才下手的。小猫咪也是有脾气的，会生气。我在家，你非要把我抓回来。这药是谁给你的？这小小年纪就会用这些乱七八糟的，长大性子还不得学坏了？唉，遭老罪了。我以前就有的，我用过，不会有毒。清华说只是会痒痒难受而已。凤清浅实在没性子和他一句一句的来。你自己犯的错，自己来弥补，把药给朕擦好了，不然当心你的小狗腿。明幽看着他身上的红点点，不想给他擦。狗腿不要了。明幽撇撇嘴，没敢出声，默默地将药一点点地涂到他的背上，边擦边给朕吹。不是说小屁孩才呼呼的吗？明幽立马老实了，一边擦着药，一边认真的给他呼呼。软糯带着凉意的手指似乎比药膏更管用，时不时他呼过的气息让凤清浅的手臂不自觉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明明没那么凉，可这气息和指尖的触感却随着皮肤渗透到血液，
一直渗进他心底。明幽忍不住困意，开始小鸡啄米起来。凤清浅没感觉他的手指在擦药，转身看去，明幽手指还搭在他的背上，眼睛却已经闭起来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。凤清浅觉得于心不忍，索性放弃了让他继续擦药，将他放下去睡着，细心地给他拉来了薄被，小心翼翼的举动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。看他年纪小，就算给他长个教训，免得苛刻了他，到时候又和明丽那护闺女的老家伙难交代，纯粹是看明丽的面子而已。看着他的睡眼，那粉嫩的小脸上尽是童真可爱，看着还真挺像小猪的。接下来的2-3天，凤清浅的药都是明幽一点点的给他擦的。仔细点，要是擦不好，再让你擦7天。明幽小手一颤，没吭声，可动作却认真了很多，时不时的还要俯身给他呼呼。如意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这小祖宗还是得靠陛下才能收拾得了，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可以了吗？我手酸。就是断了，你也得给朕忍着。闯祸的时候怎么不想这么多？明幽气短心虚，便不敢出声了，扑哧扑哧的像一只小牛，勤勤恳恳的干活。一连3日，凤清浅上朝都是隔着纱帘的，对外只说偶感风寒，见不得风。明丽隐约觉得不对劲儿，也未当面问。散朝的时候，特意等在最后问了小顺子：“顺公公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”回将军，这事儿您得问问殿下，都是殿下调皮惹的祸。好好的，偏生给殿下用了七阳粉，殿下这满身满脸的红疹子，这如何见得了朝臣？一说这七阳粉，他就都确定无疑是明幽这熊丫头做的了。2岁多的时候，他便拿这个折腾过好多人。明丽虽然平时是宠着他，可做错事情的时候也罚得厉害。明幽还在未央殿的花园里荡秋千，突然听到一声怒气冲冲的声音，哎呦！吓得他从秋千上跌下来。爹爹，你干嘛这么凶？我看几个月没人恕着你，你胆子倒是越发大了。哼，若不说实话，小心爹把你耳朵揪下来。爹爹，我只是袖子上不小心碰到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抹上去的。啊，我疼！爹，你快要把我耳朵给拧掉了！我看你是不打不听话，嘴上凶着，可实际手上却没用多大的力道。一双沉稳的手将他从明丽的手中解救出来。他仰着头看去，是凤清浅。明将军要真把朕的皇后耳朵拧下来，朕以后岂不是要遭天下人嘲笑？明幽怕遭爹爹毒手，手死死地拉着凤清浅的长衫，只是伸出一只小脑袋朝着他爹看过去。在凤清浅看来，这无一不说明明幽依赖他可比他爹重得多，瞬间让他的占有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其实明幽想的是，凤七七是皇帝，爹不敢打他，还要听他的话，所以躲在他身后就不用挨罚了。啊，陛下，殿下年纪小，可胆子却不小，不智者岂不是这胆子变得比天下还大？明将军多虑了，朕和他只是闹着玩，故意吓唬他呢。七阳粉的事情根本不关他的事，碰巧朕碰了东西起了疹子而已。爹爹，你生气了？你是皇后，陛下都发了话，爹怎么还敢生气？明幽像一只小猪崽儿，在他怀里拱来拱去的，一直撒娇。阿优是爹爹的宝贝，爹爹也是阿优的宝贝，阿优也心疼爹爹。明幽的嘴甜，哄得明丽哪里还有脾气，可看在凤清浅眼里却不是那么顺畅了，心里鄙视了他好几番。这奶团子就是一棵墙头草，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走。回去的时候，小顺子瞧着凤清浅那阴沉的目光，顿时就给下跪了。奴才知错，是奴才多嘴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是奴才脑子笨，一心给陛下办了坏事。奴才原先想着殿下的身份尊贵聪明，陛下新人又舍不得责罚，这才打算请将军去说道说道。你要记着，她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嫡妻，就是你的主子。别说在朕这儿，即使朕不在，
你也得掏心窝对他，事事为他着想，事事为他周全。你既然是朕的人，就该如此。转眼便已入了深秋，离着中秋佳节还有2日的时候，宫外的礼物已经陆陆续续送进宫里了。看着满屋子的东西，如意，你说等我过生日那天，礼物会堆满屋子吗？殿下，您年纪小，财迷心思却不小，这东西再富贵，也比不上咱们未央殿里的呀。明幽将盒子掀开，抱着一个成人拳头大的夜明珠。宝贝当然是越多越好啦。这夜明珠有些大，他抱着都有些吃力。殿下，小心砸到脚。放在我屋子里，晚上发光，肯定好看。中秋节那天一大早的，明幽就被凤清浅提起来，让如意拉着洗漱一番。等会儿去敦煌太妃处一趟，朕就带你回冥府。明幽的睡意全无，十分高兴地配合着如意。明幽歪着头看着镜子里的鹿角，时不时地用手摸摸，似乎欢喜得很。快走，小小年纪的倒是爱臭美。福月宫内，太后走得早，除了太后，位分最高的便当属敦煌太妃了。凤清浅到的时候，正殿里已经坐满了人。太妃宫里今日倒是很热闹。陛下来了，众人也起身相迎。明幽跟着进来，悄悄打量了大家一眼。小不点儿，你真是太可爱了，快给姐姐捏捏。明幽瞧见他的魔爪，心有灵犀的将脸藏在凤清浅的袖子后面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明幽露出脸来，朝着他做了一个鬼脸。皇后年纪小，可不许这么和皇后开玩笑。凤皎月也不是生气，回了一个鬼脸。今日还是我们的皇后漂亮，瞧这模样，这日后长开了，一定是个十足的倾国倾城的模样。谢谢太妃。皇后是有些不习惯宫里的生活，还是宫里的奴才伺候不尽心呢？没有，凤七七对我可好了。若是皇后被陛下或者其他人欺负了，受了委屈，就来找我，我呀定会为皇后出气的。谢谢太妃娘娘。怎么样，我说的好吧？是不错。那你答应给我1盒子的糖果。别急，若去了冥府，你表现也能这么好，晚上回去就给你。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殿下呀，您能不能长点心呢？前儿个您还哭着说陛下揍了您，您要去告状呢，怎么今儿为了1盒糖果就变卦了呢？爹爹，小丫头，几个月不见，倒是长重了不少。爹爹，不可以说女孩子胖，说重也不行。你倒是越发能说了。阿幼在宫里可还好？可有人欺负？很好，只有我欺负别人。除了凤七七这个大坏蛋，明幽在心里脑补了一句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告凤七七的状，听到凤清浅咳嗽的声音，想到那满满的糖果，愣是把凤七七的罪恶埋藏在了心里。算了，等他拿到糖果的时候再回去告状。小奶团子还挺识相的，果然小孩子最好哄骗。8月15的习俗，家家户户都是早吃了晚饭，然后一家出去城里城外放河灯。我们快点吃，吃好了出去玩。你把碗里的米饭都吃完，把汤喝了，我们就出去。这一举动让明丽有些意外。凤清浅年少，虽然做事格外的老成有主见，可始终年纪不大，但她却像是自己哄女儿一般的哄明幽。这天上的月亮是圆圆的，我的是瘦瘦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天上的是圆的吗？当然啦。这奶团子大字不识2个，还认识这个。的时候就是圆圆的，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弯的呗。凤清浅无言以对，就知道这货说不出来什么有用的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说的都对。他这话要记着，等着奶团子知事的时候再拿出来嘲笑他才好。大街小巷的行人便多了起来。明幽本就矮，被人推来推去的，有些手足无措。小矮子，我才不是小矮子！凤七七，你欺负人！长风跟在他们后面，心里略微鄙视了凤清浅一下。陛下，
您的英明神武，不禁生人的气势去哪里了？怎么斗起奶娃子来了？哼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明优看着他一脸坦然淡定的，越发气急了。尖尖利利的乳牙碰到凤清浅的皮肤，带着一些轻微的疼痛感和痒痒麻麻的感觉。凤清浅身体呆滞了一下，这触感蔓延到四肢。放开，不然我就把你的牙给拔了。明优听到他的话，迅速的松开来。你不会真的拔了我的牙吧？凤清浅看了明优一眼，却未多说一个字。长风恍若看见凤清浅的耳朵红了一下。哎，莫不是我看错了？凤清浅的肩膀被撞了一下。公子抱歉，是否有伤到你？我实在担心公子有何不妥，还是请公子一步，我请大夫看看，无恙我也放心。或者公子的家在何处，我请大夫上门。女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凤清浅，一副饿狼要吃小白兔的样子。明优被挤在两人中间，看着快要贴到他身上的女子，明优使出吃奶的劲儿推着她。你快要压到我啦！她虽然个子小了些，可还不至于被忽略吧？不好意思，公子，我没有看到令妹，我可不是她妹妹。你看我们长得像吗？抓了抓凤清浅的袖子，抱我。公子，你妹妹好可爱，公子实在是太有爱心了，照顾令妹这么细心。女子似乎没有听进去明优的话，一直在找机会跟凤清浅搭话。明优对上他那如狼似虎的眼神，瞬间觉得自己的东西要被抢走了。我不是她的妹妹，我是她花了很多钱娶的媳妇。那气吼吼的样子，仿佛女子碰一下凤清浅，明优都会冲上去咬她。那公子一定很不容易了，要照顾这么小的妻子。公子可考虑过娶另外的妻妾？在明优看来，娶就是要让凤清浅花很多钱去给别人买好吃的好玩的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他没钱，而且你长得丑，他不喜欢你。你说我长得丑？女子似乎受了很大的打击，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。明优点了点头，关键是凤清浅也认真的点头。凤清浅这一动作，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大树。女子哭着便跑了。我闯祸了吗？其实她长得挺好看的，她就是故意说气她一下的。万一真把她的金饭碗抢走了怎么办？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明优的举动让她心情愉快，她也讨厌这些没眼力劲儿的阿猫阿狗。长风嘴角疯狂抽搐。殿下，你是魔鬼吗？长风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按着凤清浅的教导，以后皇宫里面可能有2个魔鬼，而且还都是大魔王级别的。想到未来要被这恶魔组合坑晕了，人生前途一片黑暗呐！我带你去高处赏月吧。那儿吗？凤清浅提着他一跃就上了屋顶。明优吓得啊了一声，紧紧地抱着凤清浅，看了一眼闭着眼睛怂得要死的明优。你打算闭着眼睛赏月？明优偷开一丝缝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。哇，好高啊！明优虽然个子小，可踩在上面也会发出咯吱声。凤清浅抓着他的手，你这么重，若是漏下去，我可不见你。你这么大只都掉不下去，我怕什么啊？凤清浅半坐着，享受着秋风凉凉拂过。明优则是望着月亮，咕叽咽了下口水。你说月亮是什么味儿的呢？要是可以舔一下就好了。凤清浅黑线，这话说的非得这么杀风景吗？真不知道月亮什么味道，但可以让你尝尝黄天厚土的味道。土的味道不好吃。你还真吃过？凤清浅惊呆了，他养了一个吃土的皇后，那以后一定是可以省下大笔的银子的。没有，荡秋千的时候摔在草地上啃过一口，好难吃啊。河神伯伯，我想我娘快点回来。还有，我今年想尝尝月亮是什么味道的。附近的树上树枝不住的颤抖，长风蹲在树上。皇后娘娘的愿望太可爱了，这么认真的许愿，想尝尝月亮的味道。
周围沙沙在响的是什么东西呀？里面有妖怪吗？河神听到你的愿望了。凤清浅忽悠道，结果明幽还真信了。谢谢河神伯伯。凤清浅无语了，看着荷花灯越飘越远，明幽才心满意足地牵着凤清浅的手回去了。凤清浅回到宫里的时候，小声地交代了如意几句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不是想尝尝月亮吗？朕有法子。不一会儿，便听到如意的声音：殿下，快来尝月亮。明幽哒哒哒地跑过去，瞧见院中央放着一个金盆，盆里面盛满水，月亮倒影在里面。这是月亮的影子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这就是月亮，不信你尝尝。凤清浅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白瓷汤匙，在水中的月亮里舀了一下，递到了明月的嘴边。你闻闻。有一点甜甜的味道。咕叽咕叽地喝了2口，惊讶，凉凉的，还有一点点梨子的味道。看着盆中的月亮，明幽欢喜，哇，还真是月亮的味道啊！我生来觉得什么？凤七七同意啦？不是说好可以不让我读书的吗？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。谁答应的你？要是不读书，没人约束着你，只怕越发无法无天了。我还小。朕已经给你决定了，后天一早如意会送你过去。明幽气鼓鼓地愣在原地。怎么，午膳不用了？得亏朕还吩咐特别做了糖醋鱼。明幽本来想狠狠地拒绝他的，他要用绝食来抗议，可下一秒腿不由得跟着过去。吃。你若好好听太傅的话，好好学，想吃什么朕都答应。咕噜肉，红烧凤鲈鱼，蜜汁鸡腿，我通通要。小顺子跟在后面，心里嘀咕了一声，照着殿下这个吃法，本就珍惜的东西越发要灭绝喽。明幽去的时候，国学院的学生已经3、3两两的到了，他来得晚，所以位置被安排在了最末尾。殿下，这慕容太傅是出了名的脾气倔，您可少惹他。好。如意看着他这样，也不确定他听进去了没有。凤皎月过来拍了一下如意的肩膀，你放心吧，这不还有我罩着他吗？唉，真不明白凤七七为什么非要我来读书。瞧见明幽发呆，轻轻咳嗽了一声。明幽回神看见他，立马换上一副小无辜的表情。太傅，我还小，听不懂。那些对你而言确实是太高深了，所以我会教殿下一些简单的字，以供殿下练习。啥？明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嘿，殿下不必忧心，欠缺的知识我都有信心给您补上。喵喵的，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慕容太傅极其耐心地写了几个简单的字。殿下，您就看着这些练习吧。散学的时候，一共交20张过来。我不会写。没事，我有耐心教会您。明幽飞快地摇头，挤出笑容来。不劳烦太傅了。明幽看着那白白净净的纸张，内心涌出一番灵感来。10张，那他努力把字画大一些，1张1个字儿，岂不就是？殿下不要松懈取巧，每张纸至少要写20个字，写的要规矩整齐。明幽想鄙视他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虫虫吗？今天在学院表现怎么样？很好，慕容太傅说我的字写得很好。哦，是吗？当明幽说慕容太傅格外夸他的字好看的时候，凤清浅便知道了慕容的意思了。看着凤清浅诡异的笑容，明幽觉得怪怪的，可却说不上来。夸他，凤清浅好像不是那么激动高兴嘛。一连着练习了5、6天的字，慕容太傅终于改让他读书了，只是简单的背些三字经。可半天早上，明幽愣是没背下什么来。慕容太傅的戒尺晃悠晃悠的，明幽的小心肝忍不住颤了那么一下。慕容太傅，你打的是皇后的手心哦。殿下，我知道，整个天下都知道的事情，我还没有那么孤陋寡闻。哼，这个小丫头，
年纪这么点大，倒是精灵得很，知道用身份来压人了。太傅，可我年纪太小，而且要是手板心打坏了，我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殿下放心，我的力道拿捏得很好，毕竟打过那么多的人，只会疼不会肿的。明幽没法子了，这慕容太傅软硬不吃，只得咬牙心一横，啪，戒尺的声音落下，明幽的手心泛红。慕容看着他那又怂又傲娇的模样，明明怕得要死，可却一声不吭地受着。慕容手里的戒尺怎么也落不下去了。睁开眼来，慕容太傅已经拿着戒尺过去了。下学的时候背不出，就留下来背出为止。明幽本来松了一口气的，可听到他的话，小脸垂了下去。那还不如一次性把手板心打完，放他回去呢。凤七七，你终于来接我了。我的手板心好可怜呐，都被太傅打哭了。凤清浅看去，只是一片白嫩嫩的手心。慕容太傅，快到宫里晚膳时辰了，要是皇后未回去，耽误了用膳的时辰，御膳房还得重做，这劳民伤财，1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恭送陛下。凤清浅抓着他的手便出去了。凤七七，还是你厉害，要不以后下学的时候你都来接我吧。凤清浅勾唇并不出声。小顺子默念道：得了，这下养的不是童养媳了，是闺女。晚膳的时候，菜品格外的丰盛。明幽激动地拿着勺子，等待凤清浅给他夹菜。凤清浅没动筷子，只看了一眼菜。我听太傅说，今儿没认真背书。明幽暗道不好，凤七七打算秋后算账。凤七七，我饿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小顺子，把这道荷叶手撕鸡撤下去。小顺子不解，只得照办。还有这道凤尾鱼翅，玛瑙糕也撤下。不许不许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以后若再学不好，朕不罚你。每次书背不好啊，撤一道肉菜。等你什么时候背好了，什么时候再吃肉。殿下，您最近2日好像都萎靡不振的呀。萎靡不振是什么？如意无奈，他总算是知道了陛下为什么可以纵容他不学规矩，但是一定要读书识字了。好久没吃肉，本宫感觉全身无力，想吃肉。明幽馋滋滋，有气无力地看着蓝天白云发呆。这凤七七太过分了，不给吃肉，只能吃素就算了，还通知御膳房和未央殿的一律不准给他吃肉。他现在能看见的肉就只有自己和黑耳了。黑耳似乎感受到了他火狼般的注视，噌的一蹬双腿，滋溜滋溜地逃跑了。我只是看看，又不会真的吃了你。他一个皇后，居然沦落到看着兔子解解馋了。还在愣神中，突然闻到烤鸡翅的香气，好像鸡翅的味道。哼，你倒还真是狗鼻子。身后小顺子毕恭毕敬地端着一个小食盒，明幽也不恼，装作没听见，翻身不理他。不吃鸡翅了？那朕让人丢出去喂你的兔子了。兔子不吃肉的。以后朕每天教授你一个时辰的功课啊，学好了每天都有肉吃，学不好以后你就改吃素吧。凤清浅的话似一瓢冰冷的凉水，浇醒了明幽的侥幸。把之前慕容太傅教习你的温习一遍给朕听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后续大多数的字都是不认识的，凤清浅将他不认识的字都挑了出来，一遍一遍地教他。狗，我记得狗不是这么写的呀。哎呀，你说的那是旺财来福，不是这个狗。这个狗是指如果，大致便是如果从幼时便不好好教导，人性的善良会变成邪恶。殿下的性子都给这小丫头磨好了，这真不是养媳妇，是养闺女。殿下的漫漫养妻路才开始第1步。明幽为了吃肉，只得认认真真地学着。在慕容太傅的耐心严厉教授下，凤清浅每天给他开小灶，明幽终于是断断续续地学会背三字经了。明幽给凤清浅抽查了一段，
期待地看着凤清浅。还行。明幽闪亮亮的小眼神盯着他。不是说我学好了，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像以前一样有很多肉肉吗？朕可没这么说过，偶尔加个鸡翅鸡腿的还是可以的。乖，你在长身体，多吃些青菜白菜对身体好。你个大坏蛋！明幽气得跺脚转圈。明幽气了半天，发现他真的奈何不了凤七七这个大坏蛋。他终于理解了如意那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。他可以欺负任何人，但是除了凤七七。果真，做皇帝还是最好的。找不到欺负凤七七的方法，明幽小脑袋里的唯一能想到的是抗议这个大暴君的恶行。所以他偷偷的密谋了一个计划。明幽在店里转悠了2圈，便借着散步的名义出去踩点了。以前便听长风说，这僻静荒废的宫院里常有野狗野猫打的洞，他完全可以钻出去的。转悠了许久都没找到印象中的狗洞，仰着头看着高高的宫墙，他也没法子像是长风凤七七那样飞过去呀。殿下怎么独自一人？如意姑姑呢？没有，我和如意在玩捉迷藏呢。你们看见他藏在哪里了吗？侍卫队长摇摇头，属下等没有见过姑姑。那你们轻声点儿，快点过去，不然等如意发现了我就打你们板子。看明幽的样子，侍卫队长便不以为奇了。嘘，都小声点，别碰到什么东西了。明幽看着他们缩着脑袋的猥琐样，乐不可支。这群笨蛋！哼，王七七，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我钻狗洞卡住了，不然……明幽还在想着该怎么威胁他比较有用。陛下，只有八开吗？明幽脑子懵了一下。还有别人？很多人，未央殿的人也在。明幽的脸涨红，有羞有恼，使劲的蹬了一下腿儿，哇哦一声哭了出来。这回他真的是没脸见人了。凤七七是大坏蛋，你们都欺负人！凤清浅无奈，这可是你自己钻进去的。言外之意是关他什么事情啊？怎么他又成了坏人了？你居然还带他们围观，你这是往井里丢大石头！那是落井下石。恶劣的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脑门。你还要出来吗？不出来就不出来！哼！明幽现在脸都丢光了，还出去干什么呀？凤清浅做事起身，那回去吧。小顺子也是有个眼力劲儿的，摆架回宫。然后一干人真的走了。明幽抬头看去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。凤七七，如意，你又是个最可怜的小姑娘了，想回家回不去，还要被迫和大坏蛋住在一起。等过2天饿死了，身体上就爬满小虫子。想着想着，又忍不住泪水连连的，自己的结局太可怜了。凤清浅就一直坐在墙头上，看着他戏精。听到他说自己是最可怜的小姑娘时，忍不住嘴角动了一下。她哪里可怜了？吃的是最金贵的，穿的用的无一不是最好的，关键是整个宫里谁敢给她气受啊？凤清浅轻轻一跃，从墙头翩然落下。真不想出来，朕可要回去用晚膳了。今晚御膳房特意给朕炖了虫草鸡汤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也迷路了吗？哼，朕可没你这么蠢。凤清浅拉着他的腰，轻轻试探了一下，发现卡得很死。他真怕一用力把他的小身板撕成2段了。脑补了一刻，他已经能想到明丽提着他的长剑满天下的追杀他了。从自己的腰间找出一把精致的匕首来，一点点地抠着宫墙上的土。好慢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？这个小惹事儿精，人多嫌丢人，人少就嫌慢。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朕就让你在这自生自灭。明幽识相的闭了嘴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凤清浅将狗洞扩大了好些，才将他拉出来的。明幽起身的时候，身体都是发麻的，别说走路，站立都困难。凤清浅蹲下身来，上来，朕背你回去。明幽这才心里稍微平衡了那么一点，反正他有的是办法报复。明幽趴在他的背上，
看着比早上整整大了1圈的狗洞，心思活络了起来。别瞎想了，等会儿长风就将这狗洞堵上，绝了你这心思。哼，朕看你这3年没长记性，本事倒是长了不少。朕不是告诉过你，好好的待着，别惹乱子。就不要，就不要！明幽的情绪突然剧烈了起来，气鼓鼓地看着凤清浅。凤清浅也怒了，提着他放在自己腿上，巴掌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，接连打了10几下。明幽已经哇哇大哭。凤七七，等我长大了就饿死你，不给你吃饭！朕看你是被养皮实了，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凤清浅看着他哭得可怜，可这火着实消不下去。这狼心狗肺的小东西，虽然是奶娃娃大小进攻，可这些年不是事事给他操心，明里暗里的保护着他。他倒好，只记着我的凶，还敢说我是大坏蛋，还敢私自逃跑。哼，今日的事索性只是闹出了乌龙，若被有心人知道了，指不定怎么拿他做引子挑事儿呢。凤七七大坏蛋，我要回家！你们都是骗子！凤七七是，如意是，爹爹也是。说好过几年我学会规矩就接我回家了，我一直等，一直没有人来接我，爹爹也不要我了，凤七七总是欺负我，我要去找我娘。怎么不打了？你打死我，我也要回家的。凤清浅无语了。大概明幽唯一从明丽上遗传过来的就是这个倔脾气了。朕打累了，稍作歇息。凤清浅适当的给他找了个台阶下，可明幽是谁呀？能这么顺利下台阶，那就不是他了呀。哼，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吧，不然一会儿我还得回家。气得凤清浅肝疼。不是，让小顺子招呼板子来打。明幽的小身板忍不住轻颤抖了一下。哦，早知道就不嘴硬了，这手掌打屁股都这么疼，那板子岂不是真要把屁股打开花了？凤清浅的手不仔细碰到了她的裙子上，明幽忍不住低低的哼唧了一声，声音小，可凤清浅却听得很清楚。糟了，这么些下，手些的力道是比往常重，该不会真把他的屁股给打开花了？想着就扒开他裤子看，明幽则是誓死捍卫自己的裙子。凤亲戚，你怎么能脱一个姑娘家的裙子？你个老流氓！凤清浅将她裙子撩开，果真瞧见2片白嫩的屁股蛋上青青紫紫的，心里便有了懊悔之意。果真是被这小丫头气疯了。这小丫头未免也太娇嫩了，这不过是用手心打了10几下而已，还没动用板子呢。若真用了板子，不得打废了？明幽发现凤清浅不止脱了她的裙子，还看了她的屁股，于是又羞又恼的：“你个王八蛋，老流氓！我的清白没了！”凤清浅听到他这句“我的清白没了”，又气又好笑，轻轻拍了他屁股一下：“从哪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？你不过是一小丫头，能有什么清白？再者说了，朕是你夫君，看看……”凤清浅忽然住了嘴。本来想说的是看看怎么了，可随即一想，这话是不是少儿不宜？哎，算了，和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丫头计较什么？凤清浅没说话了，只是将药膏轻轻地给她涂抹上去。明幽忍不住动了一下，轻轻地哼唧了一声：“别动，板子没挨够。”明幽只得含泪趴着：“我的清白没有了，好可怜。”凤清浅差一点一口老血吐出来。哎，这小丫头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真想打开这丫头的头盖骨看看，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清白？你个老流氓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哦，要是周围的人都知道凤清浅打了他屁股不说，还扒了他的裤子，这让满宫的人怎么笑话他呀？既然想当小乌龟，朕就成全你。凤清浅揪了2下，索性放弃了，又将另一床被子捂着他脑袋上。果然一会儿，明幽就感觉呼吸不畅了。求生欲很强的明幽只得默默地挪了一下脑袋，露出缝隙来，深深地呼吸了2口气。如意，
既然皇后喜欢，再去加2床被子来。明优一听，别，好热啊，我累了，要睡觉。于是扭头不看他。皇后既困了，那今晚的晚饭夜宵一切吃食便免了吧。明优被气得头晕眼花的，看着凤清浅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，走到门口不忘记吩咐人：“给朕准备晚膳。”明优听到这句，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咕噜叫了起来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早知道还是吃了饭再闹别扭吧。躺在床榻上翻来覆去的都难以入睡。如意，我肚子饿。殿下忘记了吗？陛下说今晚的晚饭、宵夜一切吃食都免了的。殿中的糕点果品，小顺子也特意撤走了。凤七七，明优磨牙，气得半死。哼，皇帝了不起呀！总有一天，他要让凤七七这个大暴君、大坏蛋跪着叫他女王大人。太好闻了。凤清浅听到他的脚步声了，可不知为何，短短几步路，他磨蹭了半天也未过来。难道香味不够重，也诱不了他？紧接着就把烤鸡离的炭火盆近了一段距离，让烤鸡的香味散发的淋漓尽致。我能吃一小口吗？明优暗自决定，要是凤七七真不让他吃，他就多吸几口再回去，因为这个烤鸡真的是太香了，吸引得他都走不动道了。凤清浅故意傲娇了一刻，出息！这小馋猫终于是上钩了，我手都举酸了。明优看着，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，恨不得将自己的鼻子贴到烤鸡上。你真的只是吃一口？明优眨眼，一副鬼灵精的样子。如果你吃不完，我可以帮你吃一点。我爹爹说了，浪费食物不好，可你刚才吃了晚膳，一定吃不下这么多的。你倒是长进了，还知道用话来堵人。撕下一只鸡腿递给他，吃吧。明优嗖地接了过来，立马往嘴里塞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，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凤七七，你个大坏蛋！这鸡腿把我的牙齿割掉了，我没有牙齿了。凤清浅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凑过去仔细看，鸡腿上卡着一颗白色的乳牙。鸡腿上还有你的牙印呢。明优看到凤清浅居然还嘲笑他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凤清浅无奈，这是到了换牙期了，这牙松动了，刚好卡在鸡腿上，这可不是朕故意捉弄你的，每个小孩子都会换牙的。那能粘上去吗？我没有牙齿吃东西会被人嘲笑的。明优更加担心了，他以后在外面都不能张口，也不能笑了，去国学院不得遭人笑死啊！凤清浅又气又好笑，气的是每次有什么坏事，这个丫头总认为是自己故意欺负她的；好笑的是，她居然认为长不出牙来了。好了，过段时间就长出来了，会长出新的牙齿的。真的会长出来吗？会的，朕小时候也换过牙。不过你若是现在不忌口，一昧吃糖的话，你很有可能长出像黑尔一样的门牙来。明优啊了一声，脑子里想象了一下他的牙齿长得像黑尔的门牙。不要，我不吃糖了。明优这2天因为掉乳牙的事情，整个人都闷闷不乐的，也不去上学，也不出去玩。要不朕带你出宫去看看？我才不要出去，出去要被嘲笑。凤清浅蹙眉，似乎遇到难事一般。寻常有多不开心的事情，只要一给吃的，或者带他出去溜达一圈，高兴的跟个小傻子似的。没人敢嘲笑你，你是皇后。他们会在心里嘲笑。凤清浅无言以对，他能控制住别人的嘴，却控制不住别人的心。招呼如意照顾好明优后，凤清浅就回去了。小顺子，你命人去朝中各家通知一声，看是否有5、6岁换牙的适龄幼儿，让他们送进宫里陪皇后几天。小顺子迟疑了一下，立刻就出去了。宫里也就是明优年纪最小，换牙的就他一个人，所以他才觉得奇怪。若是看到许多和他一样处于换牙期的，他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朝中各家听到口谕，有年龄匹配在换牙期的，立刻差人准备马车送了进去。半早上的时间，小顺子已经安排妥当。外面在干什么呢？明优看不到外面，想出去又想起自己的门牙，索性坐在软榻上。殿下，奴婢也不知道，不如您起身偷偷去门口看一眼吧。房，你也没有门牙。臣女李红素见过殿下，殿下万安。明优的注意力都在他的门牙上。对呀，我在换牙呢，只是我换牙有些晚，我已经7岁了，才开始换第2颗门牙。在回廊处说话的各家陈眷听到明优的声音，立刻叫了自己家的孩子一同过去请安。明优看着7、8个与他差不多大的，都是掉了牙齿的，他们倒是没觉得不自在，中规中矩的给他行了礼，又开始叽叽喳喳的闹了起来。李红素怯生生的靠近明优，殿下也是因为换了乳牙不开心吗？明优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他之前是不开心的，可看到那么多和他一样的，他也就觉得换牙也不是那么丑的事情。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哥哥都嘲笑我，可过段时间就长出来了，所有的牙齿都要换一遍才能长大的。我已经换了第2颗门牙了。明优仔细看了看，确实换得很好，和以前的牙齿一样，心情好转了，点了点头，陆陆续续的和李红素说起了话。看时辰差不多了，小顺子送各家陈眷出宫。李红素走的时候看了明优一眼，殿下要开心点哦，以后我会来看你的。真人长呀，我牙齿要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呢？凤青浅仔细想了一下，小孩子换牙齿会多长时间长出来呢？哎，算了，反正这个长出来，其他的也要掉的。这算是看破世俗规律了。素素说了，每颗牙都得掉，掉了换，再长出新的来，反正我还得再遭受2、3年的罪呢。很快的，眼睛一眨的功夫就换完了。我已经不是2、3岁的孩子了，不要骗我，我已经6岁了。不管是6岁还是3岁，脑子都是这么蠢。明优愿意多说话，凤青浅还是很乐意的。看来这群小缺牙们还是挺有用的。明优躺在凤青浅的旁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凤青浅。凤青浅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小丫头片子铁定没什么好事儿。凤七七，我睡不着，不如你唱歌哄我睡觉吧。做你的大头梦吧，睡觉。要他凤青浅唱歌，可能吗？那你给我说故事吧，这总可以吧？凤青浅想要拒绝他，明优似小鹿的水眸就紧紧地盯着他。凤青浅无奈，好吧，愣是拍着背，断断续续地说着极其无聊的故事，将明优哄睡着了。殿下很喜欢听陛下讲故事。凤七七说的故事很无聊，连说话快慢、人声都是一样的，我一听就很困，就可以很快睡着了。如意差点跪服，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如此的配合，极其的般配。凤七七，你还说不是故意的，我2颗门牙都是被你故意弄掉的。这巧合中的巧合，让凤青浅也懵了一下，他手就轻轻撸了一下，小丫头门牙就掉了。明明是你牙齿松动要脱落了，这是巧合。虽然这也太巧了，凤青浅约莫觉得他和明优这小丫头片子八字不合。我的牙齿呢？让我最后再看他一眼。扔了，你还打算给他做个葬礼，哀悼一下他的在天之灵？我的牙齿还不是你这个坏人给弄掉的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凤青浅觉得他被赖上了，这能怪他吗？这不是巧合吗？谁敢说不是，他立马拖出去砍头。我不管，上次就是你故意给我啃鸡腿，牙齿才磕掉的，这次要不是你手掰到我牙齿，能掉吗？不管是不是，反正都是他惹的祸。凤青浅直视他的目光，提出你的要求吧。我要清华来陪我。朕叫那个李红素来陪你吧。
凤清浅觉得清华进宫可不是什么好事情，还指不定将这小丫头片子如何呢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牙齿可是你打掉的。什么时候又成他打掉的了？为了让他暂时性的消停，进宫陪你是可以，不过只能短暂的进宫陪你一段时间。明丽出远门了，清华还要照看明将军府。你好啊好啊，一副十分配合的样子。凤清浅看他答应的痛快，不过这学你可还是要上的。不去，去了别人嘲笑我没牙怎么办？朕会让那个李红素也跟着一起去，有人陪着你，总不至于闹别扭了吧？你若是不同意，清华也就别想进宫来了。凤清浅知道他的软肋，明幽挣扎再三，挥泪答应了，心里对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负面评价又多上了一分。李府内，红素啊，这是陛下皇后娘娘看重你，你可不要辜负李家的期望。是大娘。明幽第二天去国学院的时候，看见李红素，心情有些愉快。看来凤七七还是说话算话的。殿下，素素，你来的真早。他对李红素的印象还是挺好的，毕竟他郁闷的那2天，李红素倒是主动来陪他说话。大娘说上学要早到些，迟到了会被先生责罚的。说了2句话，张太傅便进来了，踱步走到明幽的面前。殿下最近未来，功课该是落下了很多，更要虚心学习，才能不辜负陛下的期望。太傅说的是。殿下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我不想去，你们去吧。他不太爱和这些人说话。安侯爷家的嫡女安言首先不高兴了。别理他，有些人故作清高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呢。哼，指不定哪天掉下来就成了山鸡。明幽不太理解故作清高的意思，可后面的话却是通俗易懂的，反正就是故意嘲讽他呗，也不朝宫里打听打听。他明幽在宫里都是捧着走的，可想到如意的交代，在课堂上要老实些，以免惹怒了陛下，就取消了清华进宫的机会了。明幽白了他一眼，我不听王八念经。安姐姐，你别这样说殿下，殿下只是不喜欢热闹。李红素虽然也惧怕安言，可想起大娘的交代，我让你去跟皇后做朋友，不是让你去巴结其他人，乃至陛下，你应该考虑的是皇后高兴不高兴。看到明幽不敢出声，便以为他是纸老虎。哼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你也就是仗着你爹，等过2年你爹不行了，我看你还能傲气什么？明幽的眼睛里已经泛着怒气了。安姐姐，别说了。言语里已经带着几分不耐烦了。要是皇后不高兴，连带着嫌弃自己了，回去大娘还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？怎么说你2句还不高兴了？你再说我爹1句不是，我就打死你！一只巴掌大的砚台就直接飞在了安言的脑袋上，鲜红色的血不住地从发间往外冒。看你还说不说？明幽站着，奶凶奶凶地朝着3、5成群的小姑娘们道：你们是不是也想被砸？凤清浅正在看着奏折，听到小顺子的回禀，一闪的功夫就出去了。等小顺子回神已经没有了凤清浅的影子了。手中砚台疼了没有？那砚台可不轻，手酸不酸？张太傅无言以对了。陛下，是殿下出手拿砚台砸的安郡主。明幽趁机撒娇，想多讨要一点好处。砚台可重了，凤七七，你都不知道那安言是怎么奚落你的，说你依靠我爹才让你当皇帝的，等我爹不行了，你就当不成皇帝啦。殿下，安姐姐她没有对您不敬，只是与殿下开了几句玩笑，这不是真的。凤七七说了，皇帝和皇后本就是一体，这么说我不就是在说凤七七吗？殿下，您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安泰啊，臣在。你说呢？帝后是否本为一体？是。安泰额头上已经有隐隐的虚汗出来，他这说是或者不是都得死啊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安太侯之女安言藐视皇恩，诋毁诅咒君主，处于杖毙，以儆效尤。安太侯府不知管教，博取安太侯爷一爵位。安泰听到杖毙时脸色发白，嘴唇哆嗦着。陛下恕罪，
陛下恕罪，是臣管教子女无方，请陛下开恩。明幽也吓了一跳，他已经狠狠教训过安言了，这要是被板子打死，是不是有点残忍了？死命地拉着凤清浅的衣袖。凤清浅看到他眼里的急切，示意他不着急。哦，安太侯知道自己有错了，那就免了安言的死罪，包去安侯府之衔，安言郡主之衔。陛下，这安家的侯爷爵位乃是先祖就封赏的爵位，一向都是臣家一脉相承的。臣100年之后如何向先祖皇帝和先父先祖交代呀？哼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怎么向朕交代。晚上有肉肉吃吗？勉强给一道红烧肉。啊，只有红烧肉啊？有没有鸡汤？有没有糖醋排骨？糖醋鲤鱼？今天惹的祸，朕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不是说滴水之仇当以永仇相报吗？而且他说我是山鸡，还说我爹爹的坏话。那叫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朕说的是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的，就不能叫人吗？凤清浅担心的是，都是些半大的孩子，若是安言失去了理智，或者当时没很巧的砸中安言的头，这小东西还能全身而退吗？明幽和凤清浅吃饭的时候，陛下，安侯爷正在宫外面负荆请罪呢。凤清浅将汤盛满，放在明幽的手边。少吃一点肉不容易消化，把汤喝了。你不吃了吗？朕吃饱了，处理一些事情。明幽也没多想。之后凤清浅在书房和安泰谈了1个多时辰。安泰出去的时候脸色满是轻松，却又带着不安，一路摇头叹气。次日圣旨下，安侯爷之女安言郡主被剥夺郡主之名，驱逐皇城，被安侯爷送回老家教养。晚膳后，凤清浅拉着明幽散步。原来你只是吓唬吓唬那个安侯爷呀，我还真以为你要把他们家闺女打死呢，害得他担心了好久。不是你让我饶他一条狗命的吗？噎得明幽说不出话来。可看着凤清浅，明幽觉得他没有那么单纯，总是有目的在的。可一时又想不出来。算了，没死就好。明幽只是生气他阴阳怪气的说自己不算，还说自己的父亲。可他当时已经狠狠地收拾过安言了，这事儿也就一笔勾销了。明幽下学的时候，李红素也跟在他旁边。殿下是等陛下来接你吗？还没等明幽点头，凤皎月便冲过来。嘿，总算抓着你了吧？哦，看来凤七七是不会来接我的了。你倒是陛下肚子里的蛔虫，知道的一清二楚啊。你也知道今天陛下有事出去了？没有啊，我看到你这张牙舞爪的模样就知道了。哼，你倒是挺狡猾的呀。我只是聪明可爱，总比某些人怂的要死好。凤皎月气急，又想动手动脚。明幽立刻机灵地喊道：凤七七，你怎么来啦？凤皎月立刻疯跑着去了，眨眼无影无踪的。凤皎月虽然是凤清浅的长姐，可每次见凤清浅，总是兔子见了大灰狼一般，跑得很快。不是说不来接我了吗？怕你被不长眼的欺负。哼，谁欺负谁还说不定呢。我可是皇后，颇有几分华贵威严的气势，可是眼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明幽回去的时候，刚进殿内就隐约闻到熟悉的淡香，整个人兴奋起来，撒开凤清浅的手，冲过去。清华，小主子，你可慢点儿。仔细看了一圈，长高了不少啊。看见玄色华贵的衣衫，跪地道：奴婢清华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安。凤清浅略点头，边走边道：起身。凤清浅的闯入，清华拘束了很多，没和明幽说贴心话了。明幽倒是不觉得有什么，叽叽喳喳地说着宫里的事儿。他的小兔子又长大了很多，栽种的桃树今年又开花了，宫里的谁谁谁又给了他一个小玩意儿。虽然是不值钱的，可明幽开心得很。清华看着他，心里不由得对凤清浅感激了很多。对明幽来说，凤清浅还是很负责、守承诺的。长乐宫里，凤清浅沐浴汤泉完毕，便瞧见软榻上空荡荡的。皇后呢？陛下，皇后说清华姑娘来了，今晚就不需要陛下陪着了。
小顺子头低得死死的，大气儿不敢出一声。凤清浅摊着脸，烦躁地招了招手，小顺子飞快地撤出去了。陛下这脸色就像是失宠了的嫔妃，独守空闺呀。小白眼狼，这简直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。他忘记了是谁大晚上的给他拍背说故事的，是谁一口一口给他喂饭的。凤清浅只得不断地安慰自己，没事没事，他不在了，自己睡得更安稳。未央宫里，明幽坐在软榻上。这么说来，殿下是很喜欢陛下的？才不是他故事讲得好呢，主要是他会催眠，一讲故事我就困得睁不开眼睛，立马就能睡了。房顶上的瓦咔嚓动了一声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大概是夜猫子吧，以前也会来的。也是，这宫里重重守卫，若是有人在屋顶上，早就发现了。长风从树上钻出脑袋，看到凤清浅手心里握着碎成几片的瓦片，脸比月色还黑，索性又将头伸回去了。陛下这大晚上的猥琐的去未央殿的屋顶上干什么呀？看了半天琢磨不透，正要开口问时，却听到陛下将瓦片给捏碎了。此刻过去，估计碎的不是瓦片就是他了。不过他总算是明白了，陛下为什么猥琐的躲在屋顶上了，因为他在监听小皇后的一举一动。想不到年少英武的陛下竟然有这么变态的嗜好。这么一想，长风的脑洞越发大了。陛下会不会也这么监听他？脑海里画面感满满，长风立刻溜烟跑了。他还故意戳掉我2颗牙齿呢，别以为我是小孩子，我才不信呢，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呀，分明就是故意的，哼！随后咔嚓一声响，引得在说话的两人一惊。清华这次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这肯定不是猫类的动物，于是出去殿外瞧了一眼。何事？回姑娘，许是屋顶上的瓦片有些松动，掉落了下来，奴婢已经去回禀了，明儿就会有瓦匠过来修缮的。清华不放心，看了一眼四周，却也不见有什么动静，这才回了殿内了。明幽坐在椅子上，看了一眼正在吃早饭的某皇帝。凤七七，今天你怎么没去上朝啊？某人的脸色不是太好看。朕可不跟猪似的，能睡到太阳晒屁股，早朝都已经散了很久了。明幽年纪小，性子还比较单纯，跟不上他的思维节奏，但是他也知道他故意说自己是猪，于是回怼道：那你不是也用早膳了吗？又来用一次，那你还不是猪？黑山大野猪！差点没把凤清浅的肺给气炸了。可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吃过了是没错，但是特意过来陪他的呀，他像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来吗？明幽这小丫头就是没心没肝没肺的。清华一进宫，她吃喝拉撒都得缠着清华，眼里还有没有半点关于他这个皇帝夫君的？长风，朕的剑法可有长进？陛下的剑法日益精进，相信过些年一定会所向披靡的。凤清浅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很好。今天御厨房有没有给我做咕噜肉啊？这您得亲自问陛下了，陛下等着呢。奴婢哪敢张望有什么菜呀？殿下是皇后，不能整日沉迷这些吃食上。清华，你这样说一个小孩子好吗？小孩子吃得好才能长得高。清华无奈，心里叹：哎，人小鬼大，当着这么多的人也不好说什么啊。是，殿下说的都是对的。凤清浅坐在桌边，未见到人，倒是先听到明幽轻快带着甜意的笑声。凤七七，你来得真快。明幽见是他，哒哒哒地跑了过去。玩疯了，用膳都不记得时辰了。瞧见有自己喜欢的咕噜肉，眼睛都直了。凤七七，你真好，今天果真有咕噜肉，我要吃一大碗。不许多吃。凤清浅知道他的脾性，肉食动物，不太爱吃蔬菜，自然要遏制他。明幽用筷子很笨，基本夹不起东西来。凤清浅拿了勺子给他，一边用勺子给他投喂。明幽时不时的还要指挥一下，多夹一点肉，少点菜。
清华，手好酸啊，阿优好可怜呐，我感觉手都肿了，要是爹爹知道了，可要心疼坏了。清华是谁呀？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对他性子知根知底的，当然知道这些苦肉计卖可怜的。你才夹了一炷香的，少装可怜，我不信。明优垂头丧气地趴在桌子上，哼，清华也是大坏蛋。你是皇后，都6岁了还不会用筷子，若传出去，别人还指不定怎么笑话呢。哼，谁敢笑话本宫，本宫打他板子。哦，你打过谁板子吗？我，明优噎住了，他还真没打过谁的板子，不像凤七七这个大暴君。我好像真没有，倒是凤七七经常打我屁股。清华无语了。长乐宫里，怎么样？陛下神机妙算，清华姑娘果真是平推了宫人，再悄悄让殿下练习用筷子呢。凤清浅嘴角一闪，她知道清华的秉性，更加知道明优这个小丫头的性子。若是清华知道这个小丫头连筷子都不会用，指不定私下偷偷怎么锻炼约束她呢。如此来上几天，明优还会死扒着清华不放。凤清浅对于这个特殊的情敌有的是法子，不多体现清华的严厉，小丫头怎么能意识到自己的好呢？清华，你怎么能这么虐待小孩子呢？有没有人性啦？没有，殿下，你可是偷懒半个时辰了。清华，你有时候和凤七七一样讨厌。殿下，你不要光说不动啊。明优单手托着脸苦恼，还是清华没进宫来好，只要凤七七没空，就没人管自己了。第二天早起去国学院的时候，明优比往常都积极，站在店门口还催促如意：“如意快点，等会儿迟到啦。”奇怪，殿下今日上学倒是头一遭这么积极呀。如意姑姑不知，昨儿我看见清华姑娘让殿下练习了半个下午用筷子。如意也笑了，难怪了。这天底下能约束他2分的，除了陛下，就是明将军和清华姑娘了。清华在宫里待了4、5天，说府里一堆大事小事等着他决定呢。清华只得收拾东西先回去了。明优津津有味地啃着鸡腿，清华看着他，这时间过得真快，眨眼的功夫他就长得这么大了。殿下要多学习规矩，少吃糖，奴婢得空了就请旨来看您。明优没有以往的哭唧唧，反而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。你去吧去吧，我会在这里好吃好喝的。你抬本宫干嘛？明优虽然和他不熟，可却也是见过好几次的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本宫在教训这些不听话的花朵呀。明优脸上十分嫌弃，一副你是白痴吗？这样还要问我干什么？凤九心一噎，差点暴跳如雷。他被一个只知道吃喝拉撒不长脑子的小丫头嫌弃了。这小丫头一副看白痴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明优看他盯着自己，索性将手心一摊：“你是想要这个吗？”凤九心看到一截完整光滑的鸡腿骨头，这货是狗吗？舔的骨头可比狗还干净。等等，我现在想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被这小丫头给带偏了。不要。明优将小手缩回去。凤九九，你是不喜欢这个吗？可别小看这个骨头哦，里面可是藏着秘密的，凤七七都宝贝得紧呐。哼，凤九九这么娘的名字，可看到小丫头十分认真的模样，好像骨头真的带着什么不得了的秘密，顿时有猜测：凤清浅这家伙要这骨头干什么？难道其中藏着什么密信？凤九九，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只是稍微比凤七七差那么一点点。说着还特意用手指比了比，凤九心恨不得把他那白生生的手指撅折了。这臭丫头会不会说话？明优才不管他高不高兴呢。不过你刚才笑得这么猥琐，那就很丑了。凤九心忍住捏死他的冲动，这小丫头真是讨厌的紧。明优才不在乎他气得青黑的脸色呢，懒散地挥了挥小爪子。好了，凤九九，本宫要去送礼物了，再见。凤九心看他要走，立刻来了主意。这么着急干什么？
你手里的骨头好像长小虫虫了，要不我帮你看一下？明优鄙视，你这么骗小孩子，当小孩子是笨蛋吗？要我把东西给你也可以，但你得拿你的宝贝来换。哼，一个鸡骨头能有什么好宝贝的？我就随便看看，不给看就算了。你走吧，走吧。明优还真的走了。如此一来，凤九心更加怀疑了。难道里面真有秘密？抱着宁可错杀3000不放过一个的想法，凤九心还是把明优拦住了。等等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宝贝？要是凤七七知道他这么不地道的唬人，唬的还是这个讨厌的凤九九，真闯祸了，会不会收拾他呢？屁股条件反射的一哆嗦，算了，不换了，我本宫要去找凤七七了。这么一来，凤九心越发相信他手里的鸡骨头有什么秘密，越是不让他走了。唉，我这有的是好东西，赶明儿我让人送一棵糖葫芦树进来给你，怎么样？明优小眼神噌的亮了一下，摇头，不。要是凤七七知道他吃了一棵糖葫芦树，那还不揍死他？凤九心还和他杠上了，就不信了，他还拿捏不住一个小丫头。哼，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凤九心气出内伤来，耐着想打人的性子道：要不我那有一套七彩琉璃杯，送给你了。明优眼神一动，明显对这个感兴趣了。要不你再加我一盒珍珠，要这么大的。小孩子家的，要那么多珍珠干什么？你管我？要不我给你换换其他的，那么大颗粒的珍珠可不好找，你是听谁诓你呢？哪里有那么大的珍珠啊？那本宫就走了吧。凤九心急了，回来，成交。那糖葫芦也给我烧上啊，悄悄的给我送啊，别让凤七七知道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等我爹回来，我就去朝堂上告状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欺负小孩子。凤九心哪里有心思管这么多呀？敷衍的点点头，接过鸡骨头，几乎是急不可耐的看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什么机关，将鸡骨头掰成碎片，也没见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什么都没有。有啊，这不是有烤鸡肉的味道吗？不太理解凤九九这个傻子，这鸡骨头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啊？凤九心感觉身体里怒气翻涌。明优，你敢耍本王？明优可不怕他，虽然他是凤七七的哥哥不假，可他是皇后。凤七七说了，见到帝后也是要行礼低头的。我哪里耍你了？这就是鸡腿的骨头，那你以为是什么啊？凤九心脸都僵硬了，回想了一下，明优确实是说这是鸡骨头的，可也说了这是带有秘密的宝贝。可我没看出这鸡骨头有什么秘密之处。明优小眼神滴溜溜的转，立刻笑道：对小孩子来说就是秘密呀，你是老年人，当然不懂啦。不跟你啰嗦了，你就是得到了我的秘密想反悔。你要是敢做大骗子的话，你就等着我去告状吧。哼！明优吓唬他，虽然他的鸡骨头确实不值钱，可已经给了，那就是等价交换了。凤九心咬牙切齿，好，明天一定给你送来。明优开心极了，要是人人都是大笨蛋，我岂不是会换很多的宝贝？凤九心还在不远处窝着火呢，关键这火还没地方发，要是有心人知道了，一定以为他不安好心，所以他只得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下去，还得微笑着咽。隔天，凤九心真的很守诚信的送了一束糖葫芦过来，明优欢喜的不像话，只是手才接到糖葫芦，就听到凤清浅的威胁声：你敢吃，朕就把你其他牙齿给撅了。明优苦巴巴的看着糖葫芦，小心翼翼的看向凤清浅。凤清浅无奈，他怎么会娶了这么一个吃货呢？怕凤清浅收拾他，明优小声嘀咕道：是凤九九非要给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嘴长你身上，别人还能拿着刀逼着你就范。凤清浅是收到消息过来问凤九心怎么好好的会给明优送糖葫芦过来，
若按他的性子，巴不得给明优喝毒药吧，还想吃糖葫芦。明优绞着手指，心虚不敢出声。把糖葫芦拿去未央殿分了，叫他们过来在皇后面前吃。凤七七，你个讨厌鬼！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真是无毒不丈夫，量小非君子啊！陛下这招真是又损又抠，我跪服。明优还在一个劲儿地擦眼泪，凤清浅将他拉过来，他还死倔的不过去。凤清浅直接像是老鹰提小鸡仔一般提过来，用手指腹给他把眼泪擦干净。还哭吗？一次哭个够，我一次把眼泪给你擦了，免得将衣服弄脏。凤七七，你欺负人！等你老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，天天给你吃白菜。殿下，你是恶魔吗？敢这么查陛下的心？凤九心怎么会想到给你送东西？宁优带着哭音儿，刚要开口，若敢撒谎，我拔了你的舌头。我昨天和他换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莫不是凤九心将主意打到他身上了？明优低着头，很小心地说：“一个鸡腿的骨头。”啥？大王爷脑袋被门夹了，还是被驴踢过？真的，我真的是拿鸡骨头给他换的。不信你问如意，我出去的时候是拿着鸡骨头出去的。明优原本的将他如何换鸡骨头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本来不想换了，可他给了我许多宝贝，只是他拿到鸡骨头，仿佛有些不高兴。凤清浅脸色异常严峻，对于凤九心的心思可是心知肚明。他当时应该以为明优拿的鸡骨头里许是有什么密函藏着，才会这般下血本换。凤九心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痊愈和疑心病过重。明优怕凤清浅又想着什么法子收拾他。我知道错了，那我不要不成吗？谁知道凤九九那么傻呀，我随便哄两句他就信了。他还有什么没送来？一大盒珍珠，还有七彩琉璃杯。明优戳着小手指，小心地看他脸色。哼，收？怎么不收？天下的东西都是真的，这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哼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明优小声嘀咕。你说什么？明优摇头，一副乖巧样。没有啊。朕听到了。你说朕翻脸快？明优在心里吐槽，听到还故意问。以后离他远一些，他送的东西别吃，别亲自伸手拿，指不定上面沾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明优听得一知半解，愣愣的点头。我去，陛下果真是最狡猾的狐狸呀！所以他刚才将那糖葫芦全都给工人吃了，就是为了确认这所有的糖葫芦里到底有没有毒药。下午些的时候，凤九心果真将剩下的东西送过来了。这凤九九还真有钱。殿下，您可别打坏主意了，若是陛下知道，指不定怎么罚你呢。哼，我什么宝贝都不会分给他的。明优还记着早上的仇呢，这凤七七总是欺负他，等他过2年再大些，他一定要奋起反抗。殿下，仔细看看，看完了属下就送回陛下那边去了。感情这东西就是让他过个眼。这是我的，凤九九送我的。殿下忘记了，天下的东西都是陛下的。长风将东西收起来，晃晃悠悠的回去了，抛下一句：对了，殿下，七彩琉璃盏已经被陛下用着了。明优翻了一个白眼，若不是他年纪小身体好，只怕要被凤七七这个混蛋气死了。明优觉得凤清浅太恶劣了，他以后不要跟凤七七说话了，永远都不要。可下一刻想，永远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呢？那万一要吃凤尾鱼呢？要不改一改？从心里默默地将永远擦掉，记上10年。等等，10年是不是有点稍微长啊？算了，那就3天吧。小祖宗，您可真有骨气。这10年眨眼就变成3天，别说3天，依着他这个性子，估计3个时辰也难。果不其然，小顺子来叫他吃鱼的时候，明优跑得比兔子还欢快。
殿下，您刚才可还发誓呢，说至少3天不理陛下呢。明幽眨眼，是吗？哎，管他呢，反正是刚才的我说出去的，又不是现在的我说的。昨天已经试了3次了，今天怎么还要试啊？殿下，这可马虎不得。帝后的衣裳都是南幽国的体面，若帝后不体面，影响的便是整个南幽国的脸面，面子又不能当饭吃。那是谁平时当众被陛下打了屁股，就气得闹别扭好几天了？那是疼的。殿下，您走慢些，可别摔了。您一摔，估计整个天下要笑到明年了。谁让你们弄的衣服又重又长的？陛下，皇后娘娘到。凤清浅迈步过来，牵着他的手，一路从太和殿走出来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起身。明幽看着3355的使臣后面满满当当的礼物，明幽便有些好奇，你说他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呀？瞧你那点出息。我这不是干站着没事干吗？你可得站老实了，等3跪9叩完就可以回去了。明幽懒洋洋的道。好。站了好一会儿，明幽都有些瞌睡了。不许瞌睡。明幽嘀咕，谁知道他们3跪9叩还一批一批的来呀？如此慢悠悠的磕头，那得磕到什么时候啊？浩浩荡荡的近半个时辰，总算是结束了。殿下，您要注意仪态。腿都快没啦，还要什么礼？明幽走路都有些腿软了，一想到下午还有接受朝拜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殿下，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下午的时候还有使臣家眷参拜呢。令明幽还有一点安慰的是，下午可以坐着，可一坐几个时辰也是不易呀。没事儿，殿下，奴婢们会把垫子准备的软软的，保证舒舒服服的啊。未央殿内，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起身赐座。原来南幽喜欢让小孩子做皇后啊！听说南幽选皇后一定要选身份最尊贵祥瑞的，娘娘的父亲一定很厉害吧？听说娘娘出生的时候有火烧云化作凤凰，本宫的爹是当朝将军。哦，只是将军呢，其中嫌弃的意味不要太明显。百色一个附属小国，本宫爹爹是号称天下第一的战神将军，很多年前就3次把百色打得落花流水。本宫记得家里还有你们百色大王跪求和谈的胜利品呢。你这个什么洛，你若不服，本宫爹爹会再把你们打服气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圣女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别人说这话或许是开玩笑，这出自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帝后之口，就不是玩笑了。公主，您虽为圣女，可忘记了王后先前的交代吗？他们是来求和的，不是来发动战争的。阿离洛不懂事，请皇后娘娘见谅。明幽哼了一声，倒是没理他了。这个阿离洛，他这仇记下了。皇后娘娘不要生气，小国一向都是井底之蛙而已。阿离洛的事情弄得未央殿里的人都不太高兴，没说几句话，明幽就把他们都遣散了。殿下感念在座各位舟车劳顿，不辞辛苦，所以先请各位贵人回去休息吧。女尊王朝的使臣倒是留在了最后。夫人似乎有话说，臣妇前来收到姑姑的嘱托，来看看北冥世子。只是臣妇是女尊人，若是贸然去见，恐怕引起不好的猜忌，所以请皇后娘娘帮忙，请北冥世子入宫一见。明幽点头2日后会有晚宴，陛下会感念女君的情深意重的。如此，就多谢陛下和皇后成全了。哼，他倒是会想法子。他总是为了避嫌，而是去了也见不到的北冥然。秦王府一向是最忌惮女尊王朝的人，他不敢直言向朕说，就转到来了你这边。可那叛情不是北冥世子的义母吗？救命恩人吗？明幽仰着头，不太理解。北冥世子的生父死得早，有传言说这叛情不是他义母，而是他亲生母亲。
明幽听得津津有味儿。那盼晴到底是不是北冥世子的娘啊？哎，朕也不知道，恐怕只有女尊王朝的女君，或是已经死掉的盼清才得知。果真是有女皇帝哦，真好，我也想当女君，天天打某些人的屁股。朕看你是皮痒了，你能不能当女君朕不知道，但你这屁股肯定是要挨揍的。明幽一惊，生怕他真下狠手，溜烟跑了。2天后的宫宴是定在长歌台，明幽比凤清浅来得早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明幽点头，你们继续。明幽年纪小，又是皇后，在场的无一敢与之交谈。倒是明鹤的嫡亲妻子明李氏先开了口：殿下现如今贵为皇后，果然不一般了。这凤凰步摇果真是华贵无双啊！明幽不太喜欢自己家族里这个大伯母，她的眼里常常透露着一股算计，说起话来也十分刻薄。夫人是喜欢凤凰步摇？殿下说笑了，臣妇怎敢有僭越之心？只是觉得这凤凰步摇甚好，甚合殿下的身份。是呢，夫人是丞相的嫡妻，丞相又是陛下的肱骨之臣，夫人自当与丞相大人为一体，忠君不二，为帝后效命，又怎敢有僭越之心呢？清脆的声音不卑不亢，可却带着十足时的嘲讽。清华，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陛下说，为了防止某些小人故意暗地里耍些见不得人的心思，故而叫奴婢来伺候皇后娘娘。明李氏的脸色很难看，却只得隐忍不发。殿下，那人嘴拙不识得大体，定是想着明家的亲眷关系，才言不达意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意思就是指明幽成了皇后，便不敬重长辈了。丞相忘记了，明将军府和明丞相府不是一家，这是整个天下都知道的事情。明鹤脸一白，这话说的好像他强行沾亲带故似的。哼！清华，你在这里替我看着，我要出宫。清华一脸怀疑地看着他，怎么都不像是人有3急的态度。所幸明幽机灵，叫了旁边的一个小宫女就跟着去了。明幽笑嘻嘻的，不紧不慢地逛了几步，找了亭子坐了下来。哎呀，我的手镯掉哪里去了？你快帮我找找。小宫女听到也着急了。殿下掉的是什么样的镯子？就是一只金色的细镯子，上面穿着一颗这么大的珍珠。明幽认真的比了比，好像是掉在来的路上了，你快去看看。可殿下独自一个人在这儿，丢镯子是小，丢人可就要命了。明幽指了指在四处巡逻的侍卫，你看，这到处都是人，本宫能丢哪里去了？再说了，这灯火通明的，还能有吃人的妖怪不成？小宫女俯身，这才急急的去了。明幽看着她走出几步，嘿嘿一笑，深深的嗅了一口新鲜的气息。还是外面自由，里面闷死了。快走，有人吵架呢，我们去看看。谁敢这么不要脑袋了，敢在宫里喧闹？还有这么有趣的事儿？醉心公主跟谁吵呢？会不会打起来呀？明幽一听，立刻有精神了，嗖嗖的跟着几个侍卫去的方向走了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怎么就光抄手不动手啊？几个侍卫躲在草丛里幸灾乐祸。那个粉色衣裙的小姐谁家的呀？有些眼生。那是百色部落的阿离洛。还是大哥有见识。不是我说话呀。侍卫甲看向侍卫乙，侍卫乙又看向其他2人，其他2人摇头，侍卫甲惶恐了。那到底谁说话？哎呀，鬼呀！几个侍卫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是欺负他个子矮吗？就不能低头转身看他一眼再跑吗？他已经矮到了入不了别人的眼了吗？你个野蛮部落的，就你这点姿色，也好意思说是美人儿？阿离洛不是省油的灯，怒气冲冲的就扇了醉心一巴掌。对，你下手狠一点。你猜他们谁会赢？明幽听到声音，一惊，环顾四周，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正奇怪呢，就瞧见一个少年从树上跃下来。你是谁？
明幽印象里没见过他。本世子北冥然，你就是那小皇后吧？明幽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他就是北冥然。转身去看醉心和那个阿离洛打架了。要不我们来赌一把？我倒是觉得那个醉心公主有胜出的可能。无聊，他居然被一个矮冬瓜鄙视了，还被说幼稚。我看你是不敢赌吧？你别用激将法，我才不上当呢！哼，更加鄙视他的目光。北冥然气急，恨不得敲诈他的小脑袋。这小皇后怎么这么惹人讨厌呢？一点都不可爱。可想到他那粉嘟嘟的小脸，吹弹可破的肌肤，还有那水汪汪的眼睛，看着还怪可爱的，就是性子什么的太讨厌了。北冥然见他不理自己，又找了其他的话题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的？明幽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瞧。为什么？因为本世子那个蠢公主一直跟着我转，我实在烦心，就故意夸奖了那个什么圣女一番，然后醉心就炸了。明幽顿时更加鄙视他这种恶趣味了。虽然他也很讨厌这两个人，明幽看着北冥然，忽然起了捉弄他的心思。打得有些激烈了，我们不如偷偷去前面看看。我怎么觉得阿离洛要赢了？不可能，别看醉心小，可这醉心的功夫得过南轩王的指点。明幽的眼睛一弯，突然转身一脚将北冥然踢了出去。北冥然往前一倾，摔了个狗啃屎，然后嗖嗖的直接躲进树丛后方逃走了。明幽回去的时候，清华正在长歌台的宫门口走来走去的，瞧见明幽的身影冲过去。小祖宗去哪里了？如意派了好多人去找你。我镯子找回来了吗？明幽怕被骂，先关心起他的镯子来。镯子早就找回来了，陛下都已经去里面了。我肚子疼，出宫以后路过看到有人打架，就围观了一会儿。清华也顾不得和他计较那么多，把他送入了宴席。明幽坐在凤清浅的旁边，明幽用筷子笨拙地夹着菜，那金黄的蟹黄愣是半天也没有夹起来。明幽嘟嘟嘴，愣是和他杠上了。凤清浅看了一眼，将筷子提起来，轻轻敲了他的手一下。好好吃，不许淘气。小顺子在一旁操碎了心。陛下呀，您这都快成殿下的老妈子了，您是天子，下边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什么？好香！朕看你的耳朵长到哪里去了？凤清浅看了他一眼。殿下，这是使节进献的琼浆酒。明幽的蟹黄还未吃进嘴里，听到小顺子的话一僵，蟹黄也不吃了。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凤七七的东西里下了毒药了呢？眼看着凤七七要喝酒，明幽又不敢直接说有毒，万一里面没毒，凤九九知道他偷听了，不得弄死他呀？明幽咬唇，偷偷拿起筷子就要去夹凤清浅面前盘子里的东西。我要吃这个！好巧不巧的将桌子旁边的御酒壶打破。清脆响亮的声音，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主位上的两个人。明幽看着，着急的要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什么所有人都死死地看着他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凤清浅以为他是手被割到了，捏着他的手仔细看了一番，才默默地松了一口气。让小顺子收走就行了。这个丫头调皮捣蛋的时候多了，别说砸坏了酒壶，就是砸坏了玉玺玉印也吓不到她的。凤清浅看着她还在哭，索性起身将她抱起来，朝着小顺子使了一个眼色，便出去了。各位贵人自便，皇后娘娘身体有恙，陛下送皇后回宫。宋七七，你别去宴会了。怎么了？凤清浅看着他的反常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，往常可不这样。他似乎带着一丝恐惧。你可是看见了什么？还是谁吓唬你了？别怕。我不知道，万一有毒呢？我也是偷偷听见的。接着，明幽将那天拐骗凤九心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凤清浅。有些远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凤九九说的。可是后来我就看见他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。
明幽有些纠结，有些不确定。他只是依稀听见什么使节进献的酒有毒，更巧的是今晚夏荷真的送了酒来。没事，不怕，他们不知道。转身喊了一句：长风。长风从外殿进来，等宴席散了，你去一旁看着，悄悄地去拿了碎裂的酒盏、酒壶过来，连带着剩下的酒一块取来。记着，别让人发现，想法子将凤九心支开。你倒是胆大，方才为何还哭鼻子？明幽停住，将脑袋伸出。那是我拧大腿才哭出来的。凤清浅无奈，看着他迅速地从被子里伸出腿来，细嫩如白玉无瑕的腿上有一道浅浅的印子。那我怕被凤九九真的发现了，要真是他岂不是要找空杀了我灭口吗？你倒是个机灵的。凤清浅又气又好笑，起身去拿了药过来，上等羊脂玉的小瓶子，里面盛着透明的脂膏，在手心温热后才涂到他的腿上。哇，还有花香！凤清浅正欲开口，不曾想敲门声响起。陛下。凤清浅将他腿塞回去，将被子盖好。进来吧，拿去找人仔细查了，姜太玉说无毒，一切正常。知道了。长风退下的时候，听到明幽叹了一口气：唉，早知道就不费功夫了，就说嘛，我就怎么会倒霉的撞上这些呀？然后扭着脑袋看了一眼凤清浅：我这可是为你好，凤七七不许罚我。朕像是这样的人吗？明幽摇摇头，还未等凤清浅有一丝的欣喜：不像，你就是。真香。怎么凤七七不回来吃饭了吗？陛下在和齐恩王说话呢，听说北冥世子好像是过敏了，全身起小疙瘩呢。明幽心越发虚了，若是凤七七知道他故意在树上放了西洋粉，故意捉弄北冥世子，凤七七会不会揍他屁股啊？明幽心虚，这2天都在小心地躲着凤清浅，有凤清浅出现的地方，他就不去瞎晃悠。小皇后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立马谨慎地回头，瞧见他身后的北冥然。北冥然干净素白的皮肤上多了密密麻麻的红点，显得他略带一丝丑陋与猥琐。你这是怎么啦？哼，你明知故问。北冥然盯着他，眼里有气。看你小小年纪一肚子坏水，居然用西洋粉捉弄我，别以为陛下装作不知情，我就不知道是你。你不是也捉弄醉心和那个阿离洛了吗？我爹爹说了，欺负女孩子的都不是大丈夫。北冥然气恼，可又不能真的把她怎么样，不是看在她皇后的身份，而是这么一个小丫头，她总不至于真的动手吧？重点是长得还怪可爱的。若我跟爷爷说，我这身红疹子是有人故意而为，哼，偏巧我知道是谁。说吧说吧，大不了挨一顿打就是了。明幽明明是怕的，可却死鸭子嘴硬，手都不自然地捂着屁股了。不过，小爷我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，你只要叫我一声北冥哥哥，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明幽翻了一个白眼儿，有些不屑。凤七七，你怎么来啦？北冥然不疑有他，转身便去看。明幽趁机逃跑。可某个小姑娘终究是年纪小腿短，而且没什么武功底子，被北冥然3两步就抓住了。明幽挣扎着：本宫可是皇后，等会儿本宫找人来打你板子。北冥然看了一眼四周，提着他忽然跃起，将他塞到一个茂密的大树上。你老老实实的认错，我就放你下来，怎么样？哼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不认。哎呦，那你就好好待着凉快凉快吧。等会儿要是有蛇虫来了，你可别哭鼻子哦。哼，你骗3岁小屁孩的吗？宫里天天撒硫磺虫药，哪里去找蛇呀？北冥然气结，索性不管他了，假意走开。明幽抱着树干也不敢乱动，扯着嗓子喊了好几声：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喊了，这边背来往的人少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。我为什么要喊破喉咙？破喉咙是谁？
北冥然一个趔趄，算他没说，不怕皇后有心计，就怕皇后是文盲啊。他算是明白了，和这个小丫头多说无益，他今儿还非得好好治治她不可。凤清浅听到明幽没在的时候，明丽才刚进宫，如意低着头捏着裙角，不敢吭声。还看朕干什么？找不到皇后，统统杖毙！凤清浅也是急了，上次的狗洞找了没有？陛下早早的就填了，用青砖和泥填的，就是10个6岁孩子也挖不动啊！愣着干什么？明丽比任何人都急，说着就冲出去了。她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要是出点事儿，她也没活下去的指望了。满宫的人来来回回的急，还是明幽睡醒了，听到几个宫婢在附近寻人，才出了声：“救命啊！”哼，多久没管教，你越发没规矩了，还上树，咋不上天？爹，耳朵要掉了，要掉了！我就是在上面睡着了。凤清浅看着自己亲手养的小媳妇被这么可怜巴巴的揪着，顿时不乐意了，不动声色地将她提到自己的跟前来。明幽也十分默契地躲在他的大腿后。哎呀，你呀你这心可真大！依照我看，要是人贩子把你卖了，也能睡着。我下不来，我也很绝望的，爹。这时众人这才想起一个重点，明幽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又不会轻功，是怎么上去的呢？明幽眼泪顿时就上来了。爹呀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北冥世子有多坏。他将女儿挂在树上，要饿死女儿啊！女儿一个人在树上，又害怕又饿。女儿才6岁呀，多可怜呢！长风不太懂明幽的逻辑，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这一人在树上担心受怕，所以睡着了，骗鬼呢。可明丽是个女儿奴，这么一听，气从扒出来。北冥然这小子，嗖的瞬间，眨眼就没了人影。明将军，你听我说，听你有什么好说的？难道不是你把老夫闺女塞树上的？明丽怨气冲冲，得亏是命好，这么好的闺女要是摔下去，断了胳膊断了腿的，再或者摔成二傻子。嘿，明将军，我就和他开了个玩笑，后来回来被爷爷拉着喝了2盏茶就给忘记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1个多时辰后，明丽把北冥然打成了乌眼青，全身伤痕累累的给送回去了。疼！许太医，算了，你找个徒弟之类的来吧，再不行找个小太监、宫女什么的也可以呀。世子啊，您要相信老臣，老臣从医50载有余，老臣敢说这经验丰富的，老臣排第1，就没人该排第2。北冥世子心里泪流满面呢。哎呦，本世子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本来就是小伤加内伤的，可被这老眼昏花的许太医给怼成重伤了。我那如花似玉的帅脸啊！为什么还要给他找个经验最丰富的呢？许太医已经70有余了，最近正准备告老还乡，从医50多年，经验老道，只是这腿脚眼睛都不听使唤了。凤琪琪，你可真是老奸巨猾。凤清浅对于他夸奖自己的这个词儿不太满意，半眯着眼盯着他。老谋深算。哎，凤清浅无奈，最可怕的不是皇后年纪小，而是皇后根本是文盲。你再说一个关于朕老的4句，朕就把你牙给拔了。明幽捂嘴不吭声了，凤清浅却始终耿耿于怀。朕才14、15，正是少年之气，怎么就老了？你比我大7岁多。朕瞧你这牙齿也没用了。凤清浅缓缓地威胁道。明幽立刻怂了，摇头。不要，我知道错了。凤清浅准备起身，
方才小顺子去端茶水一直未到，正想起身询问一下茶水为何还没到，明优以为他是真的要来把自己的牙齿给拔了，急了，整个人如同一个球扑腾冲过去。凤清浅本就没做防，被他这么没头没脑的一撞，向后一仰，便倒在软榻上。小顺子端着水进来，哎呦，奴才有罪，奴才什么都没看见。心里则是惊叹又敬仰。我的天哪！皇后娘娘年纪这么小，就敢扑倒陛下了。怎么打算等朕提你起来？明优就抓着他明黄色的睡衣，索性耍赖。你不生气，不拔我牙齿，我就起来。然后凤清浅的睡衣很不争气，很巧合的就松开了，入眼的便是一片白花花的肉。明优发现他胸口处还有一个浅浅的牙印儿。哇，你的胎记很奇怪呀，似乎是被小狗咬到的牙印儿。凤清浅黑着脸，那就是你咬的。胡说，你可别赖我，我记得可清楚呢。凤清浅将他提到一边，爬起来，指着自己的胸口的牙印儿。这还真不是狗咬的，更不是什么胎记，是你1岁多的时候咬的。明优捂着眼睛道：你耍流氓，脱衣服。这衣服是你自己给我扯开的。凤清浅咬牙，脸色相当难看。明优低着头哦了一声，索性放下了手，再三不确定道：真是咬的，你还认识我小时候？何止，从你出生就认识。凤清浅年幼时见到刚出生的明优，就知道这个小丫头一定是个爱闯祸惹事的麻烦。凤七七，你福气真好，我刚出生就被你捡了这么大的便宜。凤清浅勾起手指，朝着他的脑袋敲了一下。这是造孽的缘分。明优揉着脑袋争辩道：指不定你心里怎么偷着乐呢。哼，像你这种长得又老又凶的，脾气还不好，也就只除了长得还可以一点，有钱一点。若不是你爹抓紧机会给你学了门亲事，一辈子你都要打老光棍了。而我可不一样，你看我长得又可爱又好看，脾气好，胃口好，大家都喜欢我。在明优看来，凤清浅动不动就爱往自己媳妇屁股上招呼，能有姑娘真心喜欢他吗？凤清浅气急，他年纪小，只得狠狠地捏了捏他的脸解气。单凭着他的模样来说，就可以迷倒天下上至7、80岁的老妇，下至3岁孩童，更别说凭着他帝王的身份，天底下多的人，也就唯独他一个不将皇后的身份当回事儿，也不将他当回事儿。我小时候牙口真好。凤清浅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，然后耳根子爆红。你冷吗？哎呀，睡觉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不就是被一个刚断奶没几年的奶娃娃碰了一下吗？至于莫名其妙的耳根子红了吗？凤七七，明优继续骚扰他。凤清浅烦躁地睁开眼睛。既然我出生你就认识我，那你一定认识我娘。你跟我说说我娘吧。凤清浅倒是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这么说，想了许久，却不知道从何开口。明优抓着他的被子，声音里透着委屈和可怜。爹爹说娘出远门了，可我都6岁了，娘还没有回来。你说他是不是忘记我了呀？不会，哪里有娘会忘记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？明优的感受他感同身受，他的母后在他出生后便咽了气。你娘生得很好看，性子温婉如水，朕见到她的时候，她总是一身青衣，似月下的湖水，说话很柔，总是轻声慢语的。可你爹却出奇的怕她，他只要做出一个稍稍不高兴的眼神来，你爹再大的原则立刻就没了。你刚满月的时候，父皇总是喜欢隔3差5的将你送未央宫里来，每次你爹来接你的时候，要发好大一通火，你娘就轻瞟他一眼，你爹就老实了。明优年纪小，还不能体会这些复杂的情感，于是转头看向凤清浅。我娘武功很厉害吗？你娘不会武功。那我爹怎么会怕我娘啊？他可是征战沙场的将军，杀人不眨眼的。凤清浅听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词儿时，眼皮抽了一下。他从哪里学会的贬义包用啊？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合理的、明优又能懂的解释。许是你娘弱不禁风，怕把你娘打伤了。明优点点头，
许是聊天聊得太久了，明幽从未这么晚睡过，说着话竟然眼皮开始往下垂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还真是猪，可眼里尽数是宠溺，并没有半分的嫌弃。哼，你这不争气的臭小子，别说她是皇后，你把一小丫头放在那么高的树上，要是摔下来，这胳膊腿摔断了，你如何交代？爷爷，你这拐杖下来，孙儿真成废人了。哼，你若是以后再敢这么目无王法、不顾后果的，我先打断你的腿儿，不用别人动手。训了几句，气也出了。秦王又心疼起自家孙子来，怎么也不请个御医过来瞧瞧？哎呦，可别，爷爷，这都是看着重却死不了的轻伤。您若是去找了那有经验的太医，我这估摸着我这命就真没了。想起那年迈老眼昏花的许太医，北明然觉得他这辈子能扛就扛，不想再瞧见大夫了，更别说是经验老道的。举好了，不然你今晚晚上就可没着落了。明幽气得不行，皱着小脸，心里画了无数的圈圈，诅咒凤七七。长风瞧着，忍不住咧嘴一笑。哼，明幽年纪小，心思可不小，这小年纪就已经是后宫一霸了。今日难得见这混世小魔头被收拾，怎么你也想试试？属下不敢，只是脸有些抽抽了。长风，你得羊癫疯了吗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若不是陛下在，他定得想法子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小魔王不可。偷偷给了明幽一个威胁的眼神，明幽不怕，反倒是大大的回了他一个白眼儿。长风气却无可奈何，这两人的争斗被凤清浅看在眼里，脸越发冷了。哼，都敢当着他和别人眉来眼去，火花四射了。狠不下心来收拾这个丫头，还狠不下心来收拾皮厚的长风吗？哦，既然是羊癫疯，那就得好好重视才行。朕就准了7天的假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长风听到这话，三魂七魄都幸福地飞起来了。长风正要感激涕零地跪地谢恩呢，让许太医给你好好扎扎针。长风刚才还笑靥如花的脸便凝固住了。这许太医，这扎针儿。随后慌了，别陛下，许太医不是告老还乡了吗？哦，许太医热爱救死扶伤，请旨再多带一段时间的徒弟，所以要到明年开春才回去。陛下，属下觉得自己身体健康，还能誓死效忠陛下，不用休假。想起许太医那颤抖的手，长风觉得别说没病，即使有病也是百病全消了。哎，你这乌龟画的真丑，是画谁呢？凤七七呀。哦，他嘴怎么这么贱呢？早知道问这个干嘛呀？他仿佛已经能嗅到阴森森的死亡气息了。你就继续站，这里面热，你站外面去，外面凉快些。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外面有大太阳。这腹黑大灰狼，大坏蛋，这瞎话怎么说得出口呢？朕倒是觉得你手里的这纸张有些轻了，不如给你寻一只千年老龟举着吧。宫里可没有乌龟的。明幽不怕死的抗议道。太湖里倒是有一只，没千年也有个180年的道行了。殿下，陛下体恤您天热，怕晒得您中暑，所以您到树下举着吧。明幽欢快不过1分钟，4双打的茄子蔫了吧唧了。乌龟才举起没2分钟，明幽就直呼手酸，举不动了。许是乌龟觉得被晃动的晕头转向的，一直伸头出来抗议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照着您这法子，乌龟呀都得被您给折腾死了。要不您还是别举了，歇着吧。明幽一听，嗖嗖的立刻放了下来。那你不许告状，就说本宫一直乖乖的举着呢。小顺子哭笑不得。若不是那位正主吩咐的，我这一小太监哪儿还有这大胆子敢自作主张啊？给你降温，咱们也算是一起同甘共苦过了。
以后就是朋友了。既然是朋友，那就该有个名字的，不如就叫七七。还没说完，明优顿时住了嘴。想到凤清浅黑着脸的样子，他决定还是怂一点比较好。要是真叫七七了，估计明早他屁股得开花。有了，都说乌龟可以活1000年，那就叫长寿好了。小顺子一个头两个大，往前推3000年，他也未曾听说过这哪任皇后和一只乌龟做朋友的呀。怎么不见我泱泱大国最贵的皇后娘娘？怎么现在没人恕着你，倒是更加肆无忌惮了？哎呦，好不容易出趟远门，所谓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你可别指望拿我师傅来压我，陛下。南风这声陛下叫得格外重，只要稍微一想起凤清浅娶了个童养媳不说，还是比自己小7、8岁的奶娃娃，他就觉得有趣。凤清浅以前是不是还得给他喂奶换尿布啊？你干脆给这小丫头做奶娘得了。在笑出声的时候，凤清浅手一扬，小小的饮酒杯就塞进了南风的嘴。朕看你这嘴长得也没什么用了，说2句玩笑话而已，怎么就恼上了？听说你的童养媳虽然年纪小，可模样倒是出落的十足漂亮。谁跟你说的？满大街都这么说。哎呦，这家伙臭脾气，得养出一个什么童养媳来？小丫头啊，你哪个宫的宫女？找得到未央殿的路吗？你不是宫里的人吗？是啊，怎么能不是啊？这只是今日忘记带婢女随从了，平日前拥后护的也就没记录了。我看你就像个穷太监，能有什么伺候的人呢？切！明优翻了一个白眼。哎呀，去，这哪里来的这么讨厌？小姑娘家的，这说话还可爱些好，这样才讨人喜欢。他从未见过如此嘴毒的小丫头，刀刀往心窝子上扎。什么叫他像太监，而且还强调他穷？老流氓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不然我可喊非礼了。南天被一个5、6岁的小丫头叫老流氓，心里甚是不爽。更可气的是，这小丫头居然说他非礼。他又不是凤清浅，有养童养媳的特殊嗜好。童养媳？凤清浅这家伙的童养媳可不就是5、6岁的年纪吗？你是小皇后？南天惊讶道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长得哪里倾国倾城了？不说丑就是客气的了。明优这性子什么都好说，只是不能说他不好看或者丑。南天这还未说上3句话，便开始嫌弃他的样貌了。这真是叔叔能忍，婶婶不能忍。明优瞥了一眼在地上的长寿，恨不得拿起长寿往他脑袋上砸。随后眼睛眨了一下，便来了主意。你不是要去未央殿吗？我倒是可以带你去。说着热情地牵着南天的手，你一直往那边走便是，顺着小道别拐弯哦。一炷香的时间。那甜甜脆脆的声音里带着无辜和天真，南天不自觉地便信了。一个小丫头，性子单纯，脑子有限，能有什么歪主意？当南天像一只猫头鹰被挂在树上欲哭无泪时，心里便后悔当初的想法了。嘿，去他娘的性子单纯，脑子有限！这小丫头整个一个祸害人的这是精啊！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等我回去了，找到这小东西，一定要用最毒最烈的毒药，让这小东西求死不能，求生不得。明优躲在被窝里吃着冰葡萄，听着如意给他说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好不惬意。只是一个冰冷的声音吓得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明优将被子一蹬，整个人坐在被子里装睡。凤清浅进来，看到软榻上那瘦弱的小背影，见过陛下，殿下他早睡了。凤清浅也不戳破他，于是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句，盯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。躲在被子下装睡的小人只听得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声，心底越发的虚了起来，紧接着打了个冷嗝，没听到。明优气得想捶床，他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喝口凉水都塞牙，装不下去了，弱弱的爬起来。凤七七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如果说
这是我特意给你捂热的，你感动吗？殿下，墙都不敢扶，就扶您呢。这瞎话您也能说得出口？凤清浅将葡萄端起来，明幽立刻塞了2个在嘴里，飞快地嚼吧嚼吧就给咽下去了。拿走就是，反正本宫吃够了，不稀罕。扭头在一旁做事生气，可眼神却忍不住偷偷地瞟葡萄。不喜欢吃，不好吃。不喜欢吃还像馋猫一样的盯着看，说话也不嫌打脸。我就随便看看，哼！那地上的葡萄皮是谁吃的？看着地上盘子里大半盘的葡萄皮儿，就知道明幽对于吃战斗力不可小觑了。换在寻常人家，估计得一人吃饱，祖宗18代挨饿的。难怪说他是天生的富贵命，这吃量不富贵还能活？长寿，黑儿，反正不是我。说着，眼睛不经意地看向如意去。如意立马撇清干系，这可是上等御贡，奴婢可没胆吃的。凤清浅捏了他的脸一下，朕还有事问你，南天是你将他引诱挂在树上的？明幽摇头，凤清浅依旧盯着他。这不是我啊，你看我个子这么点儿，树干都够不到，这一看便是长风做的，要么就是长伤。长风说了，绳子是他做的不假，可是好几天前的事了。绳子是长风做的没错呀，可圈套是那人自己钻进去的呀。那么多路，他偏巧走那条小路，走小路吧，偏巧踩到绳子，只能怪他自己蠢。若不是天色前晚，伺候他的奴才没见着人影，来找朕，岂不是要挂一夜？不会，晚上有侍卫会过来巡夜，你忘记了吗？上次我们还碰见来着呀，还是你告诉我的。这话说的倒是让凤清浅不好训他了。谁让他说我丑来着？要不是我打不过他，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。这小丫头人小心眼更小，从出生还未懵懂无知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是听不得别人说她丑是丑八怪。还在襁褓时，只要拍着她说丑八怪，一定嚎啕大哭不止，怎么都哄不乖。说话时，爹娘没学会，先学会了美。这缺德小丫头果真应了那句最毒妇人心呐，越小年纪的女人越毒啊！故意指错路不说，还特意给下了西洋粉，又让自己进了圈套。这凤清浅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，这年纪的小宫女儿在宫里恐怕挑不出几个，她一个用毒高手，却吃了一个小小的西洋粉的亏。哼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了。南天越想越气，收拾不了凤清浅，还收拾不了这熊孩子吗？提高一点，殿下，您可坐稳了，奴婢要推了啊！南天听到声音，更加确认这就是昨儿得罪他的人了。哼，皇后又怎么样？一个熊孩子，他非得好好收拾收拾，让这熊孩子知道锅是铁铸的不可。明幽转眼便瞧见了南天的脸，内心一紧，这货是来报仇找麻烦呢。南天乃是毒王的徒弟，最擅长用毒，可惜就是不会什么武功。有句话不是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吗？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，刀剑可是不长眼睛的。再推高一点。宫女们见来了人，可明幽装作没看见。南天依旧想着该用什么毒药来收拾他了。哑药，先毒的他10天半个月说不出了话，看他这张伶俐的嘴还能不能骗人。你是来找我寻仇的吗？没有，本公子是这么爱斤斤计较的人吗？当然不会和一个小孩子计较了。是啊，对一个小孩子下手就是禽兽不如啦。你在骂我？没有啊，你又没有对我这个可怜弱小的孩子动手。虽然我知道你心里在想着无数的法子来折磨我呢。你可不是什么小孩子，整个一混世魔王，害得我昨天倒挂了1个多时辰。我只是好心给你指了路的，这圈子又不是我弄的，你自己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也怪不得我呀。这后宫一霸读书的倒是没上进，可这骂人的话倒是学得精通，果真是很有天分的。南天走过来就揪着他的耳朵，将他从秋千上提下来。今天看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你！你干什么？我可是皇后，一人之上万万人之上的皇后。这可是百毒丸，看你真可爱，实在忍不住就给你多吃2颗。救命啊！救命！长风，救我！
长风知道南天也就是吓唬吓唬他，只要别太过分，让他交不了差，他还是很乐意有人隔三差五的收拾一下这个小丫头的。这百毒丸死不了人的，所以不用急着喊救命。只不过吃了会让你这白嫩嫩的小脸上长出一些不那么可爱的青斑、红斑来。你这个变态，你就是嫉妒我长得好看。哼！周围的小宫女站着也不是，可叫救命也不符合氛围，这算是刺客吗？你们干站着干什么？等会儿我耳朵都要被揪掉了！我快去找凤七七呀！就是找他祖宗都没用了。说着就往明优嘴巴里塞药丸，明优满脸拒绝，可嘴巴碰到药丸的时候，率先尝出了甜味儿，甜甜的。随后反应过来自己吃的是什么，脸白如晴霜，他真的把毒药吞下去了。南天也懵了，他只是想吓唬吓唬这个小丫头，没想到阴差阳错给吞下去了。这要是凤清浅知道了还了得呀！南天手一松，立刻没出息的逃跑了。凤清浅去未央殿的时候，明优坐在树上哭得绝望。大坏蛋，给我吃了毒药，我要变丑了。看你以后还敢皮。凤清浅又心疼了。不是，他给你吃的是糖果，没毒。那糖果你吃的时候不是甜的吗？那我不是白哭了吗？早知道那就多吃2颗好了，还不枉费我哭这么久。南风这个王八蛋，这根本不是糖果。白嫩的脚丫子此时与脸上的大片青红斑交错对比，怎么回事？一个两个的不服殿下，站着看热闹啊！如意去扶的时候，只瞧见一只没獠牙的青面妖怪。殿下，如意，我的脸这么吓人吗？如意咬牙，艰难地适应了一下。没有，依稀中还是能辨别出您可爱的容貌的。你这笑比哭还难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该请太医的请太医，该找陛下的请陛下，该换热水的换热水。宫女们这才慌乱地退出去。如意用热水拧了帕子给明优擦脸。你还是不要碰我了，我脸上有毒，他们说会传染。殿下没事的啊，奴婢不怕。明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。如意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凤清浅进来就听到明优的话，心里哼了一声，这个小白眼狼，前不久刚说他是天下最好的人，这没2天就转了风向了。抬脚迈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瞧见明优转过来的小脸。凤七七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现在丑得像妖怪？谁说像了？妖怪可不一定有这么丑的。明优不想活的心都有了。凤七七，你太过分了！顿时气得眼泪又出来了。紧接着明优一呼吸，还迅速的冒了个鼻涕泡。凤清浅清透的笑声从胸腔里喷发出来，连如意都忍不住破功笑了出来。我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吧？一股浓浓的绝望感笼罩着他。没事儿，朕觉得看多了也就顺眼了。倒头躺在软榻上，一脸死气沉沉的样子。凤清浅只好拿食物做诱饵，刺激他。今天早上的御膳房有麻辣肚丝、万福炭烧里脊，还特意给你预着炖来的1夜的酸萝卜老鸭汤。我没胃口，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。命人传膳。我不想吃。明优将头扭向一边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现在丑恶的嘴脸。让朕多瞧几遍，以后治不好也能看习惯了。明优气得抬脚便是踢了他一下。都是怪南天，等我抓到他，非得把他脚心用羽毛给挠破不可，然后让长寿把他的肉一口一口咬掉。以往配上他的小脸蛋儿，那就是又凶又萌的，可如今倒是成了丑凶丑凶的了。午膳端进来，食物的香气便随着四周蔓延了。新来的御厨师不错，这里急烤的嫩而不腥，火候刚好，赏。明优听了这个，哪里还躺得住，一咕噜爬了起来。哪里是新做的了，还不是和往常一样？
可出来都出来了，不吃2口好像不划算。明优拿着勺子笨拙地舀起一小块来，塞进嘴里嚼了嚼。治你，有的是法子。哪里是新做的了，还不是和往常一样。可出来都出来了，不吃2口好像不划算。明优拿着勺子笨拙地舀起一小块来，塞进嘴里嚼了嚼。治你，有的是法子。我把长寿给吓死了。2人皆是一惊。殿下，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好好的长寿怎么会死呢？我去拿小虾米给长寿吃，刚蹲下，长寿伸着脑袋出来吃，看了我一眼，就吓死在龟壳里了。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丑是丑，可以后就慢慢习惯了，还不至于能吓死人。方七七，你快找太医看看，能不能抢救长寿吧。这宫里的太医是可以治人的，兽医暂时没有。明优一边牵着凤清浅，时不时的还要哭2声，追到他的乌龟。长风不是说乌龟养得好，能给人送终吗？凤清浅俯身看了看，长寿整个龟都缩在壳子里，把长寿放在专门给他砌好的小池子里，洒了一些水在他的龟壳上。长寿还是没什么动静。我竟然丑的把乌龟吓死了。凤清浅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，丑萌丑萌的，竟然莫名的觉得有2分可爱。许是长寿心情有些不好，躲在里面不出来。他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刚才还高兴的准备吃饭呢。肯定是我吓的。长寿啊，你可别死啊！你快给我瞧瞧长寿。张元接过来，仔细端详了许久。明优一脸紧张。这乌龟……什么？生怕他下一刻说没救了，烤了吃算了。这乌龟呀，这龟龄至少得有100来年了。凤清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这乌龟没死，应该是这2日晒不到足够的阳光，有些失落。只要每日让它多晒一会儿太阳就行。记得晒的时候常常往龟壳上洒水。明优这才信了，将长寿放回池子里。长寿，我会记得给你多晒太阳的啊！提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。凤清浅命人给了赏，让小顺子送人出去了。送了张大夫过去，小顺子还是将张元的话转述给了凤清浅。我要去看凤凰。山海经里说了有凤凰，还有长幼。有凤凰的是丹穴山，有长幼的是长幼山。山海经里的神话信不得真的。那都有天鱼山，为什么没有丹穴山、长幼山啊？说不定是你孤陋寡闻呢。凤清浅捏了他惨不忍睹的小脸一下。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4洲4海之土，南有全有，朕自是知道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下得去手？朕倒是觉得你这样挺好看的。陛下呀，您越发口味重了，而且变态。小殿下这样您都下得去手，这过不了多久估计也能下口了。那谁去天鱼山？长生去。那我跟着长生去就行，反正长生武功高，人又靠谱。凤清浅心里生出了那么一丝丝不乐意。他武功就不好，人就不靠谱？长生瞧见你这模样，得吓出内伤不可，谈何保护你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我这样挺好看的吗？哦，朕的审美不正常。明优急得直跺脚。凤七七，你太欺负人了！瞧你这小短腿短手的。明优差点没给气炸了。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有没有除暴安良的？收了这个讨厌的凤七七。没有，凤清浅就是王法。小顺子不忍直视2人的幼稚。陛下大概是把所有的幼稚都分给了小殿下吧？若不是天天跟着伺候，他准以为殿下被换了脑子。明优可没有死心，打算死皮赖脸地跟着长生去。长生的马儿还未上，明优已经拽着他的衣裳不放手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去，不放手！小顺子，把殿下抓回去！不走，死也不走！长风无法了，
明优感觉自己被提起来，心里多了一丝小忐忑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已经被甩上了马背了。走吧，我准备好了。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，不知道的以为他要完成多大的壮举呢。长生，你身上的味道好奇怪哦，像是凤七七的。一路上都是明优瞎嘀咕，长生却半句也没有。长生，若不是我早上让如意偷偷去看了凤七七还在宫里，我准会以为她此刻就在旁边监视着我。不过她可没有这么好说话，现在知道我偷偷跟着你出来了，还指不定想着法把我的屁股揍开花呢。我要纸和笔。站在门口招呼的小二瞧见明优的脸，吓崩溃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张着口不动，片刻后晕倒在地。他在说我吗？没，他是鬼附身了，所以才这样。明优怕吓到其他人，索性将脑袋埋在长生的腿上，不吭气儿，眼泪却扑哧扑哧地落下来。没事儿，他许是得了什么羊癫疯，不关你的事儿。长生虽然平时和明优总有些不对付，可心里还是护着他的。2间上好的套房，准备些精致的热菜送上来。明优在屋子里没有陌生人总是自在多了，还刻意地凑到长生眼前晃了几圈。若不是一路跟着你出来，我都以为你是假的长生。小夫人啊，你这头盖骨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想象力可真丰富。明优歪着头看了长生许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凤七七在暗处盯着我，让我有种凉飕飕的感觉。明优突然迅速地抓住了他的下巴。凤七七，哼！凤清浅也没有想到他会认出自己来，一怔。明优从他下巴处扯了半天，不见有什么动静。难道真不是？奇怪，故事里都是在这样的呀。这拉扯的凤清浅脸生疼。你这爪菜要不要了？明优识相的松了手。凤清浅自己起身，约莫一会儿，伸手利落的将面具撕下来，露出熟悉俊逸的脸庞来。哇，真的有人皮面具和仪容术啊！这人皮真的是人的皮做的吗？小小年纪思想倒是变态。这是猪皮，跟着易容膏制作的，材料容易得，但技术很讲究。我还以为是从长生脸上扒下来的，都是如意胡说八道。如意跟他说过很多故事，里面便有易容术，说将人的皮揭下保存，换到另一个人的脸上，栩栩如生，像是自己的脸。如意说从下巴处就能抠出来的，所以那些易容的妖怪总是要离着人远一些，怕人察觉。那是故事里的换皮，不是易容术。这人皮面具贴合极强，要用清水打湿后才会有缝隙。要不你也给我弄一个我以前的脸，这样就不怕吓到人了。小孩子不可以用。你不是说你不来的吗？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？你性子野，指不定怎么祸害长生呢。朕不在，你岂不是无法无天了？他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没这小丫头跟着，他倒是还清静了。第二天启程的时候，长风看到凤清浅没戴人皮面具，一惊。小夫人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话音刚落，凤清浅牵着马走过来的时候，长风已经化身一阵风，迅速翻身上马，逃难似的策马往前走了。凤清浅将明优提到马背上，坐好了。连着10几日的路程，总算是赶到了天鱼山附近。这里的气息都是甜甜的。走了1个多时辰的路，总算是步入了天鱼村。天鱼村在这里上千年，祖祖辈辈的人都在此安居乐业。暂时找了一户人家的空房子租住，村里闲的妇女小孩都赶来看热闹。瞧见凤清浅的模样，女人们眼睛都直了。啊，这哪里是凡夫俗子啊，这明明是天上的仙君呐！明优看着小院外面围满了人，他们这是把我们当肉了，还有馋的流口水的。嘿嘿，小夫人，你不懂食色性也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真的有那么吓人吗？凤七七，我把人吓晕在门口了。无碍，你关门回来便是。哦，老实的将门关上了。等媒婆醒过来，已经是正午了，哪里顾得这许多，犹如3魂丢了1魂，慌忙往家里逃了。
不到半天功夫，村里便有新的八卦出来了。这新来的仙君真不是普通人，还养着一只小鬼儿，还是小妖怪来着，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丑陋猥琐。这一下想去提亲的也不敢了。明幽在院子里玩，听得外面路过的3、5成群的小孩在说河里有鱼的事儿，明幽也很心动。明幽瞧见村里4、5个孩子在下游互相嬉戏打闹，明幽心生羡慕，可又不敢过去，默默地去了上游，学着那些小孩的样子，将裙子卷起来，脱了鞋子便趟入小溪里。好凉快！水里的鱼虾很小，游动得很迅速。明幽年纪小，又没有经验，忙活了小半天也一无所获。快看，那小丫头是谁家的？那是新来那家养的丑八怪吧？瞧她那身衣裳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新衣裳，一个劲儿的显摆什么呀？切！这么一说，周围的孩子眼巴巴的一看，呵，一个丑陋无比的丫头，居然还穿着那么好的料子，心里都有些不舒服。一个新来的，还敢去上游抢我们的鱼，看我不得好好教训他！哼，丑八怪，谁允许你动我们的鱼？懂不懂规矩？还不跪下给本大人认错！一个脏兮兮的土包子也想在他头上作威作福。他明幽是谁呀？能欺负他的只有凤七七一个。他又爬起来了。二丫瞧见他的眼神有些害怕，那目光像是山林里的狼，加上他的脸又中了毒，显得越发瘆人。我们走吧，他流血了。不许走，看我今天打死他！转头怒哄哄的就将刚站起来的明幽往水里按。明幽力气小，挣脱不了，被铁蛋一直按在水里。明幽挣扎了半天，今天不求饶，我就淹死你！明幽被他按得身体发疼，自己力气小，硬碰硬不是对手。铁蛋哥哥，我错了，你放我起来，我这就给你跪地求饶。真的？公子，公子，你们家小姑娘死了，快去瞧瞧！紧接着，凤清浅就从屋子里冲出来。在何处？我听三婶说的，你们家那小姑娘许是在溪水边被人打死了。话还未说完，眼前白衣身影早已不见。长风推门而出，紧跟着冲了出去，着急的不行。这可别出什么大乱子。在宫里是大家让着他，出了门可没人认识他。救命！你们也想死吗？这一幕让赶过来的三婶也吓到了。小丫头，你干嘛呢？杀了他！明幽瞪着脸被鲜血染红的铁蛋，这种人不给些颜色看看，他以后岂不是要为非作歹了？你这小小年纪的心肠倒是狠，这杀人可是要坐牢的。快，你过来三婶这边，三婶知道你受了委屈了，三婶找村长给你做主啊。他要把我在水里溺死，就不用坐牢了吗？铁蛋刚才那2下被揍狠了，知道了明幽虽小，心肠却狠。明幽用白嫩的脚丫子踢了他的腿一下。知道错了吗？也不知铁蛋是吓懵了，还是孩子多不想失去自己的脸面，因此只是哭，一言不发。明幽拿着鹅卵石朝着铁蛋的腿又是砸了一下。我问你，知道错了没有？你再哭一个试试。铁蛋不敢吭声了，只是猛地点头，生怕明幽又毫不留情地给他2下。很不错，那气势仿佛是俯视众人的女王。以后你们还敢这般放肆，这就是下场。好啊，你这个小妖怪，一个外村的，敢欺负到我儿子头上了啊！上前就想打明幽，长风伸手拧着他的手。你再动手动脚，我就拧断你的手。哎呦，村长啊，您瞧瞧，他们家大人都这般狠呐，怪不得我儿子都被他们打死了。那孩子，大夫在医治啊？是，流血过多。那别医治了，我给你们家500两银子，买你儿子的狗命。你们欺人太甚！那我倒是要问问，你们家儿子先想溺死我们家小姐，这账怎么算的？我们家小姐不过是正当反抗，若说失手砸死你们家铁蛋也是该的。谁叫他小小年纪就作恶多端？你们若是不服，咱们可以去县城告官呢，理论理论去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再盲踹还能大于王法。可你们家的不是没事吗？哼，老天爷眷顾我们家小姐没事儿，
有事儿你们见命可难抵。我警告你们，以后还敢对我们家小姐生事儿，别怪我剑不留情。众人皆被吓得胆战心惊的，不敢吭声。公子，这确实是翠花家的不对，可铁蛋毕竟也是个孩子，这伤了脑子，翠花家日子也不宽裕，这医药费……若他有命受着，尽管狮子大开口，本公子给得起。可我家阿优身上这蹭破的伤，受的惊吓，可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的。不就点擦伤吗？我们家可没什么钱，更没什么人参鹿茸。本公子不缺这些散碎银子，只要你们家铁蛋有命受着。哼，只是我家阿优受的终究是要讨回来的。等铁蛋好了，每隔5天，阿优便会动手揍一次铁蛋，医药费我全包了，揍到他死为止。哼，刚才不是还一副英雄气概吗？现在怎么怂了？凤清浅拿了膏药给他擦手臂。朕平时怎么教导你的？出手要狠，出事了有朕给你顶着。你倒是好，弄得满身伤痕。我手没劲儿。哼，你踢朕的时候怎么撞得如牛一样？明优这一仗打得天一村的小孩胆战心惊的。明优出门，其他小孩子看见都是要绕道走的。看来你不只是后宫一霸了，现在都延伸到村霸了。长风，你不要逼着我锤爆了你的狗头。凤七七，这里面有蛇，它会不会咬到我呀？咬到我，会不会马上就死了？不会，长风在前面看着。明优不死心，那会有狼突然窜出来把我叼走吗？我觉得我个子小，目标大，这样不安全。凤清浅看他，明优笑嘻嘻的抓着他袖子。要不你背我吧，这样蛇咬不到我，狼也抓不着我。小殿下套路可真多，这就是走不动道，想让殿下背着他吧？凤清浅弯腰下来，明优欢呼着爬上去了，搂住凤清浅的脖子道：凤七七，你真是整个天下最好的人啦！凤七七，你真是整个天下最好的人啦！不说朕是暴君、坏蛋、老流氓了？那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惹恼了凤七七，谁背他呀？那估计是猪抢的吧？凤清浅也吃定他不敢乱说，故意嘲讽他是猪。转了傍晚，也没见有什么长得相似的药草，三人只得先找了一个破旧的山洞休息。凤清浅便带着明优在周围找些柴火，晚上好生火。从未出过皇城的明优在野外像是撒了欢的小动物。凤七七，你快来！哇，凤七七，里面竟然有一只小狗！那是狼。要是能带回去做宠物就好了，不如我们把它救上来吧。若它长2年，你就是它的食物了。凤清浅可不想救一只狼上来。那我们不带它回去，它一定有父母，我们救上来，它可以回家去。陷阱太高，轻功下去上不来。凤清浅看了一眼陷阱，约莫有1丈多高。明优不死心，想了一个主意。那你把绳子拴在我身上，把我放下去，我把小狼拉住了，你就拉我上来。不行。凤清浅果断拒绝，谁知道这小畜生会不会咬人？凤七七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你看他年纪那么小，就和我一样，如果我掉陷阱里没人救我怎么办呢？朕不会让你有危险。可是明优气急了，想不到什么说服他。你不让我救他，我就在这等着不走了。猎人来看见他，一定会将他抓去剥皮抽筋的，还会被饿死。没感动凤清浅，倒是自己想着想着，心酸的哭了。他娘知道了，一定很着急。凤清浅沉默了一下。你扔个东西下去，若是他攻击，就不许下去。好。从地上捡了一个小土块，扔到小狼崽的旁边。小狼崽动了动尾巴，更加缩作一团。你看，它没有攻击性。凤清浅将匕首拿给他。你要是下去了，他发狂突然咬人，你敢用匕首割了他的咽喉吗？明优咬唇，想摇头的，可摇头，凤清浅就不会让他下去救小狼崽了。于是鼓起勇气点头。敢。凤清浅看在眼里，却没有戳破。将绳子绑在他腰杆上，反复检查了，这才将他缓缓放了下去。
凤清浅将他放到陷阱底，明幽站在陷阱里，没急着过去碰小狼，而是掏了一块小肉干丢在小狼崽的旁边。小狼，你别怕，我抱你上去。凤清浅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虽然他清楚知道这小狼崽还在吃奶的阶段，可还是怕明幽出什么意外。凤七七，你看他多乖呀！长风回来的时候提着一捆柴和一些野果。哎呀，你们还猎到肉了？明幽拦在小狼崽面前，它不是食物，它是我从陷阱里救回来的。陛下，您还由着小殿下养上狼了，那等会儿引来老狼怎么办？在陷阱里待4、5天了，要是有寻来的早就寻来了，还是个没断奶的小狼崽。这看着确实像个小狗崽，你不会真带他回去吧？他娘要是来找他了，我就让他回去了。长风没敢告诉他，一般这种小狼崽能丢了的话，定是母狼出了事。小狼崽还小，不太会吃东西，明幽只能给他喝了一些清水，吃了一些泡软的馒头。这牛肉干太硬了，小狼崽吃不下，早知道带点软的肉。这么锋利的狼牙，白长的吗？将牛肉干撕碎了，凤清浅拉着小狼崽的嘴塞了进去。敢吐出来，就把你舌头割了。也不知道是小狼崽饿了，还是被凤清浅略带杀意的眼神吓到了。小狼崽识相的咽下去了。明幽摸了摸小狼崽的头，也不知道你娘找你没，保不准跟我娘一个性子，许多年都不来找我，像是把我忘记了。你呀，还是跟着我吧。我背得动的，你别扔它。真是长骨气了，脚磨破了都不吭一声。明幽双手紧紧地放在小狼身上，不吭声。长风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明幽死活不让他背着小狼崽。长风接过小狼崽来，轻巧地投进背篓里。嗨，放心吧，准把他照顾得好好的。朕在你心里就是这样坏的人，连一只狗都容不得。他是小狼崽，不是狗，那是你自己说的。小狼崽的狗命还在长风手里，心里默默嘀咕：你不坏，天天欺负人，隔三差五的就把我屁股揍开花，给他吃素菜不吃肉。凤清浅反手狠狠地拍了他屁股一下。这小丫头片子，别人给的好一点也记着，可别人给的坏也通通记着。在山里待了3天，三人将能找到相似的草药通通给带了回去，准备拿回去让人先鉴别一下，毕竟见过洗眼草的人很少。听到明幽回来，小天端着酸枣糕急冲冲的便赶来了。小天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狗吗？谁送你的？长得不太可爱。这是狼，我从山里的陷阱捡到的。明幽洋洋得意地将自己救小狼崽的故事说了，只不过顺带夸大了许多。哇，哎呦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，这是连大人都不敢做的事情啊！小狼累了，低着头就冲过来蹭明幽的裙子。小天胆怯地往后退了2步。哎呦，他会不会咬人呢？反正他不咬我。小天又连着后退几步，可又想和阿优多玩一会儿。阿优和他认识的小孩子、大人都不一样，他勇敢善良，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叽叽喳喳还爱哭。看着2人在院子里和小狼崽玩，小天该不会是喜欢小丫头吧？这样瞧着倒是蛮般配的。虽然五公子家条件好，可这小丫头长得这么丑，像是恶鬼一般，能有人要就不错了。这丑八怪没了，自己又能嫁给五公子，那真就是完美了。凤清浅看了一眼蹲在地上逗蚂蚁，小狼崽在旁边跑来跑去的，大有一副青梅竹马的架势。凤清浅本就脸黑了，芍药还继续添油加醋的。哎，真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滚！五公子，你别生气，小孩不要让我再说一遍。凤清浅眼里的怒意压抑不住，蔓延出来。芍药白着脸不说话。芍药姑娘，我们家主子心情不好，还请您回去吧。芍药灰溜溜的走了。
凤清浅看了一眼还在说话的梁小芝，扭头转身便进去了。收拾东西，提前回去。长风觉得主子这醋吃的莫名其妙，小孩子喜欢跟同龄的小孩子玩，很正常。都说3岁一个鸿沟，这陛下和小殿下差着7岁多，那就是2座不可逾越的鸿沟了。明幽走的时候，小天还特意一路跑到村口来送他。哎呦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不知道，可是你以后可以去皇城看我。想了想，从腰间翻出一块小牌子，2颗珍珠来。这个给你，以后你去了皇城，拿着这个去明将军府找我。还有，这个是送你的礼物，这样你就有钱去念书了。明幽之前嫌弃过小天不识字，后来知道小天家里穷，还有2个弟妹，没法给他念书。明幽一直心里有些愧疚，他爹说过的，男子汉不许轻易拿别人给的东西的，可犹豫了许久，还是接下了。谢谢你，阿优，我以后一定去看你。阿优，你病一定会好的，要是不好，将来没人要你，我会娶你的。村里的人都在说阿优丑得像是鬼一样，可小天觉得阿优是这天下最好的姑娘了。哎呀，这皇帝的媳妇儿你也敢抢，活得不耐烦了。明幽还是很感动的，一直伸头看着越来越远的小山村。你若是不老实，我就把你的狗丢出去。你说该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？不如就叫战神吧，多威风凛凛呐！那等你爹进宫来，估计要把你的狗腿给打断。他爹可是闻名天下的战神。不叫就不叫，那么凶干嘛？哼！小殿下，取个名字而已，哪这么麻烦呢？什么旺财来福，这元宝，这多的是。可他是狼，又不是小狗，取个这些个名字，以后若是遇到同类，听到了岂不是要被耻笑？真是坑爹的好闺女啊！所以你就忍心你爹被嘲笑？虽说这小崽子是狼，可是狼狗不分家，若是被传了出去，明将军的一世英名也就算是被毁了，以后还如何威震四方？明幽把生平所学的都用上了，终于取了一个普通而又像样的名字——韩月。陛下辛苦了。凤清浅没理他，伸手将明幽从马车里提下来。南天瞧见明幽的脸，吓得一哆嗦。哎呦，亲娘啊，这真的挺吓人的。你个卑鄙无耻的家伙，你还有脸说？看我今天不把你剁了喂狗！然后韩月就从马车后冲过来了。韩月虽然还是小狼崽，刚断奶，毕竟是4只腿的，假以时日，南天的大腿估计是保不住了。凤清浅每每想起这个画面，这家伙也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了。明幽脸上敷着药，南天静坐了半个时辰，也不见有什么效果。不对呀，是好是坏，这总该有一点效果的。明幽听着这话，猛地抬头：“你不会给我用错了解药了吧？”胡写，反正都丑成这样子了，再毒的药也拿你没办法。是啊，还真是感谢你，真是气得想感谢他祖宗18代。算了，丑就丑吧，你还是先去洗洗手。对呀，这人生在世要看开些，反正你都已经嫁人了，这美丑无所谓。老鼠夹。别客气，特意为你准备的大礼哟。你这丫头太歹毒了。别害怕嘛，我不过就学着礼尚往来而已。如意急忙将他的老鼠夹拿下来。南公子，抱歉了，奴婢们也不知道小殿下他在什么时候安排的。南天刚坐下来，接着又啊了一声，猝不及防的摔倒在地。你高兴啦？这桌椅板凳可能有些不大好使哦。女人果真是最小肚鸡肠、最记仇的动物了。他总觉得这坏丫头不止这些鸡毛蒜皮的恶作剧。你药也给敷了，本公子就先回去了。
南天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所谓36计，跑为上计。明幽倒是没拦着，反而挥挥小手：“南大哥再见，需不需要我送送你呀？”哦，对不住了，南公子，属下以为是刺客呢。你家刺客没事大半夜瞎晃悠，还正大光明的走正门啊！南公子，真是抱歉了，要不属下帮您把胳膊接回去吧？哎呦，我去你妈的！南大哥，瞧你都感动哭了。老流氓，扒光我衣服干什么？里面在干什么好事儿？凤青姐，我要告诉我爹，你占我便宜摸我屁股。哎呀，这殿下这是在长风侍卫，怎么这么猥琐呀？陛下今年14岁，娘娘才6岁，是我猥琐吗？那里面让人浮想联翩，好不好？说不定咱们陛下就有恋童癖。然后就被长生从树上踹下来了。哎呀，你该换一脑子了，这不只是猥琐，是龌龊。明幽被凤清浅提在浴桶里坐着，嘟嘴，一脸不快。你要真帮你擦？不要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可不能让你这老色狼占我的便宜。明幽，你皮痒了？老？他哪里老了？年少14，你大我7岁多，按虚岁算就是8岁，14差不多马上就20了，我才6岁。凤清浅差点没被他气死。我洗好了，你转身过去。凤清浅径直将他从浴桶里提起来，扔在软榻上的。你想对我耍流氓？凤清浅白了他一眼。我警告你，你别想威胁我占我便宜，我会宁死不屈的。我警告你，你别想威胁我占我便宜，我会宁死不屈的。凤清浅坐下来给他擦头发上的水。原来你是要给我擦头发呀？不然你以为朕要干什么？非礼小矮子，长得比猪还磕碜就算了，胸脯上还没2两肉。明幽果真低头瞧了瞧自己平躺的小胸脯，嘟嘴不吭声。凤清浅瞧见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明幽连着敷了7、8天的洗颜草，脸终于有些起色。想起许久都未出去走走，明幽决定去太湖附近转转。看到你还真是变成丑八怪了，难怪最近不敢出来晃悠了。你闭上你的狗嘴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是属疯狗的吗？张口就要咬人，你敢说本宫是疯狗？我父亲可是南轩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南轩王，那可不是你亲爹。本宫是皇后，一人之上万人之上的皇后。你南轩王再大也大不过皇帝。那是因为我义父不想当这个破皇帝，这天下都掌握在我义父手里。凤清浅不过是个傀儡皇帝，这话你倒是有本事当着南轩王去说呀，平时怂的跟一只过街老鼠似的。你再胡说八道，你试试！醉心恨恨地跺脚，忽然去推搡明幽，突然窜出一只黑影，朝着醉心扑过来。醉心没看清，被韩月吓一跳，所幸醉心歪了一下，还是稳住了。韩月站在明幽跟前，嚎叫了一声，龇牙咧嘴的看着醉心。只要醉心一动，他就发动进攻。以为韩月是狗，在宫里养了近1个月，个子是长大了些，可不出声看着还是像只狗。可韩月嚎叫的时候，醉心才发现这畜生是狼。韩月似乎不满醉心说他是畜生，又立刻龇牙咧嘴的。韩月可不喜欢听别人说他是畜生，他有名字。醉心怂了，这丫头面前有狼，即使她会些武功，可听说狼的速度很快，正想退开，韩月又开始龇牙。正在为难时，醉心瞧见一抹白衣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明幽站着看得莫名其妙，醉心是被鬼上身了吗？一人一狼对视了一眼，接着醉心自己愉悦跳进了荷花池。明幽觉得醉心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？自己喊2声跳进去干什么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明幽转头，吓得被明然往后一退。阿幽，明幽眼睛抽抽，他有这么恐怖吗？阿幽，我不是嫌弃你啊，我是有些惊讶。明幽点点头，好吧，
他也悄悄地承认，他确实有点吓人，毕竟长寿之前差点被吓死。刚才是你叫救命的吗？明幽指了指荷花池里，他最先装作一副溺水的样子，时不时地挣扎2下。救命！救命！我还以为是你落水了，所以飞奔来的。那我赶紧找人救他上来吧。说是这样说，可是北冥然半天也未挪步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确定这样能找到人来救他吗？这货是想让最先死得快点吧？哎，没人，那咱们走吧。北冥狮子，救命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说着就往下沉。你确定不救他？你想救？明幽点头又摇头。北冥然依旧不动。他会游泳。许是最新觉得装不下去了，自己爬上来了。明幽被惊得掉了下巴。还得这样的？北冥狮子，好冷，是皇后推我入水的。你还要脸吗？天下竟然还有这等厚颜无耻的人！哦，本狮子没看见。哎呦，我们走吧，我这次给你带了很多稀奇的玩意儿。明幽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你太好了，终于好了，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还是我这如花似玉的小脸好看，多招人喜欢呢。是好看，脸皮这么厚一层，能不好看吗？嘿，朕倒是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没人夸自己，索性自己夸起来了。风七七，你看，我脸好了。哎，朕不瞎，不用凑那么近。你都不认真看，有没有觉得我比以前更好看啦？猪就是猪，长得再好看也是一只小笨猪。快去洗脸。你给我洗，是你自己说的，猪可不会自己洗脸。凤清浅被他的懒给打败了。哎呦，听说你脸好。参见陛下。哎呦，你真的变回来了，而且更好看了。明幽笑了2声，其中夹杂着些许不好意思和开心。凤清浅的脸立刻臭了。这小丫头长得真是猪脑的，别人随便说2句花言巧语就信了，还乐成这样。北冥然这小子也不老实。阿优生的好看还用他说吗？你脸好了也就能出去玩了。御花园的古树上，老鸟生了一窝小鸟，都快要学会飞了。你快吃早饭，吃了我带你去看。凤清浅一听，蹙眉。明幽端起桌子上的玉碗，一口气咕叽咕叽地喝了下去。我们走吧。北冥然拉着明幽的手跑了。去把鸟窝挪了，看他们怎么看。哎呦，你喜欢凤清浅吗？喜欢呢，虽然他总是欺负我，经常打我屁股，还不给我吃肉，动不动就让我抄3字经，还总是臭着个脸。凤清浅待在树上，方才还一脸老父亲猥琐兴奋的笑容，下一秒听到明幽如数家珍地说着他的缺点。他这么不好，你还喜欢？那我爹也揍我，我也喜欢他呀。还有清华、如意、长风、长寿、黑耳、如意。哎，打住，别数了。当然还有你。凤清浅的脸更加难看。朕很凶残吗？哎，哪里会啊！陛下仁慈，怎会和凶残2字沾边？心里却数了着。可不是吗？凶残的很，还暴力呢。那你觉得朕优秀，还是那个北冥世子？哎，当然是陛下了。陛下英明神武，治国有方，这肯定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男子啊。那长相呢？当然是陛下了。全天下还有比陛下长得好看的吗？如果有，那一定是皇后。小顺子嘴皮利索，夸到了凤清浅的心头上。凤清浅满意的点头。下去领赏吧，顺带你一旨，带去齐恩府。齐恩府小世子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朕特准他游学列国，就先送去女尊王朝吧。凤清浅刚沐浴回来时，明幽已经裹着小被子坐在软榻上了。怎么还不睡？明儿一早还得上学呢。我觉得我有些头晕，可能是生病了，明天上不了课了。明幽装作一副虚弱的样子，凤清浅盯着他看，看得他毛骨悚然的。明幽知道凤清浅不信，索性凑到他身边。可我明天不想去上学，许久没去了，功课落下很多，太傅肯定是要打手心的。朕派小顺子给你送过去，会跟太傅说明的。哼！凤七七哥哥，我就明儿一天不去好不好？不行。明幽咬唇，索性伸头过去。
凤清浅察觉到他的异动，正扭头看去，明幽伸过来的唇吧唧一口，正好印在凤清浅的唇上。柔软娇嫩的唇似带着清新的蜜糖，从嘴唇扩散到皮肤乃至灵魂。凤清浅感觉到掌心里一僵，四肢僵硬，却带着一股火热，似乎有一股走火入魔的感觉。七七哥哥，好不好？那正考虑考虑。明幽吧唧又亲了他的脸颊一下。换服来从不为财上，有人子的南山下，一间茅草房。采菊采薇采蘑菇，此间人徜徉。凤清浅心里顿时烦躁了起来，侧身看去，明幽已经睡着了。哎呀，这睡得倒是比猪快。凤清浅侧身，用手撑着身体，瞧着他那粉嫩光滑的小脸，想着不由得又伸手去摸了摸。一如既往的滑嫩。眸子不经意间瞟到他那生生的嫩粉色的唇上，凤清浅的思想便开始有些邪恶起来。想起他当时亲自己的时候的触感，忍不住盯着他的唇看了许久。哎呀，忽然忘记了方才他亲震的感觉，要不再试试？他便俯身下去了，浅浅地碰了小丫头的唇一下。凤清浅的心竟然是七上八下，砰砰直跳。小丫头的唇竟如刚才一样，又香又暖又嫩，竟然生出贪恋的感觉来。凤清浅似乎感觉到小丫头的睫毛动了动，立刻退了回来，侧身躺下来装睡。明幽缓缓地睁开眼睛来，眼里尽是迷糊，坐起来环顾四周。奇怪，我梦见大灰狼咬我的嘴。说着还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发现是在寝殿里睡着，以为是做梦，又躺下沉沉地睡去了。然后在接下来的数个夜晚，明幽梦里总是梦见同一只熟悉的大灰狼在咬他的唇，而且有时候还要咬好几口。可他醒过来发现都是梦。凤清浅吃饭的时候听到他的话，免不得心虚的要死。小殿下经常做同一个梦也不奇怪，这不晚上有陛下看着你呢，你还怕什么大灰狼啊？我知道了，让韩月晚上去看着我，这不就好了？反正韩月也是狼，梦里的大灰狼肯定怕他的。水太深，我不会游泳，我会把我淹死的。没事，朕抱着你就是。看着热气腾腾的水面，明幽说不动心是假的。对于他这个小不点来说，水真的太深了。里面的水可是比普通热水舒服，要不是这2日你乖巧，朕可不会赏你过来泡温泉。这汤泉宫的温泉是为御用的，从古至今也只有当今天子能享用。明幽听着有些心动。那你要抱好我呀！明幽像是长在凤清浅身上似的，死死地抱着凤清浅。放轻松，朕这不好好守着你呢吗？不，我得紧紧地拽着你，万一你放手想故意把我淹死怎么办？哼，小年纪这想法倒是不少。朕若真要你这个讨厌的脑袋，直接砍了就是，还细心的养着做什么？说不定你想养肥了再杀。你肉可没猪肉好吃。明幽气恼，想伸手打他一下，结果他恶意的手松了一下，吓得明幽哇哇大叫。凤清浅，你想把我丢水里淹死？我要上去了。没事，朕就是吓唬你一下，不会将你丢在水里的。即使掉下去了，朕也能一把把你捞上来。小丫头安全感太少了，许是从小没娘在身边。不行，我要上去了，你快把我送上去。你亲朕一口，朕就送你上去。你亲朕一口，朕就送你上去。我才不要向恶势力低头呢，明明就是你把我哄过来的。那就算了，等会儿这手酸了。明幽搂着他的脖子，吧唧的亲了他脸一口。好吧，你快送我上去吧。太敷衍了。凤清浅蹙眉，明幽咬牙，心里气得半死，又狠狠地亲了一口。凤清浅这才满意的将他送到岸边，然后往上挪了几步，还说不是老流氓，哼！屁股痒了？没，我说你长得好看。过来，给朕擦背。你外面不是有那么多宫女伺候吗？干嘛让我来？凤清浅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明幽立刻就老实了，随便捞起一块帕子，在他肩膀上糊弄了2下。你当给小猫挠痒痒？凤清浅明显对他的敷衍极其不满。
明优只得重新捡起帕子来，在他背上划来划去的，像是一只来偷运粮食的小仓鼠。瞧见凤清浅享受的半眯着眼，明优不由得打起了偷懒的主意。反正背对着他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用脚擦的还是手擦的。凤清浅突然动了一下，转身，脚发出的力还来不及收回，往前一滑，扑通！凤清浅迅速提了起来。有枪水吗？哼，还不算蠢，倒是知道掉下去的时候闭气。凤清浅瞧他脸色有些白，便觉得他只是衣裳湿哒哒的有些凉，索性伸手将他衣裳扒开了。你又想占我便宜？真是瞧着你这衣裳湿了冷，你这小脑袋瓜里装着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那你就不能打声招呼吗？哦，朕把你衣裳脱了，然后将他扒了个精光，迅速用自己的袍子将他捂起来，期间还偷偷瞄了小丫头一眼，心里想，也不知道摸着是不是和他那小脸一样的滑嫩。明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好了，现在他确实是打了招呼把他衣服脱了，可总感觉怪怪的。凤清浅觉得这小丫头就如同一棵罂粟花，她那香甜粉嫩的唇一碰就食之甘味了。将外衫脱去，躺下的时候，小丫头已经睡熟了，带着轻微的气息。凤清浅准备睡下的，可瞥见她的唇，忍不住动了一下。要不他轻轻地碰一下再睡？正当他俯身下去，一道诡异的目光袭来。凤清浅侧身看去，发现是韩月。这货是小丫头教唆他人监督的。一人一狼对视了许久，韩月扫了扫尾巴，然后又退回去睡觉了，一副他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。凤清浅这才满意了。你吃了这么多，还吃得下午膳吗？小看我！事实证明，真是凤清浅小看了他。鸡汤、竹笋炒肉，凤清浅看着他，犹如一只吃饱的猫咪，懒散地躺在凳子上。朕看你就是一只饭桶，这么能吃，若生在贫苦人家，岂不是要饿死？我在长身体，当然吃得多。哼，朕瞧着你这个子没长，倒是胖了不少起来。别家小孩都是纵向长，你呀，倒是横向发展了。明优觉得凤清浅这老流氓上辈子一定是和他有仇的，血海深仇的。本宫不吃了，宁死不吃。朕不喜欢娇柔做作的女人。那你是喜欢我？自作多情。北冥然去得急，没来得及进宫和他打招呼，只是叫人送了一包小孩子的小玩意儿送进宫来。北冥优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前几天还说进宫来找我玩的，可没听说游学的事儿。许是游学的事有些着急，怕赶不上。这不都是陛下惹出来的吗？那以后不就没人陪我抓蛐蛐了？殿下，这满宫的奴才不是都可以陪着您抓吗？北游世子游学了，不只是您一个人惋惜。他难道还许诺了给其他人抓蛐蛐？你把我抓回来干嘛？你爹来请旨，说许久未见你，想念的紧，想接你回去住几天。哦耶，回家了。空气突然安静，如意头低得死死的，不敢看凤清浅。小殿下，您就不能看看陛下眼色再行事吗？您回娘家倒是好，可留下我们受苦受罪呀。太好了，爹总算是说话算话，来接我回去了。明优以为的是明丽兑现了他小时候的承诺，终于带他回去了，而不是暂住。欢欢喜喜地收拾了一大包东西。回去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？凤清浅盯着满屋子的东西，明优瞧见他脸臭，以为是自己要将这些东西带回去，他不高兴了。好吧，不拿了。心里默默念叨：凤七七这个小气鬼，一点东西都舍不得给他。算了，回去他自己买吧。明优看了一眼满屋子的东西，生无可恋的转身便要出去了。你要干什么去？回家呀！快叫住我，让我把这些我心爱的宝贝通通带回去。过来。凤清浅眼看着他还真要走了，是不是他最近这段日子就得独守空房啊？那晚上偷亲谁去啊？亲朕一下再回去。亲朕一下再回去。明优嘴皮子动了动，水汪汪的眸子看着凤清浅。明优心里想的是，老流氓又想占自己的便宜，拒绝他会不会不给自己回去啊？凤清浅瞧着他那小可怜样子，
于是心软了，想的是，算了，弄得他有一种逼良为娼的罪恶感。明优小鸡啄米似的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哒哒哒的冲出去了，想即使老流氓反悔，他也跑远了。明优离开的下一秒，他已经开始后悔，早知道不该下了这口谕，让他留在他身边多好，可以随时亲亲抱抱。明优还未来，明丽已经在门口不住的张望了。青华，派人去看看，怎么还未回来？将军，上一波出去打听的还未回来呢，这一早上您都派出去3波了。您早上请旨，小殿下要吃完早午膳才回来呢。我总觉得过了很久，他该回来了。明丽有些后悔的，回想起明优出嫁的时候，明明还是一只小团子啊！是小殿下来了。明丽急步走过去，马车刚停住，里面的小人钻出来，长高了，也胖了，总算凤家那小子对他还算不错。爹爹，前段日子爹爹在边关，听闻你脸中了毒，可如今瞧着倒是没什么。那都是胡说八道吓唬人的。阿优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爹爹也坏，都听见女儿变成丑八怪了，也不回来瞧瞧。即使你变成猪，那也是我明丽的闺女，更别说这丑不丑的。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猪吗？对于凤七七这个大坏蛋，说她像猪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连他爹也说上了呢？明将军府里，明优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躺在软榻上。床把我封印了，我起不来了。清华，凤清浅进来，就瞧见一只肉乎乎的团子躺在榻上。听到脚步声，他并未起来，直到他喊着清华的名字，凤清浅才知道这小丫头是将他当作清华了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许是吃多了有些困，说话都有些迷迷糊糊的。你在学猪叫？明优觉得声音有点耳熟，忽然意识到不对。明优揉了揉眼睛，睁开便对上那熟悉又清冷的目光。凤七七！明优从榻上跳起来，扑入他怀里。真的是你呀！的男生像一只毛草房。凤七七，真的是你呀！软糯香喷喷的小丫头缩在自己的怀里，凤清浅顿时生出一种满足感。你怎么来的呀？朕就来看你老实不老实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抱着朕，朕就勉强让你多抱一会儿。长臂一勾，又将她提入怀里。你手劲太大了，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凤清浅手不自然地松了一下。你也是偷偷跑出来的？朕去哪里何须偷偷摸摸的？朕是正大光明进来的。翻墙，正大光明的翻墙，打死凤清浅也不会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进来的。那爹爹怎么没让清华来叫我呢？朕从后门进来的，门口的侍卫告诉朕明将军在忙，朕就自个儿过来了。明优也挑不出错来，将军府里的都是些老人了，会放他进来也不足为奇。凤清浅担心清华等会儿过来露了馅儿，于是哄明优：你想不想出去逛逛夜市？想。凤清浅轻轻地推门出去。凤清浅避开巡夜的侍卫，跃上屋顶。别抓得那么紧，朕快被你勒死了。我怕掉下去。明优搂他的脖子更紧了。有烤地瓜的味道。这丫头是狗鼻子吧？老板，我要那个胖胖的黏糊糊的烤地瓜。太大了，你吃不完。就是要这个最甜。哎呦，小哥哥年纪小，这懂得倒是不少。这种烤着裂开冒出汁儿的地瓜呀，那可都是最好吃的。大爷乐呵呵地将烤地瓜给他包了起来。明优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张大嘴巴正准备咬下去，随后又咬了咬唇，将烤地瓜推到凤清浅的面前。给你咬一小口。快点，我可是忍痛分给你的。凤清浅张口便将烤地瓜咬了一大块进嘴里。凤七七，你是妖怪变的吗？还我烤地瓜！哼，是你让我咬的。虎口夺食，小丫头当然不干了。凤七七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你个大嘴怪！我说的是一小口。早知如此，半点地瓜皮儿都不会给他的。算了，还是先吃了吧，等会儿半个也没有了。
凤清浅看着他吃着香喷喷的地瓜，此刻觉得烤地瓜的味道也不错。要不你再给我咬一口？哼，休想吃我的！你还不回去吗？凤清浅暗自生气，小白眼狼，好吃好喝的带他玩了，这会儿就开始撵人了。回去他岂不是要孤枕难眠，独守空床？那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朕忘记了，时辰太晚，宫门都落锁了，进不去了。那你可以翻墙回去，你轻功这么厉害，哪里都挡不住你的。哎呀，你太重了，刚才朕扛你回来的时候闪到了腰，哎呦，这翻墙估计不行了。没事，那你和我一起睡吧，反正我的床大。凤清浅等的不就是这句话吗？将外衫脱了，躺下。以后你还是要少吃些。哼，那是你老了。因为我爹扭到胳膊闪到腰，总是说老啦老啦，腰闪了明明是老的原因，非要赖我身上，我可不会背锅。凤清浅不想理会他，这是冥府，不是宫里。要是在宫里，非得给这小丫头屁股揍开花不可。明幽认识凤清浅4年，被打屁股的次数数以千万，怜爱记仇的他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。等明幽醒来的时候，清华已经将洗漱的水准备好了。凤七七，你怎么没回去呀？小姐，是我。明幽惊醒过来，发现凤清浅许是已经走了很久了，心里庆幸，还好清华没发现。要知道凤七七悄悄的夜半3更带自己出去，那他爹指不定怎么收拾他呢。小殿下，那是个哑了的炮仗，不能往炉子里塞。哎呦，杀！小殿下呀，被你坑惨了啊！我还以为炸了呢。不由分说的就将从锅下面窜出来的明幽提起来。爹，你提着我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明丽又气又怒的在厨房外巡视了2圈，找不到趁手的东西，索性从灌木丛里折下一根枝条。爹，疼！疼你才知道长记性，哼，不然怎么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？明丽，我是皇后，你打我要挨板子的。你是天王老子，我也得教训你。明幽见皇后的身份唬不到人，立刻转变策略，开始卖乖求饶了。爹，我错了，疼，不打了。哼，错？你还知道错？今天若不是好好管教你，你还指不定捅出多大的篓子来。明丽是气狠了，下手越发没有轻重。明幽捂着他的大腿，明丽就抽他的小腿。小顺子说打死皇后要株连9族的，你就打死我好了。明丽脸都绿了。这小丫头知道株连9族的意思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！你就打死我好了。给我去祠堂跪着，跪到知道错了为止。不去，我不跪。你要打死就打死我。你个大坏蛋，比凤七七还坏！不要我就算了，你还要打我！我要去找我娘，告诉娘亲你虐待我。明丽手中的枝条不由得松了手，有些后悔一怒之下冲动打他。听话，我给你擦药。我不要擦药，是爹爹打的。你倒是倔，你要是不擦药，等会儿肿了蔓延到全身，就会变成丑八怪的。清华知道他的软肋，故意吓唬他。明幽果然不吭声了，将头扭向一边，瞧见他那细皮嫩肉上全是一条条红肿的伤痕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疼！对不起。明幽有些不解，以为是自己吓到他了，趴在榻上扭过头来。清华不疼的，我刚才是故意吓唬爹爹的。清华心里更加不好受了。对不起，夫人，是我有负你的嘱咐，没照顾好明幽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是炮仗，也不知道是哑了的。我想帮胖大厨添火，可胖大厨说柴火太湿了，我就想找些碎纸来将火引起来。我知道，可爹爹不知道，爹爹生气还打我，爹爹不心疼我了。明幽觉得自己爹不疼了，总不能娘不爱了吧？他主动去找他娘，他娘是来自于腾云村的。他等会儿得去找几个经常出入的商旅，问问他们腾云山是在何处。哎，小娃，你在找腾云村？
你是谁？我呀，我是听到你说找腾云村，恰好我有个姨娘，就是腾云村出来的。你姨娘和你很像吗？像，当然像。我们一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。明优翻了一个白眼儿，这和他娘哪里像是一个村的人呢？他见过他娘的画像，美得像是仙女儿似的。清华说，腾云村里的都是仙女儿，仙女儿哪里有长得虎背熊腰的呀？好吧，只是我还有些东西在这儿，要不你跟我过去对面前面2条街拿一下？好，大婶跟你去。说着就要来拿明优手里的包袱。大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瞧着你的东西重，寻思你这么小一个，想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东西自己拿。大婶也不敢多说了，跟在他后面。明优在周围转了2圈，瞧见一个大傻子坐在门口玩，明优立马有了主意。翠花大婶，你在这等等，我去拿东西。牛翠花也不敢进去。翠花大婶，等会儿我就跟人说你是跟我娘的奴婢，你别介意呀。好嘞。大个子，想吃糖葫芦吗？大傻子笑嘻嘻的点点头。那叫你家人出来，我等会儿给你买糖葫芦。大傻兴高采烈的去叫人了。嫂子，哥哥，糖葫芦回来了，糖葫芦回来了。明优听到傻子给自己起的绰号，皱了皱眉，他哪里像个糖葫芦了呀？家中的哥哥嫂子听到傻弟弟的呼唤，嫂子手中的刀都没扔，就冲了出来。大憨，谁又欺负你了？大憨指了指明优，小丫头，谁家的呀？是找不到路了吗？没有，嫂子，我给大憨送媳妇来了。大憨前2日帮我赶跑了欺负我的大鹅，他说他没有媳妇，我就给他送一个来了。大憨嫂子转头问大憨，大憨只认得明优要给他糖葫芦，傻乐傻乐的点点头，什么都说是。明优指了指远处的牛翠花，这是我家的奴婢，虽然大憨几岁，可是有力气能干活，就给大憨当媳妇吧。哥哥嫂子不喜欢也不打紧，只是我家里要搬迁，我娘瞧不上他，不愿意带，只是已经买了卖身契了，扔了也不好，就想着送到哥哥嫂子这里了，以后有什么脏活累活给翠花干就是了。这恐怕不太好吧？他可是个人呐，怎么能当牛做马呢？嫂子放心，你们只要看好了他，别跑了就成。他若是不干活，任凭打骂，只别打死了就成。哼，就这样还想拐骗我？哪个缺德不长眼的用枣砸我？我呀？我想着你不是故意的，就算了吧。再见。可姐姐我就是故意的呢。那我也会当不故意的。明优做了一个鬼脸就跑，女子轻巧跃起，几步蜻蜓点水就抓住了明优。瞧这么有趣的小东西，姐姐倒是想和你多聊一会儿。姐姐这么好看，我也想和姐姐说话，只是我爹在那边等着我呢，我们下次说吧。明优挣扎着想要走，姐姐可不是那些二傻子，刚才跟了你一路了，小小年纪心思倒是多，还能将人贩子拐卖了，哼，有出息。姐姐看错了，我这么小年纪能对她做什么？大婶不是什么人贩子，就是帮我去拿东西而已。明优笑嘻嘻的，却在准备找机会逃走。女子摸了摸她的小脸，不只是长得好看，这嘴甜人又机灵，阁主肯定喜欢。不知从哪里翻出一个麻布袋子来。你是人贩子啊？不，姐姐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是人贩子呢？只是想带你回去做客。那你还拿麻布袋子？哈哈，我这不习惯了吗？背东西的时候省事儿。姐姐，你抓着我手疼，能不能换只手啊？那你老实些，不然我真把你塞进麻袋里。好。趁着松手的瞬间，明优一把扯出七羊粉来，往绿衣女子身上撒去，然后转身就跑。你这小丫头还敢跟我来阴的啊？姐姐，我们歇会儿吧，我在麻袋里被晃得头晕眼花的。要不你去雇一辆马车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荒山野岭的，你做什么梦呢？那你不得扛我10天半个月呀？废话少说，再赶几个时辰就到了。
约莫走了1个多时辰，明优又开始嚷着要小姐。忍着，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尿出来了。反正是尿你身上。打住，你别冲动啊，冲动是魔鬼。我放你下来就是，这可是我刚买的裙子。绿衣女子急吼吼地将她放下来，真是懒牛懒马屎尿多。就在明优刚迈出步子的时候，绿衣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掏出一只红绳子拴在他的腰间，然后警告他：你可别想着逃跑啊，这绳子可不是普通的绳子，这结也是只有我们门派的人才能解开，你若敢随意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明优翻了一个白眼，真当他傻呢？路这么难走，他要是贸然逃跑，能跑多远呢？喂，你就方便一下，至于走这么远吗？我们都是女人，我能偷看你什么吗？谁知道你心里猥琐不猥琐，变态不变态呀？哼！明优来到草丛里蹲着，借机在树上画了一个丑陋的七字，就把珠花塞进树皮里。这么隐蔽的地方，也不知道凤七七能发现不？他现在可能是他唯一的指望了，也不知道这神经病要把他送去哪里。你似乎不太开心啊！把你装麻袋里关几天，你乐意？你高兴啊？生气也这么可爱，果然长得好看，就是不一样。白发魔女，你这小丫头胡说什么呢？凑到她身边小声道：不要命了，快给阁主道歉。无妨，我倒是对这胆大的小丫头极有兴趣。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啊？明优往后挪了2步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啊，我都快忘记了。许久前他们都叫我相思。相思？相思红豆的相思吗？你不会胡说骗我的吧？看着相思的脸色不大好，明优立刻点了点头。我信。你说你叫猪八戒我都信，管你叫什么呢？反正不干我的事儿。不是相思无涯的相思。相思盯着他看，明优忍不住往后退。现在轮到我告诉你我叫什么了，我叫满月，我满月生的，所以就叫满月。阁主，这个总合你意了吧？长得可爱又漂亮，不会武功，人又机灵，我亲眼看着他反将人贩子拐卖了。桃夭，你就这么想离开吗？相思听到桃夭的话，似乎有些伤心。明优听着两人的话，总算是明白了一些。原来这无忧阁阁主要挑选桃夭做继承人，可桃夭一心喜欢上了玉郎，而这个相思熬死了数十个弟子，只剩下年纪最小的桃夭。可偏偏桃夭为了玉郎寻死觅活的，相思无法，只得跟他约定，若2年内能找到符合要求的，就放了桃夭，成全他们。所以你就是强行将我绑来做徒弟的？相思阁主，你放我回去吧，是桃夭姐姐强行将我捉来的，我也有爹娘和夫君等着我回去呢，他们一定很着急。桃夭姐姐是坏人，说好一会儿就送我回去的。小丫头，你少胡说八道，我绑你来什么时候跟你说了送你回去的？还有，你一个奶娃娃哪里有什么夫君？说着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不敢吭声了。果真是我的好徒弟呀！阁主，师父养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师父的吗？阁主，那能让我回去了吗？明优仿佛看见了曙光。不可能，这3个字如平地惊雷。这不是你情我愿的。我愿意就行了。瞧这张小脸出没的这么水灵，以后一定长得如花似玉的，很合我意。明优心里苦啊，怎么肥似啊？这师徒俩刚刚不是还闹矛盾吗？这会子都是又齐心了。你们乱你们的，连累我干什么呀？想着越发伤心了，肚子忍不住咕咕叫了2声。你肚子饿啦？废话，你一天没吃东西试试。你去寻些吃的给他，连夜将他送回去吧。明优听见这话，恨不得高呼一声：阁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？我说你这小丫头脑袋不好使，现在这不好吗？有山有水有福享，这只是我们暂时落脚的地方，等回去了，我们阁可比这气派多了。我不稀罕，若这么好，你怎么不在啦？这破山庄还没我家一个院子大，
有什么可稀罕的？哼！明幽想着，有些想念凤七七了。其实宫里除了无趣一点，什么都好，不愁吃不愁喝的。我那是有原因的。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这做法不厚道，可他不想一辈子做什么无忧阁主，他只想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就是你那个什么玉郎。对，玉郎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，我们早已私定了终身。那你师父为什么不给你嫁呀？难道是他太丑，还是太穷，不堪入目？这阁主怎么了？皇帝还许娶媳妇呢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无忧阁的弟子便是不许嫁人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啊？阁主的无上心法必须是清心寡欲，动不得半点情才能修炼的，不然很可能走火入魔。所以你们相思阁主的白发魔女就是走火入魔修炼来的？这么说她动了情？我师父才不是走火入魔修炼的，这是修炼无上功法必须经历的。容颜老得很慢，可却会一夜之间白了头。有这么可怕吗？可你想，美丽的容貌就能维持了，这多好！瞧瞧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老了多可惜，是吧？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呢？这么好骗，那你去当阁主不就能长生不老了吗？明幽可不信他忽悠，他又不是二傻子。这小笨蛋怎么说不通呢？我相貌一般，以后容貌老了也没什么可惜的，而且我要嫁玉郎呢。我早已经过门了，没这个机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才5、6岁，我3岁就娶了夫君啦。明幽不太懂嫁和娶的关系，平时只听他们开玩笑说凤清前娶了一个童养媳。我3岁就娶了童养夫了，不骗你。小孩子懂什么爱情？你那就是被骗了，以后他准保不要你。哼！他比我大7、8岁，那老也是他老了，只有我不要他的份儿，可没他不要我的份儿。而你就不一样了，长得不太好看，不会做饭，脾气还不好。等过2年，你人老珠黄了，那个什么玉郎一定会找个比你小、比你好看的。到时候你就被人家关在家里当牛做马，洗菜煮饭。玉郎心情不好就打你屁股，不给饭吃，罚你抄佛经，洗马桶，洗衣裳。你胡说，玉郎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吗？来都来了，不想和我说说话吗？我怕打扰到你。桃夭姐姐说相思阁主讨厌不相关的人。过来陪我说说话吧，我已经有很多年未见生人了。明幽不敢拒绝，万一白发魔女一怒，一掌将她的头盖骨拍碎了，可怎么办？我是小孩子，不大懂你们大人，说错了你可不许杀我。相思瞧了他一眼，眼里却没有笑意。哼，桃夭说的对，你确实很机灵。若你不想走，本阁主可以考虑收你做关门弟子。明幽迅速摇头，转移话题。这湖里会有鱼吗？相思并没有回答他，细细算来，该是有5、6年未和生人说话了。你5、6年都只和桃夭待在一起？不是，见过我的人都死了，所以这5、6年我未见过生人。明幽小肩膀吓得一颤一颤的。我现在捂眼睛来得及吗？若你做了我的关门弟子，便不算生人了。我眼睛不好，没看见阁主，而且我成亲了，3岁成亲的，都娶了童养夫了。明幽可不想和这么一个性情大变的女魔头待在一起，这情爱犹如毒药，你不懂，桃夭更不懂，世人皆不懂。我会很乖的，你可别把我扔在荒山野岭的，不然我被狼叼走了可怎么办？当然，只是才摸着出了门，桃夭就被人堵住了。10几把长剑夜里闪着寒光，桃夭有一点腿软，再好的轻功也使不出了。姑娘，这么大晚上了去哪儿？晚上吃撑了，出去散散步，消化消化。哎呦，这姑娘力气还真不小啊，扛着这么一大袋儿。哎，可帮忙呢？桃夭姑娘不知道这无忧阁的阁主在不在？长风，凤七七来了吗？明幽听到长风的声音，使劲的挣扎。桃夭快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回去了。
这小丫头存心捣乱吗？这不明摆着告诉众人此地无银300两，她就在袋子里吗？骑虎难下，桃夭只得默默地将她抱出来。我就是请她来做客的，别误会。明幽瞧见凤七七，一股脑扎进她的怀里。凤七七，你终于找到我了，我还想着你们会不会看见我留的珠花。凤七七提着她，目光清扫。明幽条件反射的屁股一抽，捂着屁股转头向桃夭道：我就出来散散步，是他用麻袋将我绑来的。喂，小丫头，你要不要这么翻脸不认人啊？明明是你自己抱着包袱偷跑出来的，我看你可怜才收留你的。朕还要谢谢无忧阁阁主的热情好客了。陛下呀，这全是无忧阁阁主一人所为，和我们无关。陛下定是要灭了无忧阁阁主，他生性残暴，杀人如麻。玉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阁主什么时候干过这事儿？那小丫头，皇后是我绑过来的，阁主不知道。桃夭是万万不能将自己的罪推到他师父身上的。你傻呀啊！只要阁主死了，我们不就能在一起了吗？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了。明幽也是惊呆了。玉郎打算弄死相思阁主，然后带着桃夭远走高飞？不可以！桃夭死活不答应，反倒是玉郎一直想置相思于死地。明幽冷眼看着，之前还觉得相思有些不近人情，现在觉得相思看人眼光果真是比他徒弟好，一眼便看出玉郎不是个好东西。全部抓起来！小丫头，你知道的是我强行将你绑来此处，我师父是半分不知。你若是真要砍头，那就砍我的头吧，不关师父和玉郎他们的事。玉郎哪里想到凤清浅会这么不要脸，说翻脸就翻脸了。陛下，你说过我要是带了路，就放过我和桃夭的。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怎能说话不算数？朕食言了，你又当如何？狡猾老狐狸的话都能信，果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。要是凤七七真是说到做到的人，恐怕当皇帝的就不是他了。陛下并未寻找到无忧阁阁主的踪迹。桃夭听着，心才落了下来。没找到就好。凤清浅似是已经预料到了一般。先将2个人带回去。带回去多麻烦呀，要不先在这杀一个？我瞧着你最不顺眼，要不就先拿你来开刀吧。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桃夭做的。我是救驾有功的人，皇后要杀也应该对桃夭动手。你虽然玉郎没什么武功，胆子是小些，可桃夭死也想不到他贪生怕死到这般。玉郎，你已经这般狠心吗？桃夭，别怪我。俗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本就你自寻死路啊。我原本想着，要是你师父死了，我们可以带走无忧阁的财宝，和和美美的过一生。岂料你闭嘴！小丫头，要杀要剐你就冲我来吧，反正我皮厚，是我得罪你，你怎么折磨我都没有怨言。明幽装模作样的举着匕首，在2人面前晃来晃去。那我到底杀谁好呢？玉郎清瘦的脸上诚惶诚恐，生怕他的刀子一不小心碰到他身上。玉郎这个名字听着就娘里娘气的，怪不好听的。那我以后不叫玉郎了，我叫什么都行，求娘娘饶命。长风翻了一个白眼，这种贪生怕死的鼠辈，一刀砍了就了事儿了。可凤清浅看着明幽吓唬他们，看得倒是津津有味儿。不是说好了我改名字就不杀的吗？没有啊，你哪个眼睛还是耳朵看见或者听见我答应你啦？要是耳朵听见啦，我就割耳朵；要是眼睛瞧见啦，我就挖眼睛。没事，我就试试我们家刀快不？玉郎崩溃了，你干脆杀了我算了。明幽拿着匕首没拿稳，手一滑，突然掉落，这匕首直直的刺在玉郎的腿上。别说我！明幽也被吓了一跳，一溜烟跑去凤清浅身后躲着了，探出脑袋细细看了，发现只是刺伤了。行了，大惊小怪的，要嚷嚷啊，我就割了你舌头。玉郎肩膀颤抖着，眼睁睁瞧着自己的腿流血，却不敢吭一声。凤清浅看着明幽，明幽有些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手一滑就掉了，倒是这玉郎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你们2个谁死谁活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我是无辜的。桃夭也死心了，一脸生无可恋。放了他吧，不关他的事。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啊！做鬼别来缠着我。明幽忍不住嫌弃，要不是离得远，他真忍不住踹他2脚。玉郎连滚带爬的跑了，桃夭吸了吸鼻子，一副释然的样子。
来吧。桃夭姐姐，你快回去找相思吧。谢谢你，小丫头。可我没脸去见师傅了。怎么会？相思阁主之前还说他相信你一定不会背叛他的。现在你也看清玉郎这个小人了，你回去了，相思阁主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小丫头，谢谢你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其实他也挺善良的。你都不知道我屁股有多疼，明丽这个大坏蛋下手可狠了。若不是昨天清华给我涂了药，我走路都走不了了。若是回宫给你吃一整盘水晶蒸肉，还有凉拌鸡呢，还要一大盆虫草乌鸡汤。明优想起好吃的，总算是被安慰了一点点，肚子顿时饿了起来。好饿呀，希望快点回家喝汤吃肉。凤清浅的心突然暖了起来，这是他从3岁进宫开始第一次将皇宫说成家。你若亲朕一下，朕就先带你回去。明优估计咽了下口水，犹豫了下，吧唧一口亲了上去。这刚好背在后面的长风抬眼便瞧见，光天化日啊呸啊不对，月朗风清之下，这小丫头竟然敢公然猥琐陛下，这关键是这陛下一脸享受的是怎么回事啊？长风不敢相信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陛下吗？这平时给这小丫头穿衣洗脸的，喂饭做老妈的也就算了，这现在还给这小丫头轻薄啊，这自己还乐此不疲的。就算是陛下思忖了，这也应该找个倾世的美人，那前凹后翘的，多情娇俏的，而不是一个没长大的奶娃娃。难道陛下真的是口味太独特了？你们散开回去，朕先带他回冥府。你胆子倒是越发大了，了不得了！明优还没张口，明丽听到声音便冲出来，瞧见他，一把将他揽入怀里。是爹爹不好，爹爹不该胡乱生你气的，你做什么都好，爹爹以后不生气了。爹爹，父女哪有什么隔夜仇？明优是从小被他放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哪里真舍得凶半分？当时打了他，明丽就后悔到心肝里去了。明优回到府里，丫鬟小厮们都围着明优转，以后可不敢这么胡来了啊！外面坏人多，我才不怕那些笨蛋呢！淘气鬼，那你又是怎么被人家掳去的？哼，我以后要认真学好绝世武功，谁抓谁还不一定呢。凤清浅进来的时候，明优已经钻进被子里趴着玩了。凤清浅躺下，将被子扯起来，想训斥他睡好，结果被子一扯，露出他白嫩嫩的屁股和腿来。凤清浅低低地看了一眼，你的衣服呢？我刚擦了药，清华说等药干了再穿衣服。打得严重吗？要不要朕帮你瞧瞧？当然狠，和你打我一样。怎么会呢？朕打你可是用手，你爹打你是携带武器的，当然是你爹下手更狠了。明优白了他一眼，你们就是欺负我年纪小，等我长大了，你们老了，我就把你们拐杖给扔掉，看你们怎么走路。哼！等我长大了，你们老了，我就把你们拐杖给扔掉，看你们怎么走路。哼！我只是大你7岁多8岁不到，就算你长大了，朕还是翩翩青年才俊。提起这个话题来，凤清浅倒是有些迫不及待的看她长大了。这小丫头小时候便生得这般好模样，等长开了会不会更好看些呢？晚上小丫头娇嫩的皮肤碰到她时，凤清浅的心底总是忍不住触动一下，悄悄地伸手碰了她滑腻的脸一下，又偷亲了她一下，这才入睡了。小丫头的脸又甜又软的，倒是像一道道甜品，惹人喜爱。早上照例等明优起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能晒到屁股了，凤清浅早朝都上一半了。等温热的水敷到脸上时，明优的迷糊才退散去。原来是在家里呀！他还奇怪怎么院子变小了。洗漱干净，丫鬟给他抹了厚厚的面霜，这时辰刚好能赶上午饭。青花姐姐说小殿下许久未回来了，吃了饭带小殿下出去逛逛，买些新奇的小玩意儿。那怎么不早叫我？我们快去！哇，小姐好漂亮啊，像是仙女穿的。这衣裳合适我现在穿吗？小婢女拿着衣裳给她比了一下，稍微有些大了。小姐估计要过2年才能穿得上，现在估摸着有些大了。不过店里有一件嫣红色的水仙裙，双面绣的料子也是很不错的，奴婢拿来给您瞧瞧。这件也等会儿一起给我拿上。等等，这件衣裳给我试试。
等等，这件衣裳给我试试。抱歉了，这位小姐，刚才的客人已经订了，他又没付银子，算什么订了？怎么是看不起本小姐，付不起银子吗？我可是丞相的千金，我们明家还没有买不起的东西。哼，抱歉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小店有规矩，来这店里的都是贵人，小店都得罪不起。他要就给他吧。明幽听到明早的名字，眼里带着嫌弃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说给我就给我了，把自己当成宫里的主子了？我们小姐当然是大方好意让给你的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哼，我看他就是显摆。你将我明家当成什么了？随意打发的叫花子吗？你说给我们就要啊？明幽白了他一眼，若是长风在，他就叫长风踹死他。你不要就算了，给我们包好。明幽懒得和他废话，起身打算去找清华来付钱。落在明早眼里，这就是明晃晃的挑衅。站住！谁许你这么大声和我说话的？你是谁家的女儿？知不知道我爹是朝中丞相，一品大臣？我长姐可是未来的皇贵妃，我以后也是要入宫成为主子的。你最好给我老实些。你这样讨厌的，进去了就是去刷马桶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明早气伸手就要去拽他，一只白皙的素手按住他的手。明三小姐最好是懂规矩些。放手！你们就不怕我爹吗？他可是丞相。我好怕呀，他是老虎变的吗？怎么能吃人吗？你找死！敢说我们明家，我以后可是未来的皇妃。清华一听，哪里还能忍，反手就是一个耳光。明三小姐不知规矩，那么今日我便教训教训，免得以后知道祸从口出。晚了！你敢打我？你什么身份，在我们明将军府面前也敢称皇妃？谁给你的胆子和脸面？就算你是皇妃，那也是妾，妾和奴才没什么两样。你倒是敢在你主子面前张牙舞爪的，今日这一巴掌算是给你的教训。听到清华的话，恍然大悟，明幽带着兴奋和欢快，恨不得当场鼓掌。打得好啊！长得这么丑，还记挂着凤七七。等我去告诉爹，看你怎么办。你是皇后又如何？还不是我堂妹，嚣张什么？哼，你一个庶女，配提什么堂姐堂妹的？是不是我这巴掌打轻了？明早扭头就跑了。怎么还在生明早的气呀？才不呢，我才不会生这个笨蛋的气。我只是生气，怎么谁都打算进宫来抢凤七七呀？你这是吃醋呢？算是吧。要是他们进来宫里了，岂不是要把我现在吃的用的都得分给他们？我的大小姐啊，你能不能争气一点啊？皇后是主子，妃嫔是奴婢，他们自然在你之下，什么好吃好用的都要紧着你来。你放心就是，若这些做奴婢的胆敢抢你的东西，你就往死里打就是。明幽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反正就是要护食的意思呗，和韩月一样，谁也不能抢走他的肉。明幽回来了7天，凤清浅愣是翻5、6天的墙。长生偶然发现这个大秘密，愣是守口如瓶在心里，不敢漏一个字。要是天下人知道堂堂一个帝王翻墙去臣子家偷看自己的童养媳，那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八卦。可长生只敢在心里默默八卦。长生哥，你最近怎么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？想起月黑风高，凤清浅警告他的那个眼色。小殿下回来了，我知道，是今儿一早还是我跟殿下一起去接的？正要开口询问时，凤清浅带着明幽过来了，浅浅地看了长生一眼。长生背挺得很直，肃穆而立。等凤清浅过去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事。长生抬脚就走，留下一脸懵的长风。走小路不是能更快到未央殿吗？你刚吃饭了，要走动走动。哦，这回答没毛病，挑不出错。明幽只得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。谁叫凤清浅是皇帝，又很能打他的屁股呢？稍稍犯错，便是一顿手心揍屁股。凤七七，今天我在厨房里发现一条很大的鱼，都快有我大了。有你这么大还能吃的吗？啊，那是食人鲨。它快要渴死了，我一直舀水喂它，都喂了一下午。等会儿我吃了饭，带你去看我的大鱼。明幽喝了一口汤，好好喝。这是什么汤？殿下喝的是鱼汤。今儿吃的全是鱼宴，这鱼实在是太大了，足够凑足一桌了。那得多少条鱼呀？就一条，特别大。这不是我救的大鱼吗？你们把我的鱼杀了！我辛辛苦苦救的鱼，你们把它杀了！我喂了一下午的水呀！
小顺子脸一白，这鱼怎么又和小殿下搭上关系了？这可是送到御膳房杀的鱼。凤七七，他们把我的鱼杀了，大鱼好可怜呐！啊，是他们不好，回头朕让长风去教训他们，每人打20板子，去将菜撤下去，换其他的来。不走，不许拿走！让他们撤下去，免得你看了伤心。拿下去，大鱼也死了，回不来了，还是吃了吧，别浪费。真好吃！凤清浅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小祖宗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凤七七，你快点吃吧，等会儿我瞧见了更难过了。明优是含着眼泪说好香，痛痛快快的吃完的。这大鱼太可怜了，好不容易长这么大，然后就被杀了。是啊，这能不可怜吗？啊，你都是哭着吃完的，可一口没剩。都是我太馋了，没忍住。凤清浅瞪了长风一眼，长风立刻改口：这谁知盘中餐啊，粒粒皆辛苦啊。大鱼没了，能喂饱你，这也是行善积德了。凤清浅担心他哭多了对眼睛不好，所以特意带他出来御花园走走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明优倒是没哭了，过了许久，忍不住开了口：以后还有大鱼吃吗？没有大鱼了，不过明年可以再给你多做一道糖醋鱼。还有糖醋排骨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好写，若写不好是要打10万薪的。不公平，为什么你闲着，我要苦命的写字？哦，等你字能写得跟朕一样好了，你也可以休息了。你怎么不说下辈子？哼！你这么喜欢朕，都想预定朕的下辈子了？什么时候又成了他想赖着他下辈子了？一想到下辈子还要挨揍、打手心、打屁股，明优幼小的心灵生无可恋了。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是你不喜欢朕，不想跟朕在一起？我没有。那就是喜欢朕，一句话啰里啰嗦的，还有完没完？继续写你的字，要是敢在心里偷偷许愿不跟朕下辈子待在一起，你试试。真是的，连心里想什么还要经过你允许了？你在心里偷偷嘲讽朕？我没有。你翻白眼了，朕瞧得清清楚楚。凤清浅转头便道：来人，温府御膳房，今晚的肉菜全撤了，吃素。明优急了，拦着小顺子：你敢？不许不许！小殿下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明优又和凤清浅去闹：凤七七，你欺负人，你个大坏蛋！凤七七，你个大坏蛋！你瞧瞧你这脸都鼓成什么样了，再多吃点肉就该成球了。若是成球了也好，以后走路团成团，朕一踢你便不用走路了。凤七七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跟你拼啦！然后一口咬了上去。明优哇的一声张口哭出声来。小顺子瞧见凤清浅虎口上的血渍，急了：快宣太医！小殿下太凶残了，瞧瞧将陛下咬成什么样子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陛下一脸的无奈和纠结，行凶的小殿下却像是被害者一样，哭得惊心动魄的。不必了。凤清浅抬手按着明优的嘴，用帕子将嘴里的血细细擦了一下。凤七七，你又把我牙齿割掉了！越发想着越发伤心，眼泪止都止不住。凤清浅强行背锅。小顺子实话，感情那一手的血是小殿下的牙又掉了呀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定的这造孽的缘分，从小殿下换乳牙开始，每掉一颗牙都是与陛下有关的。这可是你自己咬的。都是你先欺负我，是你手太硬了才把我牙割掉的。好，是我不好，今晚叫御膳房将肉炖得烂一些，方便你吃。还要水晶蒸肉。瞧你以后还敢不敢用牙咬人了？不敢了。小殿下，陛下叫你马上收拾行李，前往边关。去边关干什么？我爹不是过2个月便回来了吗？宁将军身体有些不适，不能久行，捎了信回来。如意，快收拾东西。爹！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，过来，爹爹瞧瞧。爹爹，怎么会病得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爹爹只是有些咳嗽，这边关寒苦，所以好得慢。
谎。哎，这战神还能骗你不成？爹爹要快点好起来，不然以后谁欺负阿优怎么办？你是皇后，将来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儿，别人哪敢欺负你呀？只要凤清浅在一天，便没人敢。凤七七也会欺负我，上个月还打了我的屁股，揍得我2天都不敢坐凳子。爹爹说我是你的心头肉，你可舍得你的心头肉被打？当然舍不得，可学会用筷子了。当然，我这么聪明可爱，只是他未说，他夹筷子连3岁孩童都不如。臣深知大限将至，躲不过了。只是家中这小女年幼，还望陛下多加看护。将军放心，朕不会亏待了她一丝。我这一撒手去了，他娘下落不明，他便是孤苦无依了。还请陛下准清华入宫，也好能互相照料一二。好，还请陛下对着天地神明，各位凤家的列祖列宗发个誓言，一生善待爱护于明佑。若有违此誓言，不得善终，国破家亡。我凤家子孙凤清浅对天地神明、列祖列宗起誓，一生会善待爱护阿优。若有违此誓言，不得善终，国破家亡。那一句句的誓言惊得偷听的明优犹如受惊的小老鼠，转身就跑。明优也不知道他慌乱什么，为什么要跑。凤清浅当着爹爹的面起誓言，不是好事吗？以后他就不敢欺负他了，他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凤七七对他好，是因为他爹的面子。爹，你吃块糖，药就不苦了，喝了药病就好了。你从哪里摸到的糖？我出宫前小顺子给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糖甜吗？明优忍不住咬着下唇舔了舔。明丽看着他那馋巴巴的小模样，眼眶都湿润了。爹吃了糖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傻丫头，这哪里是灵丹妙药？爹是不行了，大限将至。大限将至是什么？人要死了，就是大限将至。不许，不可以！爹爹不要死，不要生着阿优一个人。傻丫头，你不是还有凤七七吗？还有清华，怎么会是一个人？不，我要爹爹，爹爹不许走。傻丫头，世间万物都难逃一死，就像从前爹爹给你带回来的小红鱼，该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。不哭啊！娘不回来就算了，现在爹爹也要死了。娘是大坏人，爹爹生病了都不回来。凤七七对阿优好不好？那阿优想保护他吗？要，他虽捉弄阿优，经常揍阿优，可对阿优也很好，天天给阿优好吃的。真是傻丫头，你可记得爹爹教你保护阿优的法子？可我打不过坏人。爹死了，你回去不许哭。谁问你爹去哪儿了，你就说你爹去学你娘了，去的腾云村。任何人都得这么说，听见没有？可，哎呦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开开心心的，不许哭。只要爹不死，这天下还是安定的天下，这凤七七还是皇帝。还有，爹爹给你留了宝藏，偷偷藏在阿优能找到的地方，以后阿优长大了，一定能用得上。明优含泪应了一声。好孩子。夜里入睡的时候，明优的眼睛肿得厉害。凤七七，你说我爹真的会死吗？怎么会？可我爹说他会。明优说的声音很轻很小，说完钻进被子里躺着了，缩作一小团儿，不吭声。连着服用了2日的补药，明丽早晨起来的时候神清气爽，能下地不说，还能吃下小半碗粥。太好了，能吃饭，爹爹马上就好了。陛下，没救了，让将军交代后事吧。
怎么会？昨天我爹爹精神还很好。风亲戚，你昨天也看见的，对不对？殿下，将军是回光返照。什么是回光返照？就是人临死的时候会突然活蹦乱跳的，精神十足，像是病好了一般。不会的，你骗人！我不信。爹爹，你不要吓我，我以后不敢调皮了。爹爹，不哭啊！生于天地，便化作尘埃归于天地。若你念着，每年3月初3给爹在树上系玉里红丝，爹再远也能知道。另一只手则是颤颤巍巍地伸向凤清浅，明丽咬着牙将他的手放在明幽手上。将军放心，朕知道了。明丽想挤出一个笑容来，可努力了半天也未扬起笑意来。他太累了，这数十年撑起了南幽的大半江山，撑起了家族的责任，视线开始不断地模糊起来，嘴里喃喃自语：如月，你来了。爹！小皇后，好巧！皇叔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这不给书院送书来了，正好撞见你。听闻太傅说上月不见你踪影，可是躲懒去了？明幽看了看四周，小声道：我跟皇叔说，皇叔不许告诉别人。这是自然。去边关待了几天，去找我爹了。如意神色里有紧张，生怕他胡乱说了。这明将军再过几日便可回朝了，这怎么还让你老远的颠簸一趟？我爹说他去寻娘了，找到了腾云村的位置。皇叔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呢。真的？我为什么要骗皇叔？还是阿优长得像坏人骗子？皇叔要问我爹干什么？我还以为皇叔是有什么礼物要给我呢。皇叔是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已经送去未央殿了，你回去就能瞧见。谢谢皇叔。如意，跑快点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礼物。南轩王正在原地细细回味着刚才明幽的一举一动。明丽为什么一走了之呢？他真的去寻夫人了吗？可这明夫人有人传言她莫名消失了，也有人说她其实早已死了。如意看着跑出了很远，终于喘着粗气停下来的明幽，我们回去吧。如意站在阳光下，瞧着他背影从未有过的哀伤和孤寂。过了几月，明幽才开始渐渐恢复往日的活泼。明幽便一直缠着长风，让他教自己武功，本就是后宫一霸，要是这小魔头学会武功，那便是天网都抓不住了。长风，你就随便教教我吧。明幽就似长风的小尾巴一般，去哪里跟到哪里。长风无法，只好躲在树上不动。你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！明幽跺跺脚去了。这不是欺负他吗？若是他也能会些轻功，来去自如，哪里轮到长风这么嚣张？你就让长风教教我，我学会可以保护自己。顺带溜出宫去？哪有，我像是这样不守规矩的人吗？就是。凤清浅扫了他一眼，从小到大他守过什么规矩了吗？我要是会了武功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凤清浅极其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我保护我自己，谁也不敢欺负我。你在这宫里谁敢欺负你？凤清浅不为所动，明幽嘴皮子都说破了，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索性咬唇，猛地亲了凤清浅脸颊一下。凤七七，一副讨巧卖乖的样子。下不为例。明幽欢呼着跑了，明幽前脚走，长风后脚就跟上来。陛下，属下不要教小殿下，您派点其他任务给属下吧，比如说去青楼做卧底，还是去他国去做男宠打听情报啊？这属下觉得教小殿下是个很不错的任务，属下告退。生怕晚了一刻，凤清浅让他去做卧底了。慢，你教基本功就好，比如扎马步。长风一喜，小跑着出去了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一回去，长风就带着明幽开始学武了，摆好姿势，端端正正地扎了一个马步。这就是我们入门的基础，等小殿下学好了，我们再教下一步。然后明幽就被带着扎了2天的马步。明幽握着小拳头，如霜打的茄子，
我要扎马步到什么时候啊？小殿下呀，小殿下，背打直，马步要稳。估摸着你这么笨的徒弟啊，少说要扎个好几十年吧。啊！你居然敢耍我！哎，属下没有啊，是您自个儿要学的。您天资不好，属下也没法子，只能多锻炼2年马步了。女友晚上躺着的时候，小腿都在打哆嗦。不学了，明儿不学了。才学了2日就打退堂鼓了。真怀疑是不是长风这个臭狗熊故意捉弄我。这样算，我岂不是到18岁才能学会个扎马步？清华笑笑，他知道这主意恐怕是来自长乐宫那位。练武本就不是一天可速成的，10年寒窗，100年武学，都是日复一日的。那以前相思阁主还说我天资聪明呢。那说的是你的小聪明吧？都是聪明，凭什么他们的就是大智慧，我的就是小聪明？聪明可不分大小。好啦，早些休息吧，你这伶牙俐齿倒是天生的。哼！殿下，福月宫的绿梅姑娘来了。见过殿下。太妃说陛下今年刚满16了，是该挑选些世家样貌好的姑娘进宫学规矩了。太妃恐殿下操持辛苦，可需要太妃帮着操持。明优年纪小，玩心重，哪里愿意担待这些？那就让太妃选就好了。是了，奴婢就给太妃去传话。只是选秀是干什么的？明优不太理解。宫里已经有很多伺候的人了呀。你是皇后，陛下的嫡妻，正宫之主。所谓选秀，便是挑选一些年纪适当的女子进宫为妃为妾，受你的管束，为奴为婢。那不是和宫女姐姐们一样吗？是一样的。所谓妃为妾，妾为奴，那就是他们都得听我的话，只能我欺负他们，对吧？小丫头的领土意识从小就很严重。对，孺子可教。转身瞧了绿梅一眼。皇后年纪小，可天资聪慧，如今有清华和如意帮衬，选秀也不算难。太妃年事已高，还是安心顾养天年的好。太妃也是心疼殿下，既然陛下如此思虑周全，又体恤太妃，太妃知道了一定欣慰。那奴婢先退下了。自己用筷子手好酸呐。朕瞧着你是懒。哼。真香！你让太妃选不是很好吗？多省心，她高兴我也高兴啊。若是你去选，你只管挑你高兴的就是，你觉得谁顺眼你挑便是。也是。为什么选妃要几年才选一次呢？若是每个月都选，那岂不是天下的宝贝都成我的啦？那以后有你闹心的。我为什么要闹心呢？这么多的宝贝。凤七七说了，谁不听话就打他板子，打到他听话为止。哎，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了，估计是后宫嫔妃受他压迫，受他欺负才是。这古往今来，皇后收受贿赂这么明目张胆的，还是头一遭。晚膳的时候，凤清浅过来，瞧见明优坐在地毯上，手里拿着一幅画像。眼睛都看花了，到底哪个好看呢？我就觉得应该挑些长得不好看的，这样才能衬托咱们殿下。红花还要绿叶衬呢。明优瞧了一眼，有些从中挑出来扔在一边的。长得辣眼睛，看上几年眼睛都快瞎了。那便挑你顺眼的。如意，你们把东西收起来吧，咱们明儿再看。一到用膳的时辰，你比小猪崽还积极。民以食为天，吃饭当然重要啦。哼！如意，推高点儿。不许推那么高，摔下来估计成小瘸子了。如意一听便不敢用力推了。明优哼唧了2声，不理会他。你什么时候还会学猪叫了？你才是猪呢，还找了一窝母猪，以后可以给你生一群的猪崽子。明优还在气恼，凤清浅让明月进宫了。朕跟你说了。我不听。好，那朕不说就是。凤清浅不按套路出牌，明优心里更恼了，气呼呼的就冲起来，不料自己起身时被秋千绊了一下。凤清浅飞奔过去的时候，已然来不及了。凤七七，你欺负人！
这可是你自己摔的。我不喜欢明月，你还非得让他进宫，我讨厌你。也不知是摔疼了还是气着了，明幽泪珠子开始往下掉，索性的将他抱起来。凤清浅给他擦着眼泪，朕也是为你好，你想他进宫了，你不就可以打着皇后的名义天天训斥他了吗？想怎么罚就怎么罚。我不信，你骗人，你就是喜欢他。手推着他从他怀里退出来，离着他有几步远。凤清浅看了一眼两人的距离，他往前走了2步，明幽就朝着后面退。他不喜欢明幽这样戒备他。过来。明幽不理他，一副誓要与君绝交的样子。然后凤清浅3、2步过来，将他提起来，手心发力就照着他屁股上招呼。凤七七，讨厌死你了！你个老乌龟王八狗！谁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凤清浅的脸色更加不好了，大掌又加重了力道。明幽的腿蹬着，可挣扎了半天还是抵不过凤清浅的力道，反抗无效，揍得明幽的屁股火辣辣的疼。我错了，别打了。知道错了？错哪儿了？凤清浅可没那么轻易就放过他。是老乌龟王八蛋才是，不是狗。然后明幽的屁股受到了近1年来最疯狂的一次暴揍，凤清浅差点没被气死，寻常就是太纵着他的性子了，这般胆大妄为。等凤清浅的手有些酸了，明幽总算是逃离魔掌了，哭的声音都弱弱的，像是蚊子叫，不是被打得哭不出声来，而是嗓子喊哑了。明幽屁股疼得要死，连带着腿都麻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凤清浅又有些后悔了，早知道打慢些，吓唬吓唬他便是。你脱我裤子干什么，老流氓！还想挨打？明幽不想挨打，可嘴撅得能挂油壶。凤七七这个大暴君，只会抱拳专政，欺负自己。明幽一度怀疑，是不是他经常在朝堂上被欺负，所以回来只能欺负自己，出气来着。不想。凤清浅瞥见那细皮嫩肉上红肿一片。你躺着，朕给你拿药去。火辣辣的屁股上几道药，有些冰凉。明幽忍不住一哆嗦，动了一下，像是小猪崽一样的哼唧了一声。不疼的，别动。不是打在你屁股上，你自然不疼。打在你身上，疼在朕心里，朕都叫一个字疼。好吧，那以后打在你身上，疼在我心里吧，我宁愿受心灵的摧残。那淡淡带着冷意的眸光对上他，明幽怂了，强硬地转移了话题。多擦点，好得快。明幽乖巧地趴着，将头埋在枕头里不说话。朕也讨厌明月，很讨厌。说谎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进宫来？哼，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教训他，别拿我当笨蛋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凤清浅这才侧躺着。哼，朕想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小丫头看了他一眼，将粉嘟嘟的脸转过去，不理会他。我要睡了。你若能睡，早就会周公了，心里偷藏了什么秘密？凤清浅可以说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有事儿才会这般郁郁寡欢的。往常这个时辰早就睡得像是一头小猪了。没有，他就是想忍不住生气。凤七七以后就不会是他一个人的了。凤清浅捏了一下他撅起的嘴来，别死鸭子嘴硬，你若是不说，明儿个午膳的时候便吃素吧。吃就吃，哼，凤七七，你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信你了。本打算指责他2句的，可说着说着，眼泪倒是不争气的先出来了。你说过只会照顾我一辈子的，不会对其他人好。可你现在不疼我了，还要把那些讨厌鬼放进宫来。你果真是因为我爹是大将军才娶我的，现在我爹不是了，没有用了，你就去对明月还有其他人好了。谁跟你乱嚼舌根的？哼，满宫的人都在传，而且我听到你跟我爹发誓了，
你根本不想要我的，你根本不想要我的。明优说着越发难过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连你都不要我了。想想觉得自己好可怜，他娘不要他了，他爹走了，现在连凤七七都不打算要他了。你从哪儿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？朕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？朕说过这辈子就你一个皇后。朕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别人了？你瞧朕可给他们送了嫁衣，可给他们许了聘礼。明优哽咽着摇头，没下过聘书的，没10里红妆娶来的，他们便不算得朕的妻子。朕的妻子就只有你一个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他们进沟无论以后是贵妃还是嫔妾，你只要记着，在朕眼里，他们和伺候的宫婢没什么区别。真的？凤清浅点了点他的鼻子。朕怎么会不要你呢？若朕真觉得你是个累赘，还锦衣玉食的养着你，让清华给你仔细算算，你一个人的开销用度都抵得上满宫人的用度了。那以后你也不能不要我。好。凤清浅忽地想到了什么，起身去外殿抓了一把剪刀进来。你要剪我脖子，你要剪我脖子。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有几分惊讶。凤清浅理了一缕他的青丝，绞下来，利索地剪下一束自己的来，用红线缠绕在一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诅咒吗？这是鸳鸯结，把我们的头发缠在一起，我们便是生死都在一起了。我带着你出去，我们将鸳鸯结一起埋在树下。两人拿了盒子装起来，又找了铲子和花锄，将鸳鸯结一起埋在树下。我想问个问题，那你听了会打我吗？不会，说吧。你比我大这么多，那以后我们一起同生共死，你死得早，我不就不划算了吗？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，也就这个丫头敢胡乱说了。凤清浅恨不得将她那张讨厌又惹人爱的小脸蛋给掐破了，这即使她能长生不老，也能给这丫头气死了。朕是皇帝万岁，你是皇后千岁，朕都还没嫌你占朕的便宜，你倒是敢先嫌弃朕来了。别养了。疼，是你自己说的不生气。再说我说的本就是实话，我爹以前说了，这千岁万岁本来就是唬人的，他们胡乱说的好话，你这人怎么好坏不分呢？朕今年刚满16岁，你以后再说朕老，朕就将你的嘴巴缝起来。知道了。回到店里，凤清浅将他提到被窝里。我睡不着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凤清浅脸一沉，想到几年前这个丫头还更小的时候，偷听到和如意说自己故事有催眠的作用，难听得要死。朕说的不是故事，你要听故事找如意去。明优不懂他的阴阳怪气，嘀咕了一句小气鬼，便转身去睡了。没多久就听见他熟悉绵长的呼吸声了。真是个小猪嘴，方才说睡不着。心底有些期许，他倒是希望明优一辈子都这样无忧无虑的。想到过2日要进宫来的女人，不由得有些心烦。这天底下最可爱的姑娘，怕就是她养在宫里的这只了。满宫的奴才侍卫严重抗议：陛下，你是瞎吗？还是你口味太变态了？小王后哪儿可爱了？那分明是一只没长大的小魔头。哼，